前世我加入侯府10几年，奉养婆母，将不成器的庶子培养成朝中重臣，为庶女置办婚后嫁妆，却未料到3个逆子恨我抢了他们亲娘的位置，一朝得势，他们便将我剜眼割舍，只为给他们亲娘出气。而那不近女色的夫君，用着我婚后的嫁妆迎娶新人，最后落得一杯毒酒。再次睁开眼，我竟重生回到了8年前。毒妇，你快放开我！我要去找父亲，揭发你每日苛待我的行径。8岁的顾晨燕状态身边的丫鬟，她的目的就是将此事闹大，然后冠冕堂皇的给她扣上一个恶母的帽子。这一幕和前世一样，谢景云气到发抖。顾晨燕是顾北轩的庶子，也是侯府唯一一个男丁，被老太太宠得无法无天，甚至连侯府请来的先生都给气走了。不得已，老太太想到她是百年世家谢家出身的才女，便让她来当了顾晨燕的启蒙先生。而因自己嫁入侯府8年无子，便对老太太言听计从。燕儿情绪有些激动，你们不要误伤了她，放她走吧。夫人，小少爷现在年纪小，嘴上也没个把门，府中今日还有客，奴婢怕。我饿了，让小厨房摆饭吧。前世为了教导顾晨燕让身体疾病加重，今世她不会再做这样的傻事。夫人，糟了，世子听了小少爷的胡言乱语，正气冲冲往这个方向赶呢。怕什么？将燕儿这1个月以来每日课业拿上，随我一同出去。谢景云和怒气冲冲赶来的顾北轩正好碰上了面，还跟着一群他的好友。内宅之事，他们本应该避讳，可这些人之所以没避讳，想必是眼前这出畜生故意为之了。谢景云再次看见顾北轩，心中的恨意甚至忍不住飞了出来。上辈子这人靠着他搭上谢，在官场上十分得意。父亲，我不要回到这里，我饿了，我要吃饭，母亲不会答应的。谢景云，你是谢家的贵女，也是我侯府的主母，陈燕才是多大的孩子，我那么信任你，把她交给你教导，你竟然狠心到连饭都不给吃，你这个主母做的实在让本世子失望。就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儿子，所以才要遭受到你如此苛待吗？谢景云没有立即反击，而是回忆起许多的细节。8年前，一场意外落水，让顾北轩救，两人有了肌肤之亲，顾北轩只能娶她，只是没想到新婚当天。谢景云，你知道吗？若不是谢家逼迫，我绝不会娶你。我保住你谢家的名声，已经尽到了责任，这辈子我绝不会碰你。留下这句话后，顾北轩再也没踏入他的龙眉阁。这一世，谢景云完全明白过来，他的落水不过是一次设计，顾北轩娶她根本不是相逼，是有意为之的。落败的侯府需要一个贵女撑起门面，他和他宝贝的女人生的孩子，需要一个高贵的母亲的身份。世子，你说的话有些严重了。我并非是不让燕儿吃饭，只是让她背完诗再吃饭，这样做有何问题吗？不等顾北轩开口，谢景云继续说：读书可是立家之本，是整个家族的大忌，万不可玩笑。我只要求他背完诗再吃饭，他不吃饭，妾身也是陪着他一起不吃饭，只是让他背2句诗而已。如果2句诗都背不得，那就学不上也罢。谢景云突然将事情上升到一个高度，他口才也没他好，顿时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感觉到谢景云有些不对劲，这个女人一直对侯府对他心怀愧疚，今日他故意当着来客发火，就料定了谢景云不会争辩，只会顺从他。那么这颗带庶子的名声就落实了。你莫和本世子说这些大道理，说什么读书乃大忌，本世子只知道当嫡母的不应该连饭都不给庶子吃，就算是亲生儿子这样也会遭人诟病。母慈子善，你做到母慈了吗？更何况燕儿才这么小，才8岁啊，你竟然用如此残酷的手段罚他，若是你亲生儿子，你舍得这样吗？不管如何，这个苛待庶子的名声一定要扣上了，这样燕儿才能有理由挂在谢景云的名下。同时又想到这女人曾经做过的事，心里又是一阵鄙视。8岁，世子觉得还很小吗？你可知道谢家的侄儿8岁都可以熟背出三字经、千字文了，3更便开始起来读书，从5岁开始一直坚持，从不假手他人，读书贵在专心。一个8岁的孩童，连2句诗都背不出来，还闹着满府的人看笑话，实在是顽劣又荒唐。只是稍微延迟用饭而已，就如此胡闹，实在不是读书的料。我看世子还是另请高明，谢景云教不了这个8岁孩子，也免得以后被扣上恶毒母亲的名声。众人在看向谢景云时，都是一脸的怜惜，同时看向顾晨燕的目光已经有了变化。是啊，8岁了，连句诗都背不了，这顾北轩实在太宠子，就这样顽劣愚昧的庶子，顾家还为他撑腰找主母的麻烦。顾北轩也有些回不过神来，眼下事情的走向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倒也不是，世子，宠子可以，但不可惯子，爱子不教，由饥而食之以毒，是所以害之也。希望你能听进去这番话。谢景云淡淡的看了顾北轩一眼，喊来碧清，让他将顾晨燕这1个月的课业交给了他，微微扶了扶身子，便告退了。众人见谢景云离开后，这才上前。
世子，有谢氏嫡女当启蒙先生，你这庶子竟然在课堂上画乌龟！一个个看着顾北轩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脑子有坑的病人。已经回到屋子里的谢景云，第一时间叫来自己的裴家良妈妈。你如今就是这样报答侯府的，你真是个恶妇！夫人，您叫我什么事？这几日我要查一下侯府的账，你先帮我清算一波。查账？梁妈妈显然有些吃惊，不明白自家夫人突然查起账来了。侯府这么多年吃穿用度早就入不敷出了，你清点一下，以后不用我们自己掏钱了。回想到前世的遭遇，谢景云便恨得不行。这一世，他绝不会再傻傻的拿自己的嫁妆去贴补侯府。夫人，您终于想明白了，哪家高门敢舔着脸用媳妇的嫁妆的，传出去会被人戳脊梁骨的。梁妈妈看见自己一手带大的小姐终于醒过来，欢欢喜喜的下去整理账本。夫人，今日这件事恐怕还会有后续，若是侯老夫人问起这事来，您该如何啊？放心，她不敢怎么难为我的。见两位丫鬟还是忧心忡忡，谢景云叹了叹气。我既然说了她不能拿我怎么样，你们就放心好了。接下来有好戏看了。好戏？是啊，前世他不仅担了这恶母的名声，还心甘情愿给顾晨燕这个白眼狼做了嫡母。没过2日，侯府庶子不听管教，顽劣不堪，且还不敬嫡母的恶名就已经传遍了整个燕京城。夫人，侯老夫人请你过去呢。主仆二人出了龙梅阁，便看见老太太身边的孙婆子一脸不满。夫人，老夫人找你问话，您还是走快点好，免得让老夫人等急了。他眼里目中无人惯了，说这话的时候，甚至都不看谢景云一眼。面对他的无礼，谢景云并没有在意。我知道了，劳烦孙妈妈走这一趟了。谢景云故意放慢了脚步。孙妈妈本来以为自己来这里会有点好处的，没想到今日这夫人竟是半点眼色也没有。夫人，老夫人有很重要的事要问你，你这么走下去，让老夫人干等着，是什么意思？孙妈妈最近脚有点微恙，走不快，只能让母亲等着了。说着，他再次放慢了脚步。哼，我看夫人的脚并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故意在怠慢老夫人呢。既然如此，夫人好自为之。没有得到好处的孙妈妈面色一冷，径直越过谢景云，大步向前走了。谢景云继续慢悠悠地来到丹凤堂，给母亲请安。谢景云进来时，侯府的老夫人正坐在那里打盹。谢景云知道她在装睡，为的就是变相的敲打她。谢景云直接找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坐下。你怎么坐下了？孙妈妈一声怒斥，老夫人被这一声吵醒了，不满地看向谢景云。母亲前些日子脚受了些伤，刚请安的时候又扭到了，看母亲一直睡着，想着母亲一向仁慈，应该能体谅儿媳吧。本来想以此为借口发落的侯老夫人也是被噎了一下。你身子骨弱，我自是理解的。母亲能体谅就好，母亲果然仁慈。说起来，你嫁到侯府几年了？回母亲的话，景云嫁到侯府已经8年了。这坦荡的姿态让侯老夫人心里一堵。8年了，府中一直没有嫡子。燕儿虽然是庶子，但也是咱们侯府第3代唯一的男丁，是唯一一个撑起门楣的。一个贱妾做他的母亲，这身份有些低了点。你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谢景云知道侯老夫人这是暗示他将顾晨燕继为嫡子。我也觉得母亲说的对。侯老夫人露出满意的神色，似乎对他的时序表示赞赏。然而接下来的话让侯老夫人的神色差点绷不住。柳姨娘为世子生了2女1子，生燕儿的时候更是难产血崩。她对侯府是劳苦功高，到最后只有一个贱妾之位。之前我曾向夫君提议过，给柳姨娘抬为良妾，让大家看着侯府记得她的功劳，没想到却被世子给否了，妾身便也不敢提了。今天既然母亲特意提出这件事了，那就抬为贵妾吧。母亲，您觉得如何？柳姨娘根本不是这3个逆子的亲娘，只是拿出来当挡箭牌用的。他们真正的亲娘此刻正在府外娇养着呢。她也是死后才知道，顾北轩最爱的外室是一个叫楚娇的女人。2人无媒苟合不说，顾北轩还想娶她做世子夫人，却遭到老夫人棒打鸳鸯。死了的人就算再尊贵也没用，还是紧着活人要紧。况且贵妾再贵，也脱不了一个妾字。燕儿聪慧，如今只不过缺了一个嫡子的身份罢了，看有人愿不愿意给了。见谢景云久久不搭话，侯老夫人直接将茶杯怒摔在地。谢景云，你8年没所出，老身可亏待过你。
放在别家早就是被休弃的弃妇了。老身不仅没有休弃你，还给你管家的权利。当年你落水，是我的轩儿救了你，为免谢家被人诟病，是我侯府愿意娶了你。你如今就是这样报答侯府的，还不让侯府有个嫡子，你真是个恶妇。母亲说的是，儿媳8年无所出，实在不孝。可您的儿子难道不荒唐？娶我8年，不愿意和我同房，每月经常宿在外面。府中未有主母人，便已有庶女，整个燕京城就没有这般不规矩的人家。母亲想要嫡孙，您去找您那不规矩的儿子去，找我做什么？难道我一人可以生孩子？谢景云是实在忍够了，前世他不好意思将世子不愿意和他同房之事说出来，可今生他却不在乎了。你还有脸说？你刻板无趣，留不住丈夫的心，是你无能；8年没有子嗣，是你不孝，和婆母顶撞，是你谢家没有教好你规矩。我侯府岂敢留你？休了你都是天经地义。谢景云今天吃了狗胆了，敢这样顶嘴，还敢抨击侯府的世子。侯老夫人怒气冲冲地想着，等会谢景云若跪下求情，她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谢氏嫡女，才华无双，我未出嫁前亦是燕京城有名的才女，你可以辱我，却没有资格辱我谢氏。我以谢氏之女警告你，若再对我谢家编排，谢氏绝不会放过你。切，侯府未有主母先有庶女，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般不懂规矩的人家，就不要教我谢家的闺女什么规矩了，说出去令人嗤笑。侯老夫人震惊到差点晕过去。像您儿子这样惹人笑话的夫君，不要也罢。若今天老太太能做主，今日便要休了我吧。我倒要看看此人一天到晚在城南的那处院子做什么。侯老夫人不知是震惊还是气，一张老脸涨得通红。没想到谢景云竟然豁出去了，连休弃都不怕，还怎么拿捏他，拿捏谢府？侯府这般光景，若是休了谢景云，直接就倒。想明白这些，侯老夫人硬生生忍下心头怒气。景云，母亲方才说话有点急了，实在是燕儿命苦，她是我唯一的孙儿，现在却被冠上了顽劣不堪、不敬嫡母的名声，你说我这心里能不着急吗？还有啊，燕儿这名声传出去，对我们侯府有什么好处？我是想着你膝下无子，挂在你名下，也好稳住你在府中的地位，刚好解了燕儿的燃眉之急，是两全其美的事。你说是也不是？他是逼不得已开始和谢景云打感情牌了。母亲，我原本打算将他继为嫡子的，可惜他太顽劣，教导1个月课业上画的都是乌龟，而且不能吃苦。我膝下无子，也看不上这样的庶子。你若将他名声被毁一事记在我头上，我也无话可说。你还是先管管夫君，整个燕京城就没有见过将一帮外男带到自己妻子外院的。见侯老太太面色有些发黑，又是盈盈一笑道：母亲，你还是先别考虑燕儿的名声了，你该考虑考虑，若是谢家知道夫君将一帮外男带进内院里，谢家会不会对夫君有什么看法？任何一个知礼义廉耻、尊重发妻的人都不会这般做。谢景云将此话说完后，看也不看谢老夫人一眼，直接转身就走。他是在威胁我，他敢威胁我！老夫人，恕我直言，这世子夫人实在是不成样子，在这侯府，您才是真正当家做主之人。他敢威胁你，直接撤了他的管家权，免得让他以为侯府任他摆布了。孙妈妈本就对谢景云满肚子的不爽，如今机会来了，立即煽风点火。世子人呢？让他来见我。世子最近帮小少爷求学未果，心情烦闷，去了城南那处院子了。见胚子就会勾引爷们，也不知道轩儿喜欢他什么。侯老夫人是万分看不上主教。算了，等世子回来了，你去告诉他，让他敲打一下正院那位。最近若是正院做了什么汤汤水水的，也不用给他做脸，不想喝就不喝。是，老奴这就去交代。孙妈妈等的就是给正院那人好看。她正要出去时，侯老夫人突然想到了什么。等一下，这件事就不要告诉世子了。侯老夫人忽然想到谢景云离开之前的威胁，轩儿现在的升迁可都要看谢家的脸面。你去告诫一下大厨房的管事妈妈，还有侯府里的管家，他们知道该怎么做。孙妈妈听了这吩咐，先是不解，随后喜笑颜开道：是，果然还是老夫人有办法。这下那装腔作势的小人就该知道，这府里什么人是不能得罪的。说完，孙妈妈便喜气洋洋地退下了。
夫人，您今日得罪了老夫人，恐怕以后您的日子更加难过了。唉，是啊，夫人，若是世子知道了这件事怎么办？碧清文主，你们2个人跟我这么久，在谢家的时候，你家小姐我有没有受过什么委屈？碧清和文竹闻言，想都没有想的便摇头。夫人，您可是谢家的贵女，且自身聪慧兼具才华，老爷他们疼宠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让您受委屈？是啊，在养我宠我的父母面前，我从没受过委屈。如今这侯府还指望着我过日子，凭什么还受他们的委屈？可是碧清和文竹还想说什么，便被一旁满脸欣慰的梁妈妈打断了。别什么可是了，夫人这次做的没错，他们侯府欺人太甚，老奴早就说过，这侯府世子不和夫人同房，就是羞辱谢氏，他们还敢拿此事做文章。放心吧，侯府不敢拿夫人怎样的，顶多就是不给好日子过。以夫人如今的想法，根本不必理睬。梁妈妈早就对侯府这些人深恶痛绝了，多次点拨夫人提防侯府这些人，奈何夫人心地善良，根本没有防备。碧清和文竹听了梁妈妈的话后，虽然还有诸多疑问，但到底是不敢多说什么。谢景云没有在此事上多做解释，转而询问起梁妈妈查账的进度。回禀夫人，侯府人多，账查起来是有些困难。不过因为这些年都是靠着夫人的嫁妆支撑着，账目往来都掌握在我们人的手中，所以只要花费些时日，账目是一定能查清的。谢景云听了，满意的点了点头。不过有一处账目，老奴觉得有些不对劲，觉得还是先和夫人汇报一下比较好。哦，你说说看，是哪处账目出了问题？梁妈妈将一个账本拿了过来。夫人，您看，我们每个月要往城南的一个医馆里汇入大约60-70两银子。我问了府里的人，说是这医馆里有一个女大夫之前救了世子的性命，作为报答，每个月都会给这位大夫送上60-70两银子。之前没查账的时候不觉得蹊跷，现在老奴觉得太奇怪了，是什么样的救命之恩，每个月要拿这么多的银子？而且这医馆的人也没有来府中问诊过，一般府里的头疼脑热都是托夫人去寻谢家的大夫来的。梁妈妈越说，脸上的神色越来越凝重。夫人，这笔账我觉得还是找人去查清楚要紧，老奴总觉得这里面的事没有这么简单。谢景云听了，也仔细翻了账本看了看。这笔银子分明就是顾北轩拿着我的嫁妆给他自己养媳妇，既然是有蹊跷，往后这笔钱不用再给了。还有这处医馆所花的钱，一笔一笔记好了，会总交给我。他不仅不会再当这个冤大头，以前这女人所花费的每一分钱，都要原封不动的还给他。是，老奴这就吩咐下去。正好明日就是每月发银子的日子了，还好今日先问了夫人。你做得很好，事情交给妈妈，我是放心的。后面有什么异常的账目，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哎，老奴这就交代下去了，先行告退了。前是我加入侯府10几年，最后落得一杯毒酒。夫人，太过分了，这些人实在是太过分了。发生什么事了？竟然惹得你这么生气？碧清端着手里的饭食递到谢景云面前。夫人，您看，这是人吃的饭吗？竟然是剩下的稀饭，还有一小块发黑的馒头。这些人太过分了吧？他们的月钱可都是夫人发的，竟然敢这样对付夫人，是看夫人最近顶撞了老太太，故意给您颜色瞧瞧呢？谢景云立刻沉了脸色。这样的饭菜，就算是府中的丫鬟都不吃，他们竟然敢这样拿瞧。还有厨房的那个管事妈妈，故意一脸抱歉地说，今日夫人起得太晚了，他们已经送过一回了，结果没人应声，我们现在来取，只能吃到这样的食物了。这还是夫人您的吃食呢，我们几个丫头连这样的剩饭剩菜也吃不了，这还是早饭，一顿不吃也饿不死，如果中午也没饭吃了怎么办？碧清的声音委屈极了，他就知道老夫人不会让他们好过的。慌什么？就像你说的，一顿不吃又饿不死。谢景云心里已经冷笑连连了，这侯老夫人也真是可笑，竟然能想出这样的蠢笨的方法对付自己。你去找一下信得过的人牙子，选2个家世清白、厨艺比较好的厨娘过来，以后我们龙梅阁不用大厨房了，自己有自己的小厨房。夫人，咱们龙梅阁也要开小厨房了。当然，以后不用求人，等着别人求你才对，毕竟整个侯府是我们养着的。碧清终于意识到，他们从小伺候大的夫人好像不一样，于是欢欢喜喜去办事。丹凤堂内，厨房婆子将所有的事汇报完毕后，侯老太太连着她身后的孙妈妈都傻眼。夫人怎么胆敢开小厨房？侯府这样的光景，她还如此奢侈浪费，谁家有这样的主母，真是不知好歹。孙妈妈气得大骂，本以为可以给谢景云一点颜色瞧瞧，
不甘心，又添油加醋道：“老夫人，您还是管管夫人吧。咱们侯府虽说是勋贵人家，但眼下日子哪里轮得到她这么铺张浪费？江婆子说了，她一请可是请了2位厨娘，比老太太您还要多一个，哪能越过婆婆的？”谢景云花的都是他自己的嫁妆，明面上是和侯府无关，若是连主母的小厨房都要管，那真是让外人看笑话。侯老太太心里已经气得呕血了，但也得咽下这口气。行了行了，你们先退下吧，这些事情等世子回来，我会交给轩儿处理，不是还另有安排吗？着什么急？哪怕孙妈妈和江婆子心里再不甘心，也只能退出了丹凤堂。侯老太太在这边正恨着，却听见丹凤堂的小丫头喜气洋洋来报：“老夫人，世子回来了。老夫人，这下夫人就知道怕了。”侯老夫人正一喜，还未出去迎接，顾北轩不悦的声音已经传了进来。母亲，谢锦云她惹你生气了，她怎么敢的？轩儿，你终于回来了，没有人敢惹母亲的生气。我不过就是担心燕儿以后找不到好的老师，想让谢锦云这个嫡母帮衬帮衬，没想到她不仅不帮，反倒是对我恶语相向。本不想和她争吵，没想到她倒是将我恨上了，在下人面前给我没脸，如今更是和我赌气，开始用上小厨房了。咱们侯府这光景，怎么还能这么奢侈？哎，侯老太太一副一言难尽的神色。顾北轩这几日收了那些文人圈里的人不少的气，想到这里面绝对有谢家人为谢景云出头的意思，火瞬间更大了。大胆，他8年没有所出，还将燕儿名声毁了，这个恶妇竟然还敢对婆婆不敬！我今日便去找她。谢家就是这么教女儿的，她若是敢反抗，我一纸休书让她直接滚回谢家。顾北轩每想到这个贱人婚前就和人有染，就止不住的恶心，都不用侯老夫人再说些什么，顾北轩便怒气冲冲向着龙梅阁而去。此时谢景云正在和梁妈妈一点一点的对账，突然见到文竹慌慌张张的跑来。夫人，不好了！世子从外面回来后，去了一趟侯老夫人的院子里，现在怒气冲冲往龙梅阁赶来了。世子只怕是知道了这些事情，现在要找夫人算账了。他还有脸找我算账？算什么东西？本夫人现在正在查账，容不得任何人干扰，下令去将龙梅阁的院门关了，就算是条狗都不要放进来。夫人，那世子呢？他在本夫人眼里连条狗都不如。文竹听到这，内心十分震撼，当即便出门下令将院门关了。顾北轩怒气冲冲赶来时，竟然只看见了一个关闭的院门，他心里又是一怒，想到往常来龙梅阁，谢景云都会让丫鬟奉茶，还小心翼翼讨好他，如今果然是翅膀硬了，竟然敢闭门谢客。谢锦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本世子现在就警告你，我只给你半刻钟的时间，若是你不开门，我一纸休书，直接将你休回谢家。若是你不开门，我一纸休书，直接将你休回谢家。接上集，就在所有人以为龙梅阁的下人要恭恭敬敬将顾北轩请进门时，没想到谢景云却是亲自出来。谢锦云，你不是有骨气吗？将院门关闭就关闭到底，这样我还能敬你有一份骨气。顾北轩看向谢景云的一瞬间，眼里闪过片刻惊艳，如今的他变得端庄优雅。世子说的什么话？你刚才都说休我了，我若是不出来，你怎好行休憩之事？在顾北轩惊愕的目光中，谢景云让碧清和文竹分别递上了纸笔。世子还愣着做什么？不是说要休了我吗？纸笔都准备好了，快些写休书吧。今日时间还早，我还可以整理东西回谢家。你说什么？顾北轩只觉得自己是听错了，平日只要说上休憩这2个字，他便什么条件都答应，怎么今日却不按常理出牌？我说世子要休，现在赶紧休，免得耽误我回娘家。你好生嚣张，当真以为我不敢休吗？顾北轩愤怒地拿起了笔。他想休，今日他便休给他看，到时别来求饶。顾北轩的笔刚落下去，远处的孙妈妈大声喊道：“我的世子爷，您在开什么玩笑？夫人只是和您玩闹呢，您怎么能真休？”顾北轩手里拿着笔，心里正没底呢。主要是现在休了谢景云实在没有好处。你看见他在和我开玩笑了吗？哈哈，世子爷说笑了，夫人在和您闹小脾气呢，不能休，侯府怎么会做出这等事？一说到此事，顾北轩来劲了。他8年，他想说谢景云8年无所出，拿此事敲打呢。孙妈妈急得连忙拉住他：“世子别说了，老夫人在等你用餐呢。您这几天没回来，今天快些去陪陪老夫人吧。”孙妈妈一边说着，一边将顾北轩拖走了。谢景云是冷眼看着这一出闹剧结束的。母亲，你为何让孙妈妈拦住我？她竟然敢让我休了她，我现在就休了她，到时候看是她谢家难做，还是我侯府难做。侯老太太看着怒气冲冲的儿子，无奈叹了口气：“轩儿，母亲知道你受气，
但此时还不是休她的时候。燕儿如今还小，以后还需要仰仗谢家，万不可和她走到那一步。谢家敢将一个不洁之女送来，就应该做好会被休弃的准备。早在知道谢氏不洁的那一刻，我们就应该找侯府讨要个说法。如今倒好，明明是他谢家先羞辱我侯府，现在倒显得我们无情无义了。侯老太太没想到顾北轩会提到这茬，神色顿时有些不自然。轩儿，你怎么又提这一出？现在8年已过，就算你说谢氏不洁，也没人信呐。到时候谢氏反将一军，说你羞辱谢氏，那该如何是好？好了，轩儿，这件事就不用再提了。如今最紧要的就是让谢氏乖乖听话。他有什么资格不听话？这是他谢家欠我们侯府的。后宅之事，你身为男子，少插手。剩下的事情，母亲会让侯府重回正轨的。燕京太子府内，莫景正坐在案几前，听着亲卫的汇报。回太子，顾侯府的嫡三小姐，也就是如今嫁到京北许家的许夫人，未曾和8年前去相国寺的小姐们有任何往来。恐怕许夫人当日持有的太子的玉佩，真的只是无意中捡到的，或者有可能是……接下面的话，亲卫有些不敢多说，希望太子自己可以猜测。有可能是什么？直接说。有可能是8年前救下太子的那位小姐，因为不知道太子您的身份，没有把这块玉佩当回事，给扔了，然后被顾侯府家的小姐捡去了。知道太子在寻找救命恩人，这才来冒名顶替的。如果顾侯府家的那位真的是无意中捡到，故意冒名顶替的，你以为本太子会留他至今？如果不是太子留着他还有用，当年就直接将此名抹杀了。继续找。本太子8年前虽然眼睛受损，但耳朵是完好的，只要听到他的声音，我一定能认出来。是。8年前，他将此玉佩交给了救命恩人，并且告诉他可以凭借这枚玉佩找他，满足他任何愿望。可惜，再没了后续。谢景云这边安心理着账本，侯府管家的内人徐氏找上门来了。参见夫人，夫人近来可好？你来是有什么事？谢景云一边看着账本，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徐氏的脸瞬间僵住了，以往来这里都会看作的，今天居然无视他，想着有任务要完成，便将心中不快按了下去。也不是多大点的事，不知道夫人可还记得城南那个医馆里面有个女大夫，是咱们世子爷的救命恩人。原来是为此事而来的，想来是最近下面的人得了他的吩咐，没再给发银子了。女大夫姓甚名谁？具体姓什么我倒是忘了，不过这是世子的救命恩人，夫人可不能怠慢了。徐氏觉得自己一个下人不好打马虎，只能将世子的名号搬出来。怎么个救命法子？这具体的事，不瞒夫人你，我一个下人也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但是城南医馆每个月都要拨60-70两银子，这是世子交代下去的。前几日就已经到了每月发银的日子，但是梁妈妈说以后停了这笔钱。夫人您看，这传出去，还以为我们侯府亏待恩人呢。若是老太太和世子知道了，恐怕也会对您不满。徐氏心里有些不耐烦，不明白今日谢景云为什么这么多问题。这倒是好笑了，既是世子的救命恩人，你去找世子便是，找我做什么？这话听得徐氏整个人完全懵了。夫人这说的什么话？您和世子是夫妻一体，世子的救命恩人不正是夫人您的救命恩人吗？况且这钟馗都在您手里，老奴不找您还能找谁啊？万万没想到夫人是真的不打算再给这笔银子了。徐氏也是有些慌了。我和世子是一体的倒是没错，你身为管事应该知道，以侯府目前的进账，每个月是支撑不起这笔钱了。世子身为男人，又是侯府的顶梁柱，又有报恩之心，你便去问问世子，这件事他该怎么解决吧。谢景云说完，继续埋头看账本，不再理会对方。徐氏见他冷脸，心有不甘。好的，夫人的意思，老奴明白了。老奴这就去回拒了医馆来要银子的那群人，告诉他们以后夫人不愿意出这笔钱了。一旁的梁妈妈忍不住训斥：说的什么荤话？什么叫夫人不愿意出这笔钱了？敢请我们夫人拿嫁妆养活你们这些满府的人还不够，还要拿嫁妆去养不知名的娼妇。徐家的，你去问问老夫人，世子的救命恩人是不是也要拿夫人的嫁妆来报答？他本来以为夫人好拿捏，几句话便能将银钱要来了事，还能卖城南姑奶奶一个好，没想到事情没办成，还惹得一身骚。是，老奴方才说错了。既如此，我去回拒了城南取银子的人，就说侯府以后不会再出这笔银钱了。见梁妈妈满意了，徐氏这才带着满头大汗离开了此地。
我狄小姐对付这些人就要点名要害，否则他们还心安理得呢。整个燕京就没见过像侯府这么不要脸的人家，一边用着夫人的嫁妆，一边还想拿捏搓磨您。对于梁妈妈这番话，谢景云只是淡笑不语。他要的可不是当家做主，他是要这些狼心狗肺之人都遭到报应。侯府世子拿着妻子的嫁妆去养外室，居然还蹬鼻子上脸。城南大院内，真假？这药材你可是认全了？还有明珠，简单的药草应该是能认得了吧？知道了，娘亲都认全了，您放心好吧。咱们女人家要有一技之长和自身的价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只是靠脸的话，男人很快就会厌弃的。谢谢，我和大姐姐以娘亲为荣呢。娘亲聪明独立，还会行医，因为有个技艺傍身，所以爹爹也时常对娘亲刮目相看。顾明真也不甘示弱，就是不像府中那位贵女，还是谢氏出来的，但每日只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若不是爹爹和娘亲非要让我和明珠记在他的名下，才不配当我母亲，简直是抬举他了。顾明真想到这里，就觉得十分不甘。楚娇虽然内心认同两个女儿的话，但面上却还是教训了一顿。府中那位，你们也不可小瞧。那富贵女的做派，虽然我们看着假惺惺，但是符合世人称赞的标准。你们学学人家的做派，对你们以后也是有好处的。楚娇虽然是不想承认，却也不得不承认，谢氏贵女的做派是极为受这个世界的人追捧。什么贵女做派，其实就是虚伪，哪有在娘亲身边真实，一点也不做作。难怪爹爹对娘亲长情，就是因为府里那位太过做作。就是他要不是抢了娘亲的位置，娘亲现在才是当家主母，我们就是真正的嫡女了，我才不会学他的做派的。楚娇见女儿们对府中那位非常厌恶，心里欢喜的不行，连忙唤一旁的婢女，请把我给大小姐和二小姐准备的礼物取来。可是娘亲，我们借着来庄子游玩的借口，已经出来半个月了，一直在你这里生活，已经送了我们不少礼物了，你还有银钱吗？顾明真开始担忧起楚娇的经济状况。你忘了，娘亲是医者，行医问药，别人是需要付我报酬的，就你们这点花销，还压垮不了娘亲。这话落后，果然又引得两个女儿的敬佩之声。娘亲真棒，这个世界上像娘亲这样聪明独立的女人已经很少了，我以后也要向娘亲学习。楚娇两姐妹玩着首饰开心，将一旁的妈妈拉到一旁，小声问道：侯府这个月的银钱还没给过来？楚娇靠着侯府每月的几十两，也算是小有积蓄，就是有些疑惑。看见许妈妈这反应，眉头一皱：怎么，谢氏贵女连世子的救命恩人都不管了？顾明真和顾明珠听到谢景云的名字，赶忙上前：娘亲，侯府那位是对你做了什么吗？他是不是欺负你什么了？娘亲告诉我，我这就回府给他点颜色看看。顾明真现在名头虽然是庶女，但是自小一直接受的是嫡女的待遇。答应我的大小姐，这恐怕还真需要你来呢。老奴也不隐瞒了，这几年侯府一直有一笔钱，是为了报答咱们夫人的，但这个月2、3次取养都没要个结果，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侯府里那个主母竟是不愿意给了。许妈妈又一通添油加醋。咱们夫人可是世子的救命恩人，这人竟是丝毫不顾夫妻情分，可见此人是个心狠的。顾明真和顾明珠两人听了当下大怒，一直叨叨叨的骂个不停。现在谢景云将这笔银两平了，等于是断了楚娇后续的生路。他暗暗给两个女儿上饮料。他毕竟不知道你们都是我所生，娘亲对侯府这么大的功劳，他也是感受不到的。一个救命恩人，得罪了就得罪了，你们爹爹难道还会因为一个外人去和他吵闹不成？顾明真听了，脸上的越来越不屑。平日端着世家贵女的架子，实际就是一个满身铜锈的女人。救命针说不给就不给了，这件事情我是一定要和爹爹说的，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面去面对爹爹。楚娇看着顾明真，满脸怒火。我的好真儿，你身为侯府的嫡长女，自是一身正气，但别人可不是都受你这样的教养。今日这谢氏你连侯府的恩人都不放在心里，我现在回侯府去为你讨回公道，同时也是为了挽救咱们整个侯府的名声。说完就气势汹汹地出了宅院。顾明真带着顾明珠大张旗鼓地回到侯府时，才走到正门，顾明真摆出自封侯府嫡女的架势。虽说我是突然回府，但我不是让你们先一步通知侯府人了吗？怎么没见母亲出来迎接我？谢景云膝下无子，对这3个庶子庶女平日是真心疼爱，每每听到庶女回府的消息，便是赶来嘘寒问暖。没想到今日谢景云不仅不接，竟是连一个婆子都没有派过来。大小姐，话是已经传了，夫人这会可能是有什么事要忙。
听到谢景云竟然因为处理事务丢下自己，顾明真心里有些不爽。哼，到底不是亲生的，忘了就忘了吧，没什么大不了。父亲呢？我有事要找他。回大小姐，世子好像一大早就出去了，并没在府里。顾明真正想找顾北轩告状呢，人竟然没在府里。罢了，父亲若是回来了，你们告知我一下。对了，过几天我要随母亲参加宴会，衣服准备好了吗？都备好了，放到大小姐房里了。大小姐要不要过夜？先检验一下。走吧。庶女为了给亲娘出气，故意给主母找茬，然后坐等主母赶来送殷勤，结果竟然等来了她的羞辱。这是谁准备的衣服？我可是侯府的嫡女，穿这么丑的衣服去参加宴会，岂不是惹人笑话？顾明真把衣服丢地上，还气恼地踩上了几脚。这事很快传到了龙梅阁。谢景云明白顾明真现在闹这一出，是为他的金娘打抱不平呢。哼，前世他的双眼就是这位好庶女给挖去的。谢景云压下心中的恨意，这一世他绝不会再为顾明真筹谋任何事。跟他说我这会有事，不见。梁妈妈闻言乐呵呵地出门传话。刘妈妈自诩是老太太手下的人，听了回话后气势汹汹道：你竟然敢如此怠慢大小姐，老太太知道了，不扒了你的皮。夫人她身为嫡母，难道想苛待大小姐？是谁说本夫人苛待一个庶女？谢景云冷着一张脸出来，刘妈妈差点被她身上的气势镇住。回禀夫人，大小姐今日回来，发现夫人前些日子准备的参加宴会的衣服穿着不妥当，所以大小姐让我过来和夫人说一声。刘妈妈根本没将谢景云放在眼里，梁妈妈恨不得上前赏她几巴掌。苛待可真是好大一顶帽子啊！这也不是从老奴嘴里说出来的，是夫人做的事，满府的人都在看着呢。好一个满府的人都在看着！我且问你，本夫人为顾明真准备的衣服花费了多少银钱？老奴记得整整50两整。那顾明真在府里是什么身份？别说什么大小姐，她的生母身份是什么？贱妾。好一个贱妾生的女儿，凭她的身份根本就不够资格参加宴会。本夫人想抬举她，给她花了50两置办衣服，到底是顾明真小年纪贪得无厌，还是本夫人真的在苛待她？刘妈妈被谢景云突如其来的气势完全吓坏。梁妈妈，掌嘴二世，这个刁奴领着本夫人给的月钱，明目张胆在府中编排本夫人苛待贱妾生的女儿，以后也不必在府中伺候了。丹凤堂内，侯老夫人满脸的怒火。她突然这样，是想闹什么名堂？老夫人的意思是，谢氏8年无所出，只怕是急了。谢氏这些天是做给我们看，让我们讨好他吗？难道夫人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反抗，为的就是世子和老夫人妥协，让他能有一个亲生的子嗣？可不是吗？如果他不是谢氏，老身可以劝轩儿，满足他的要求也无可厚非。侯老夫人想到自己最宠爱的女儿竟然嫁了一个寒门举子，她心里就恨得不行。谢氏这辈子别想给轩儿生孩子。这时顾明真闯了进来。祖母，嫡母她疯了，她竟然那样贬低孙女，你要帮真儿做主啊！真儿啊，莫哭了，祖母知道你受委屈了，她就是想逼迫你父亲和她生下子嗣罢了。她消停了闹腾，到时她怎么讨好你，你再怎么作践她。祖母，真儿这辈子就没有受过这样的羞辱。我贵为侯府嫡长女，竟然敢说我是贱妾生的女儿，祖母，休了她，现在就休了她！胡闹！见顾明真停了下来，真儿啊，谢氏的身份对你和燕儿有用，若你们能记在她的名下，那么整个谢氏都成为了你们的亲戚，你们的身份将会贵不可攀。我不信，我娘亲虽然只是一个医女，但是听说以前许多达官贵人都要求到她头上，要是我娘亲来做这侯府的主母，整个侯府才会走上真正的辉煌。侯老太太没想到楚娇竟然将自己的孙女教成这样，说的什么胡话？女人抛头露面，跑到别人家的院子里问诊，在名门世家中是要被人耻笑的。祖母骗我，难道您不该给她一个教训？享受着侯府的荣华，还敢羞辱我，以后岂不是连祖母都不放在眼里？真儿放心，她嚣张不了多久。顾明真听到这，心里总算满意了。谢氏今日的话，孙女可是记住了。今日她敢讽刺我是庶女出身，以后别想再让我叫她一声母亲。你可以心里不把她当做母亲，但是明面上不能不喊她，日后还要靠她将你们几个记为嫡子嫡女。
谢氏竟然敢将我娘亲每月的银两给停了，他这简直是擅作主张。祖母，这件事你也管管吧。好了，这些都是大人的事，你掺和进来干什么？别学了那些人的小家子气做派，浑身沾染铜臭之气。顾北轩今日仍旧是去出门给顾晨燕找先生，再次碰了一次壁，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这时顾明真跑来告状：爹爹，你终于回来了。真了，你怎么了？可是谁欺负你了？还能有谁？当然是爹爹娶的好主母，现在连爹爹的救命恩人都敢不放在眼里了，以后龙梅阁那位都不会再给娘亲银子了。银子这8年不是一直都有给吗？顾北轩有些不相信谢景云会做这样的蠢事，那可是他的救命恩人，每个月不过花费几十两养着。女儿说的话可都是千真万确，不信你可以问我身边的丫鬟。顾北轩了解了来龙去脉后，脸色一下阴沉了起来，直奔龙梅阁去。谢锦云，你什么意思？城南医馆那笔银子，你为何不让给了？本世子难道没告诉你，那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就是这么苛待侯府的救命恩人的？世子这话真是让人好生疑惑。既然是世子的救命恩人，世子自己去弥补就行了，为什么找到我的头上？只因不帮世子养阿三，世子就跑来找正妻兴师问罪。接上集。说的什么红话？整个侯府的管家之权都交在你的手上，不找你难道还让本世子掏钱不成？世子不会不知道，整个侯府早就是入不敷出了，这么多年一直用我的嫁妆补贴吧。我又不管家，我怎么知道侯府的开支？我们夫妻本为一体，我的救命恩人就是你的救命恩人，这你都看不明白吗？顾北轩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谢景云看着此人的嘴脸，只觉得又无耻又可笑。世子莫要忘了，我和你8年未同房，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夫妻情分。谢景云以为自己表达得很清楚，万万没想到顾北轩竟是听出了另外含义来。原来你是在这里等着我呢，为了逼迫我与你同房，竟是用断了救命之恩的法子来逼迫，还以为谢家嫡女有多清贵，没想到也不过是一个充满算计的庸俗之人，简直把谢景云给气笑了。顾北轩哪来的脸，看见他恶心都来不及。世子既然这么清贵，那么这么多年把我用嫁妆养着你救命恩人的银子还回来吧。世子这么高贵的人，应该不会无耻到用媳妇的嫁妆吧？似乎觉得还不够羞辱，谢景云又补上一句：世子可知道，在谢家，就算是看门狗都不好意思吃媳妇碗里的饭，就是最低下的人都干不出来的事。好，我算是知道了。你想用这笔银子逼迫我成事，你简直是做梦。本世子今日就全部结给你。那真是好极了，一共3600两，这是每月的登记的记录。世子若是不信，自己亲自来查。谢景云早就将所有的账本都整理好了，就是等着这一刻呢。楚交的花费只是第一步。不用了，不过区3600两而已，本世子还是付得起，不像某些人钻到钱眼里了。梁妈妈，以防世子忘记了，你跟上，现在就让世子结亲。顾北轩气得逃离了院子。谢氏嫡女，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然而回应他的只有关门声。很快，梁妈妈将3600两全部拿回来。我倒要看看，没了这些铜锈，侯府这些高贵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顾北轩这一下没了3、4千，心里肉痛的不行，便立刻前往丹凤堂商议今后之事。轩儿，你今日怎么又和谢氏吵起来了？他无非就是逼你与他同房，你这段时间切莫上他的当。母亲，您还真是神，他竟然拿娇儿每月的银两威胁，这谢家的贵女当真可笑，以为我一个世子会受他的胁迫。侯老太太本来还担心顾北轩顶不住压力，服软了呢。是这个理，你能看明白谢氏的目的就好，就算是为了你妹妹，我也绝不会允许你和他同房。母亲，谢锦云这件事和我妹妹有什么关系？侯老夫人一时着急，竟然说漏了嘴。你忘了，当年就是谢氏管家不严，你妹妹竟然被人钻了空子，被人丢在荒郊野外，还失了清白，这才随随便便找了一个举子嫁了。若不是他，你妹妹哪里会嫁到那样穷酸的人家？妹妹不是惹怒了太子，被人丢在荒郊野外的吗？怎么赖在了谢锦云的头上？但疑惑归疑惑，见侯老夫人这么伤心，倒也没有必要在此事上纠结。我已经和管家吩咐过了，咱们侯府的下人全部当他是个透明人，什么夫人不夫人的，我要让他在府中过得连一个丫鬟都不如。不过后宅这件事，你就不用参与进来了。次日，顾北轩便去了城南，看到楚娇，这几日的火一下子全部消散了，像回到了家一般。福君，你今日怎么有空过来了？
别提了，谢锦云不知道最近发什么疯，搅得满府都不得安生，竟然还将你这笔救命之恩的银两也给断了，想以此胁迫我和他同房。楚娇有些讶异，竟然还有这种事！此人虽是谢家教养出来的，却没有一副主母的胸襟，实在是委屈夫君了。你的想法总是这么奇特，此生能和娇儿相伴，我已知足。夫君，你可别这样夸我，娇儿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娇儿，你别这么看低自己，在我心里，100个谢锦云也比不了一个你。谢锦云不过就是一个目光狭窄的古人，给我提鞋都不配。没错，楚娇是穿越过来的。夫君，你这次来就是为了告知这件事吗？我来是给你送银两的，你放心，绝不会让他得逞。没给你主母的身份，已经让我很愧疚了。以后每个月的银两为父送来。楚娇听了这话，只觉心中一暖，但也没有接银子。娇儿，你这是作何？难道是嫌少？怎么会？不过就几10两银子，我楚娇也不是缺这点银子的人。娇儿是个医者，自己养活自己都够了。之前一直收这笔银子，也不过是心里不甘，觉得谢锦云抢了我的世子夫人的位置。娇儿，你果然和别的女人不同。既然你这样说，那这笔银子暂时先停了。等到日后谢锦云后悔那日，整个侯府都是你的。两人腻歪了会后，顾北轩便离开了。夫人，您怎么能拒绝世子给的这笔银子？那可是大几10两银子啊！我当然知道，但是不过几10两，我也不缺。夫人，咱们手里现在一共也就100多两了。怎么会才只剩下100多两？这些年来，谢锦云给的都有3、4千两的银子了。哎呦，我的夫人，您怎么像活在梦里一样？咱们府里养了这么多丫鬟婆子，夫人您每日的点心都是大师傅做的，您的衣服可是比侯府那位穿的金贵，还有您平常还喜欢送小少爷小姐们的礼物，一送就是100多两的银子，这段时间我们该怎么过啊？许妈妈这一连串的问题抛了出来，让楚娇烦不胜烦。有什么好担心的？大不了我去接待几个病人。夫人，您糊涂了。若是被侯老夫人知道您要去接待病人，恐怕对您更嫌弃了。此事万万不可做。行了，我知道了。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先省省，等谢氏主动求和。出手了！谢锦云要停止供养侯府了。接上集，谢锦云正和梁妈妈商议开脂粉铺子的事情。碧清气鼓鼓的进来，夫人，这侯府是越来越过分了，下人是越来越不将咱们龙梅阁的人放在眼里了。今天还明目张胆说夫人的闲话，说什么了？说咱们夫人简直是自不量力，8年无子，还敢和老夫人斗。若是真的惹了老夫人怒了，直接一纸休书休了，到时候夫人后悔都没用。谢锦云实在是不想理会这些人。不用计较，碧清，你现在将龙梅阁下人叫来，我有好事宣布。碧清带着满肚子的疑惑，叫来了龙梅阁所有的下人。最近府中有些不太平，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跟着我受了些委屈。说完，满屋子丫鬟婆子连忙表态道：夫人，能伺候你可是我们的福气，外面那些人不懂事，胡乱编排夫人，但是龙梅阁的这些人可是尽心尽力的。你们的忠心我都看在眼里，我谢锦云也不是亏待你们的人，所以我决定以后将你们所有人的月银翻到现在的3倍。听到最后一句，瞬间所有人的眼神都亮了。夫人，我们知道您对我们的好，满府都指望您，只给我们涨月钱是好事，若是一起涨，那这笔开销……当然不是所有人跟着一起涨了，只有龙梅阁的下人有这个待遇，其他满府的人与本夫人何干？但可是碧清有些疑惑，有些忧心，以后这些人岂不会更不把夫人放在眼里？没有什么可是，本夫人不仅不会给龙梅阁之外的下人涨月银，以后他们的月银也不会付了。梁妈妈，记住下个月侯府管家来要银子，1个铜钱都不要给。本夫人养了侯府8年，换来他们的嘲笑，以后本夫人绝不会再养着这些人。那老妇人和世子他们的开销呢？还有侯爷的医药费呢？侯府主人的日常吃食暂且供着，但多余的花销不用出了，如满府下人的月钱、老夫人世子的梯起钱，还有府中3个庶子庶女的花销，全部取消。他们要钱，找他们自己效忠的主子要去。这当真没有问题吗？梁妈妈有些心肝颤抖了。夫人这是要和满府作对啊！谢锦云只是冷冷一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本夫人既然做了，就绝不会畏惧。梁妈妈只觉心中一酸，她的小小姐是彻底对侯府这一大家子的白眼狼死心了。当即许多人立马表态：夫人放心，奴婢是夫人从谢家带来的，这辈子只为夫人效劳。众人气氛正好时，
这时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个婆子的声音，这声音好像是大小姐身边巧儿的声音。谢景云听到和顾明真有关，瞬间没了兴趣。这里也没什么事了，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至于巧儿，随便找个人打发了。碧清一出来，便看见门口的巧儿一脸不耐烦。怎么这么慢才给我开门？我可是奉了大小姐之命来办事的，若是坏了大小姐的好事，你能担待得起吗？碧清实在是忍不住大笑。不过是一个贱妾生的庶女而已，还摆谱摆在龙梅阁这里了，赶紧走，否则一会把你轰走，别怪我不留情面。你太嚣张了，我家大小姐可是老夫人和世子的新肩膀，夫人怠慢我一个小小的婢女倒是不打紧，若是怠慢了大小姐，你们受得了吗？这世上就没有因为一个贱妾生的孩子来问罪主母的，除非这庶女不孝，整日在府中挑拨关系。我也奉劝你一句，别让你家小姐太做，否则日后传出不孝的名声，别怪我没提醒你。巧儿实在没想到碧清今日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往都是客客气气的，气得她只想跺脚。好，夫人不仅不见面，还让婢女羞辱我们，我这就回去禀报了大小姐去。顾明真正把玩着自己贵重的首饰，就是一般府中的嫡女也没她这般待遇。只见巧儿气鼓鼓回来了。怎么这么慢？明天就要参加公爵夫人举办的赏菊宴了，上次谢氏准备的衣服都被踩坏了，自是不能穿了。这件事他本该提前准备的，还要我找你跑一趟，真是发点脾气来，就以为大家都求着他了。顾明真语气带着不爽，明日的赏花宴是多么重要的场合，很有可能是公爵夫人为公爵府的世子选妻，他若不打扮慎重点，怎么入公爵夫人的眼？不然他才不会去理会谢氏。巧儿立即原封不动地把所有过程复述了一遍。好大的胆子！顾明真气得脸色铁青，直接将手中的首饰盒扔了。一个贱婢，竟然也敢编排本小姐的不是，一定是谢氏那贱人故意借此机会发作，想让本小姐服软呢。不过一个空架子主母，也太将自己当回事了，一而再再而三惹到本小姐头上。巧儿，小姐有什么吩咐？你再跑一趟龙梅阁，转告一下我那好嫡母，就说大小姐嫡母既然不愿意为我准备宴会的衣服，那么明日这宴会这儿就无法参加了。巧儿听了半天，原本以为有什么反击之策呢。大小姐，明日赏花宴对你可是十分重要的，你若拿此威胁，夫人真的答应了怎么办？岂不是正中了她的意？我这位好嫡母最是爱面子，她8年无子，都是遭人耻笑的存在，所以逢宴会必定带上我们，见面就拿我们的优秀当做她炫耀的资本。这么肤浅之人，又怎会真的不带上我？那她岂不是再没了依仗？顾明真说的自信无比，谢景云绝对想不到，他上辈子苦心经营的一切，在这些人眼里竟是为自己做法。呀，这被羞辱了的人还有脸皮子过来，看来这庶女就是庶女，真是上不得台面。我要是大小姐，就算有所求，也不会找到龙梅阁了。碧清这一下嘲讽可真是羞辱魏师祖。巧儿气势汹汹地伸出一巴掌，要往碧清的脸上扇去，然而半途却被碧清拦上了。真是不要脸！我们夫人天天养着你们，还养出仇来了。我且问你，这一巴掌是你自己做主打的，还是大小姐吩咐的？难道夫人对她还不够好吗？连她身边一个贱婢也敢来龙梅阁撒泼？巧儿气急，想要挣脱对方，奈何碧清实在有力气，不得已，她只能大声喊道：“夫人，我是奉大小姐之命告知你一声，若是再不送明日宴会的衣服，咱们大小姐就不奉陪您去参加宴会了。”谢景云在屋内听了这一声后，只觉得好笑。顾明真疯了吧？明日的赏花宴对他来说，不过是走动走动燕京城的贵人之间的联系，毫无任何作用。但对于顾明真来说，可是重要极了。巧儿本以为会等到夫人出来挽回大小姐心意，结果好半天都没人搭理，他这才心里一咯噔。夫人果然不在乎明日小姐参不参加宴会。巧儿立即着急忙地跑了。接上集，跑这么急干嘛？是不是谢氏往这里赶来了？哼，这人喜欢犯蠢，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还真以为我顾明真是那么好拿捏的。大小姐，不是的，夫人根本没理我。什么？顾明真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脸的不可置信。是真的，大小姐，夫人该不会当真吧？若是明日真的不带你去了，岂不是错过了天大的好事？他敢！本小姐作为侯府的嫡长孙女，她有什么权利不带本小姐去？夫人没有明说，但是我按小姐的吩咐说了，龙梅阁那边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小姐您明日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顾明真也是有些慌乱，不去是不可能的。公爵府世子不仅家世好，样貌也是极其出色的，而且还颇得太子殿下看重。若是错过明日，他岂不是和泼天的富贵无缘？哼，谢氏就是想看我笑话。等我成了公爵府的世子夫人，就让爹爹休了她，让娘亲风光嫁进侯府来。
今日这丑，我顾明真记下了。本小姐明天不仅去，还要在公爵府狠狠大放异彩。几日后，到了参加公爵府的宴会，谢景云很满意自己的打扮，既不会出风头，又显得端庄。小姐，你可真美，就好像诗文里走出来的淑女。说说看，是哪句诗文？就是什么美人妆。碧青一脸着急，实在记不住整句。谢景云被他逗笑了，也不继续为难他了。你说的可是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对对，就是这句。小姐您若是没嫁给世子，就现在整个燕京城也没有哪个女子的容颜能越过你去。这话若是以前的谢景云听了会开心，但是这辈子谢景云对世俗上的美貌并不在意，只是淡淡一笑。就这一笑，看呆了正带着顾明真赶来龙梅阁的顾北轩。他瞬间想到一句诗：秀色眼睛，荷花羞玉颜。他从没发现谢景云美得惊心动魄。爹爹，你怎么了？顾明真看见自己一向敬爱的爹爹，竟然对着谢氏发呆，越发对谢景云恨得不行。被顾明真一提醒，顾北轩这才回过神来，心里不由一阵恼恨。谢氏，今日去公爵府的赏花宴，你将真儿也带去，这是你作为侯府主母的本分，你没有资格拒绝。真儿不是不愿意出去，哪里是我不愿意去，分明是你不给我准备衣。顾明真正恨着呢，便想告状，却被顾北轩一声咳嗽给打断了。顾北轩知道谢氏已经为真儿准备过衣服了，是真儿自己给踩坏了。现在拿此事来说谢氏，他实在不占理。其他事暂且不提，只说今日的赏花宴，你愿不愿带真儿参加？谢景云又是淡淡一笑，根本没将眼前的妇女放在眼里。真儿想去，那便去。侯府又不是缺了辆马车。前世这场宴会，是他费尽心思给顾明真争取到了公爵夫人的青睐，高价到如日中天的公爵府当世子夫人。可是后来在顾明真口中，却成了他自己足够优秀聪明，所以才获此良缘。今生他倒是要看看没有他的帮衬，顾明真是如何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公爵夫人的青睐。当真愿意，顾北轩原以为还需要费一番口舌呢。自然，不过妾身也提前提醒世子，顾明真想去，那他就要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若是做了什么丢了侯府的脸面，我可不会留情。哼，我出身侯府，身份贵重，怎会丢了侯府的脸面？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去，吓唬爹爹吧。谢景云并不理会他，只等着顾北轩表态。那是当然，我顾北轩的女儿难道还能出丑不成？回应他的只是谢景云淡淡的嗤笑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后，谢景云不再理会父女二人，而是径直出了院落。顾北轩站在原地，脸色铁青。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一向热情的龙梅阁竟然开始忽视他了？爹爹，你看到他可恶的嘴脸了吧？太过分了，还嫌女儿丢侯府的脸面，他自己才是侯府最大的笑话吧？顾明真简直要被谢景云的反应气死了。以前的谢景云对他是嘘寒问暖，无有不应，现在的态度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巨大的落差感让他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感。好了，不是和你说了，暂时先忍忍，赶紧跟上队伍，参加宴会才是最重要的。谢景云出了侯府，便立即启程，根本没有等顾明真。以前顾明真都是和谢景云同坐马车，这次他还故意放慢脚步，有意让谢景云等他，好磨磨他的脾气。结果谢景云上了马车后，竟然二话不说直接走了。顾明真这才慌了。母亲，爹爹让你带我去参加赏花，你竟然敢直接丢下我，你这是何意？声音才落下，便被龙梅阁的一个婆子给呵斥了。糊涂东西，你的马车在后面呢，还不赶紧上去？难不成还让夫人的马车等你？只见门口停着的另一辆马车，没有一点华丽不说，还奇丑无比。你让我堂堂侯府大小姐，竟然只坐这辆马车？大小姐，只有这辆马车了。您若是愿意坐，那现在还能跟上夫人的队伍；你若是不愿意，也没人逼你去。反正堂堂公爵府的赏花宴，也不会缺了你这么一个庶女。婆子故意将后面两个庶女咬得极重，就是在提醒顾明真注意自己的身份。你放肆！顾明真是又气又怒又急，只是他也没时间和这婆子计较什么。为了能成功参加公爵府的赏花宴，只能委屈自己上了马车。糊涂东西，你的马车在后面呢。侯府的主母不是谢氏吗？没听说谢夫人有嫡女啊。这话让顾明真一脸铁青。我虽不是谢氏所生，但的确是侯府的嫡长女。今日我是受公爵夫人所邀，来此参加赏花宴的，你们还不快放行？既是夫人所邀，那请你展示一下邀帖。不是，你们怎么听不明白？我母亲谢氏已经进去了，请帖在她那里。难道我作为侯府大小姐，还不够资格参加你们赏花宴不成？门房有些不耐道：去，哪来的侯府小姐？
侯府谢夫人已经进去了，没有邀帖，当谁想进公爵府都可以进去的。顾明真哪里受过这样的对待？更何况还是一个他眼中地位十分低微的下人，实在气不过，又不愿错失这大好的机会，最终让巧儿拿出几钱银子贿赂了一下门房，去通报谢景云。母亲，你走得这么快，让真儿好一阵找呢。谢景云和国公夫人正聊得欢，忽然被这么一打岔，几乎将场中所有人的视线都吸引过来。顾明真发现了国公夫人也在打量他，内心激动万分，更加决定要好好表现。他还在等着谢景云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在人前隆重介绍他。没想到这一次，谢景云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便再无回应。这贱人果然不想让国公夫人注意到我。顾明真压下对谢景云深深的记恨，抬起头时又是一笑。母亲，您正在和国公夫人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啊！身为小辈，竟然当众打断两位国公夫人和谢景云的谈话，这是极其没有礼貌的。谢景云一下冷了脸。今日人多，莫要遭人笑话，回到你该待的位置。随后便对同样不高兴的国公夫人道：让您看笑话了，府中庶女闹着要来见世面，我便带她一起过来了。他正打算与谢景云争论一番时，没想到国公夫人亲自发话：一介庶女竟然如此不懂规矩，嫡母在场哪里有她插嘴的份？谢夫人，我要是你，早就将这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教训一顿了。国公夫人最讨厌妾室，国公爷身份这么贵重，也就只娶了她一人。见谢景云这么贵重的谢家女，竟然被一个庶女冒犯了，最看重规矩和地位的国公夫人，瞬间对顾明真的印象降到了冰点。难不成他还以为他一介庶女可以成为世子夫人？真是可笑！只一句，便让顾明真整张脸涨得通红。顾明真被侯府养得太娇，有谢景云给他撑腰，他还真的以为自己是人见人爱那一类。而且楚娇一直给两个女儿洗脑，所有在场的人对他投来若有若无的嘲笑。上辈子，谢景云拉着顾明真的手，和国公夫人亲自介绍，这是养在我身边的女儿，聪慧识大体。而且他故意模糊了顾明真庶女的身份。现在他倒是要看看顾明真如何凭借自己的聪慧进入国公府的大门。就在谢景云沉思之际，忽听有人高喊道：嘉德郡主到！嘉德郡主是昌平长公主的爱女，被宠得骄横，唯独对国公世子情有独钟。上辈子算是顾明真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不过最后嘉德还是败了。谁能想到上辈子毫无联系的嘉德郡主却是死死盯着他。谢景云有些莫名其妙。我当是谁和国公夫人走这么近呢？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侯府世子夫人。如果猜的没错，今日可是给国公世子选妻的日子。侯府世子夫人膝下没有子嗣，来这里凑什么热闹啊？谢景云被那眼里的恨意所惊，也不甘示弱。劳烦郡主挂念了，今日是应了国公夫人之邀来此赏花，应该不需要事事和郡主报备吧？郡主既然以为今日是给国公世子爷选妻的，为何没有长辈前来？闺阁小姐独自参加这种宴会，似乎不妥吧？谢氏，你竟然敢讽刺本郡主，是谁给你的胆子？嘉德郡主，今日是我国公府举办的赏花宴，郡主这般为难我国公府的贵客，难道是有意捣乱？国公夫人最看重规矩，嘉德郡主这样的表现，在她眼里实在是不知所谓。不是的，国公夫人，我不是有意捣乱的，我只是想拆穿某些人的面目。就是这个谢氏身后的顾明真，她不过就是一个庶女，你可不要被谢氏三言两语给欺骗了。嘉德郡主没想到国公夫人竟然会帮着谢景云说话，还遭了国公夫人的厌弃。我可不是什么庶女，娘亲地位高贵，是不得已将嫡妻的位置让给了谢氏，我是真正的侯府嫡长女啊！顾明真心中恨得要死，有一瞬间都想要将真相说出来，震惊所有人了。够了，郡主身份贵重，若是诚心捣乱，少不得我要去长公主面前问问，究竟是何居心？谢夫人今日不过带家中庶女来见世面，也能惹到郡主小题大做吗？什么？国公夫人，您早就知道顾明真不过是一个庶女？嘉德郡主脸色一片震惊。顾明真能嫁到国公府，就是因为谢氏一开始的帮扶，没想到国公夫人竟然早就知道顾明真是庶女。嘉德郡主浑浑噩噩地走向了自己的位置，国公夫人眼见着嘉德郡主不再闹事，这才松了一口气。让各位久等了，赏花宴现在正式开始了。国公夫人，就这么赏花也太没劲了，要不然让各位小姐们展示一点才艺。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动静。国公夫人，这些小姐都是弹琴画画，太没意思了，这儿想给大家表演一个不一样的，您看如何？你所言所行更像是小丑登了这画堂。是啊，国公夫人，众位小姐喜欢琴棋书画，但是这些不过是附庸风雅之物，但真正遇到问题却根本用不上。真儿所会的是能解决人之所急和所痛。顾明真昂头挺胸，一副落落大方之态。这样啊，那你且说说你会的是什么？
国公夫人还真的被顾明真三言两语勾起了兴趣，反正闲来无事，就当看个热闹。这儿现在还不能说，需要国公夫人府里的妈妈帮忙，随便搜集几十种药材过来。顾小姐可是表演调香，还是劳烦这位妈妈去准备东西。至于我究竟要做什么，你们很快就知道了。顾明真这番神秘的作态，一下激起了场中所有人的好奇之心。想到自己一会大放异彩的时刻，顾明真内心一阵激动。顾明真看不上，也不愿意学我教的才艺，我倒要看看楚娇究竟教给他女儿什么惊为天人的技能。顾明真看向谢景云，蓝颜鄙视。哼，娘亲教自己的那些，岂是她一个深耕于后宅、没有见识的妇人能理解的？很快，婢女端来了药材，她快步走到婢女面前。此药材名为荆芥。接着又介绍完第二种药材，此药名为麻黄。顾明真越来越自信，一连介绍起20多种药材名，听得众人是云里雾里的。直到介绍完所有的药材，就在众人都在等着顾明真终于有所行动时，却见他对着国公夫人盈盈一拜。国公夫人，小女的才艺表演完了。眼含激动地盯着国公夫人的反应，而众人直接亚麻呆住。顾小姐，您在开什么玩笑？您的才艺表演完了，仅仅是背了几个药材的作用，这也叫表演才艺？岂不是和小儿背书一样简单？国公夫人实在是被顾明真这些操作整糊涂。回国公夫人的话，您不知道，小女到今年拾得的药材可有100多种呢。小女认为，在座的各位小姐，除了琴棋书画，别的一无是处。就像我嫡母这般，平日里的世界都是围着我爹爹打转。若我们女子也能有一项技艺傍身，就算离了男子，小女也一样靠自己的本事立身于天地。顾明真一板一眼地将自己娘亲对爹爹所说的话一字一句地复述了出来。放肆，不入流之物，竟是也敢和真正风雅之物相提并论。顾小姐，你该感谢你的嫡母是谢氏，若不然今日本夫人绝对饶不了你。反抗朝纲，违背妇德的言论，还敢在他国公府的宅院大肆宣扬，是想给他国公府招来祸患吗？国公夫人，这满堂的小姐，有哪位能有我这般本事？若是人人都只会琴棋书画这等毫无用处之物，等真正的困难来临时，岂不是成了一团糟？所以更应该学一些有用处的技能。这是楚娇平日里给顾明真灌输的思想，早就刻在顾明真的脑子里了。国公夫人只觉自己差点被这不知天高地厚之人气笑了。顾小姐，你说你识别药材的技能比其他小姐高贵，因为你可以用于实际。那么敢问顾小姐，你可曾为病人医治过？凭你备的这些药材，可能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或者救死扶伤。顾明真被问得哑口无言。救死扶伤，那不是大夫该做的事吗？和她一个闺阁小姐有什么关系？这些自有药堂的大夫去管，我只是一个闺阁小姐，怎么可能会这些？真儿只是觉得会些技能也可有备无患。如你所说，你学些本事初衷也并不是为了救济悬壶，你又凭什么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贵？若真的危难来临，你可知道画画可以赚取银子，识文写字抄书亦能赚银子，弹琴卖艺也可赚银子，女工更是可以赚的银两。不过认得几个药材就可以为人治病赚的银两，你这本事甚至还不如药堂里的伙计。你所言所行更像是小丑登了这画堂，实在是污了这满堂的大雅之地。国公府欣赏不了你的才艺，本夫人还想看其他小姐表演才艺呢。你若无事，还请退下吧。顾明真被国公夫人当着众人的面，直接被一群奴婢给硬生生拉了下来，比打了他一巴掌还要难受。这顾侯府家的庶女也太好笑了吧，跑来给大家当小丑逗笑。还以为她真的有什么惊为天人的技能，竟是在给我们背药材，我刚刚都要笑死了。3岁小儿都比她懂得多吧？不过就是一个庶女，我要是她，回家哭死一辈子不出门算了。这样的局面，谢景云早就预料到了。顾明真和他亲娘楚娇一样，都是觉得别人不过是庸俗之辈，自己是最清高清新脱俗之人。楚娇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有赚银子的本事，却靠着她的嫁妆养活。母亲，您在这看了半天的戏，可还开心？就不知道今天回去你如何去面对爹爹和祖母？谢景云只给他一个淡淡的眼神，便转过身。今日所受之辱，等回家后必定让谢氏偿还。顾明真面对众人的嘲笑，也没脸待下去，便退离了宴会。当然，他并没有打算现在折回侯府，而他不知道的是，一直有人盯着他的一言一行。庶女为了能邂逅国公世子，决定假装落水，眼前身穿一袭白袍，面容清俊，头顶玉冠，正是他心心念念的世子爷。顾明真是忍着激动，眼见国公世子即将离去，一狠心直接跳下水里去。他还清楚地听见国公世子一声赶紧救人，随即扑通一声，有人入了水，把他救了上岸。哪位好汉救了我？我是侯府长女，你若救了真儿，就是整个侯府的救命恩人，真儿对你感激不尽，但愿以身。以身相许几个字还没说完，便听到一道女生的笑声。顾明真听出这是嘉德郡主的声音。
又怕他想坏自己的好事。顾小姐，你的算盘倒是打得响，只一场落水便想以身相许。方才落水，被水冲进了眼睛了，这儿现在还看不清楚，不知道说话的是哪家贵女，可是不愿世子救下我，真儿命轻，多谢世子爷看中这条。顾明真，你该不会脑子里进了水了吧？世子早就带着一群万男走了，真正救你上来的是本郡主的侍卫，你现在和我的侍卫有了肌肤之亲，不会还肖想着世子吧？真是个水性杨花的贱人啊！嘉德郡主想起上辈子被顾明真压了一头，现在这一幕，这可真是大快人心。什么？你说什么？世子早就走了，这不可能！顾明真听了这番话都要疯了，赶紧睁开眼睛，此时此刻竟然依偎在一个猥琐侍卫的怀里。啊，狗奴才，你也敢轻薄我！顾明真一个巴掌狠狠地甩在了侍卫的脸上，再看向嘉德郡主时，眼睛里满是怨毒。是你故意陷害我，让你的侍卫轻薄我，就算你是郡主，今日你也要给我侯府一个交代！哈哈哈，真是笑话！你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竟然还不知道讨好本郡主，简直又蠢又贱！来人，把宴会厅的国公夫人和谢氏以及各位夫人小姐都叫来看看，让大家来评评理，你们说我嘉德冤不冤？嘉德郡主巴不得将此事闹大，没想到顾明真竟是自己主动送上了把柄。你敢！顾明真只觉得头脑发晕。就你一个庶女，连给本郡主提鞋都不配，本郡主有什么敢不敢的？明明是本郡主不忍心看顾小姐溺死，这才叫自己通水性的侍卫去救人，没想到竟然被顾小姐反咬一口，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就在顾明真快发疯之际，众位贵夫人和小姐们出现了。国公夫人，您们终于来了，你们来评评理吧。顾侯府家的这个庶女看见世子爷出现在这里，像疯了一般，自己跳进了水里，疯狂对世子抛媚眼。郡主又委委屈屈道：“可惜世子爷许是有正事处理，压根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本郡主好心使了侍卫去救他，救了人都没想过让人感谢，没想到这庶女好没道理，竟是对本郡主恶言相向，说我故意让侍卫轻薄她，这是什么道理啊？你胡说！就算你是郡主，也休想害我！谢氏，你可是我的嫡母，难道就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就坐视不理吗？”在众人的目光中，谢景云一巴掌甩了过去。你虽是庶女，这么多年虽然没有我亲自教导，但我也对你一直不薄。你吃的穿的比别的府中嫡女还要好，如今你就是这样回报侯府，回报我的。今日丢了名声，你将侯府置于何地？上辈子顾明真闹了不少笑话，都是他在后面摆平，只换来千年的恶母名声。这辈子他要将顾明真的名声置于死地。平日里你嚣张跋扈，仗着我们的宠爱，对我这个嫡母大呼小叫不尊敬也就罢了，今日对着郡主，对着你的救命恩人，竟然还反咬一口，你简直是从骨头里烂了，做的事只让人觉得心里发寒。眼见谢景云不仅不帮着自己，竟然还敢打自己，这些天所有憋着的怒火直接爆发。你个恶妇，8年无子，竟然还敢对我无礼！你不过就是个惹爹爹厌弃的贱妇罢了，在侯府里，你不过就是一个连丫鬟都不如的人。现在赶紧给我教训嘉德，不然回去我便让爹爹休了你。今日顾明真辱他，明日谢氏便会让侯府知道什么叫报复。谢景云根本没有理会顾明真的作死行为，只吩咐身边人：大小姐得了失心疯，还不赶紧将她嘴捂上，拖走。宴会后，嘉禾来到了太子府，参见太子舅舅。太子舅舅万安。不是。重生回来的嘉禾知道，太子一直念念不忘一个女人，即是救命恩人，也是心尖上的人。上辈子长公主府站错队，自己也被贬为庶人，这辈子他必须提前和太子舅舅这边绑在一起。嘉德此番来就是想太子舅舅，想和太子舅舅聊聊天而已。他也不等墨景有什么回应，就自顾自将今日国公府的事给说了个遍，还添油加醋将顾明真给塑造得更加卑鄙，也不忘去诋毁谢景云的名声。虽然这辈子的事情已经和上辈子有了出入，但对谢氏是真心喜欢不起来。没想到一向清冷的太子忽然有了反应。顾侯府的世子夫人8年无子。墨景眉头微皱，当年顾侯府的3小姐拿着玉佩假冒他的救命恩人时，他也算对顾侯府有点了解。当年的这顾北轩对谢氏贵女情有独钟，几番上门求娶，怎么会让她8年无子，还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庶女责骂？太子舅舅，您有什么想法？墨景回过神时，若没有其他事，你且退下吧。嘉德走后，墨景立马换来了自己的近身侍卫，去查一查顾侯府的消息，事无巨细全部送上来。是。本太子要知道侯府的一切。1个时辰后，墨景的案桌上就已经呈上了一叠信封。顾侯府的世子夫人8年无子，顾北轩本人却有3个庶子庶女，可有传言这谢氏女是否身体有疾？
不曾听闻。侯府世子误会他夫人婚前不洁，所以8年未与之同房。婚前不洁，好像是和顾侯府的三小姐有关。这人当初冒充过您的救命恩人，为何和他有关？是他做了什么？具体做了什么不知道，只知道顾侯府的三小姐总是说是谢氏女毁了他这一辈子的幸福，所以他要这辈子也别想在侯府立足。吓得侍卫眼皮一跳，太子爷什么时候这么识态度？你安排下，本殿下要和谢氏女见一面，不需要刻意，本殿只要听听她的声音就可。是，属下这就去安排。谢景云这边才下马车，就听到劈头盖脸的责骂声。谢氏，你就是这么照顾我孙女的？她今日在国公府里受了委屈，你作为她的嫡母，居然在一旁落井下石，你真恶毒，想把我好好的孙女名声毁了。谢家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谁家娶了你们谢家的女人，真是倒了8辈霉。侯老夫人一双老眼满目悲愤，根本不知道宴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只偏听偏信巧儿的传话，为了彻底扳倒谢景云的机会，所以在门口就将此事闹大。既然他们想犯蠢，那我就成全这一大家子，把顾明真带下来，看看他还有没有颜面见他的祖母。婢女压着已经被堵了嘴的顾明真从马车上走了下来，顿时脸含泪意。谢氏，你不要太嚣张，这里是侯府的地盘，还轮不到你撒泼，还不快点将真儿放开！这天底下有像押犯人一样押自己的子女的吗？还是你们谢氏的规矩大，都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小辈吗？后老夫人自觉站了礼，谢景云只是淡淡一笑。你们将大小姐放下，今日的事让她自己来说，我倒是要看看她还有没有颜面对她的祖母。顾明真得了自由，第一时间奔向后老夫人。祖母，这儿不想活了，因为谢氏的原因，孙女在国公府丢了好大的脸，成了全燕京城的笑话。求求祖母给孙女一条白绫了事吧。谢氏，今日在国公府，你究竟对真儿做了什么？竟然让她说出这样的糊涂话！谢景云正要做出解答时，顾明真却抢先一步。哼，还能做了什么？就是他心存坏心，让孙女如今名声全毁了。这儿这辈子全完了，全都是因为他。顾明真怨毒的眼神看向谢景云，恨不得饮其血。不等众人反应，谢景云怒气冲冲地扇了顾明真一巴掌。我给过你机会让你主动说出来，没想到你不仅不反思自己，还将脏水泼到本夫人身上。你不过区区一个妾生的庶女，本夫人抬举你，才有了嫡女一样的待遇，可你却不知道感恩。你真以为本夫人是你念的不成？谢景云气势十足地说完这番话，这才看向满脸怒目的侯老夫人。母亲，你可知道这个庶女将所有贵女表演的才艺都贬低了一番，自己在众人面前却只是表演了一个食药材。国公夫人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只怕早就将顾明真给轰了出来。一个庶女在外不知道尊敬嫡母，毫无规矩可言，惹了满堂的笑话。您还觉得您侯府的规矩比我们谢氏教的好吗？最后一句话是谢景云故意嘲讽后老夫人。后老夫人被谢景云几句话堵得哑口无言，她心中恨极了住在城南的楚江，教坏了她的孙女，简直是罪不可赦。世家贵女哪有以食药材为荣的？只有那贫苦出身的人家才会以自己有谋生技能为荣。就算丢了如此大脸，你也不该如此对待真儿。她年纪还小，你作为她的嫡母，不好好教导，只会殴打责骂，你以为你就能脱得了干系？说到底，不过不是亲生的缘故。后老夫人几句话就往谢景云身上泼脏水。母亲，当年是你们怕他和我太亲近，没有将他放在我身边教养，现在他犯了这么大的错，怎么能怪在我这个嫡母身上？还有顾明真3天2头要往小庄子里去跑，我就算想教导也没有机会，该不会是小庄里的有什么人教坏了他吧？侯老夫人听到小庄子几个字，顿时眼皮一抖，生怕被有心人听到了查到什么，连忙道：谢家的规矩当然是好的，这是整个燕京城都知道的事儿。老身也并不是责怪你教不好真儿，只是想告诉你，你虽然膝下无子，但也要有一点母亲的慈爱。就算真儿只是一个妾生的，那也是你夫君的孩子，你怎么忍心因为犯一点小错就下这么大的狠手？在侯老夫人的带动下，围观群众也觉得谢景云有些太过。母亲，自我嫁进侯府，你3番2次便想往我谢家泼脏水，我想问问您到底是安的什么心，在背地里暗戳戳的毁谢氏名声，这不是一个慈爱的好长辈可以干出来的事。后老夫人因为自己这番话震惊瞪大了眼睛，
母亲，你可知道顾明真被国公府的下人硬生生拉下台，当场离席。为了能吸引国公府世子的注意，竟然直勾勾地往水里跳。大庭广众之下设计世子，被嘉德郡主的侍卫救上来后，还故意羞辱侍卫，在众人面前上演一场恩将仇报的戏码。不知羞耻的庶女仅仅打了他一巴掌，这样也叫恶吗？后老夫人听完顾明真在国公府所有干的事，只觉得脑袋嗡嗡嗡的。完了，全都完了！一个庶女和侍卫有了肌肤之亲，以后还有哪个高门能看上她？燕儿以后该如何读书入仕？还有明珠，她这辈子休想高嫁。侯府门口围观群众开始对侯府指指点点，她当了一辈子的贵夫人，哪里受过这样的言语诋毁？再次看着顾明真的眼神，只有明晃晃的狠意。顾明真才真的知道慌了。祖母，您这样看着孙女做什么？这些事情虽然是孙女做的，但我都是和谢氏学的。当年谢氏就是凭着落水这一招，才有福气嫁进我们侯府。顾明真想将祸水东引，谢景云对着碧青使了使眼色，对方立即心领神会，抬手对着顾明真又是一巴掌。大小姐自己犯蠢，就不要连累夫人。我家夫人是谢氏嫡女，尊贵无比，而你们侯府却已经衰落。是我家夫人嫁进了你侯府，延续了你侯府的荣华富贵，所以这场落水是侯府高攀了我家夫人。眼见着顾明真这个没把门的，还要说什么？侯老夫直接给旁边的婆子使了个眼色，婆子立即上前将顾明真硬生生的往口侯府门内拖去。顾明真这丫头生母只是一个贱妾，难免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既然她犯了大错，那就罚她削发为尼，以后与青灯常伴吧。其实侯老夫人更想顾明真一头撞死，这样不仅保留了侯府的名声，也能让外人高看侯府几眼。谢氏，如今真儿已经被罚去当尼姑，现在你可满意了？母亲，您在说什么话？真儿去当尼姑是她做错了事，难道我想让她犯错？明梦不是气糊涂了？狗奴才，凭你们也敢来压我？你们看清楚了，我可是侯府的嫡长女，你们今日敢这样对待我，来日我便让爹爹和祖母将你们发卖了。你现在可不是什么侯府的嫡长女了，老夫人说了，你就是从一个贱妾肚子里爬出来的货，能留你一条性命，已经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了。若是还不安分，一条白绫都是便宜你了。狗奴才，你竟然敢说这样的话！等本小姐见到祖母，第一个便让她罚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了。顾明真瞳孔一缩，不敢相信亲祖母会要了自己的命。也不看看你犯的是什么错，你都将整个侯府毁了，还指望老夫人会放过你？婆子忽然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完全将顾明真甩懵了。她可是侯府最尊贵的女儿，一个奴才竟然也敢欺负她。老夫人要不是看在谢氏对你有几分喜爱，能凭借谢氏的关系和世家联姻，要不然老夫人这么高贵的身份，怎么会疼爱你一个庶女？哼，你胡说，我可是祖母亲生的孙女，她怎会不疼爱我？就凭你的亲娘是个下贱之人，身为女子抛头露面不说，还整日歪缠咱们的世子，这样作风跟个勾栏院的女人有什么区别？一天天真把自己当成侯府小姐了，你这样的身份，就是正经人家的庶女都是比不过的。我呸，还敢骂我们是狗奴才！快别说了，若是让那位主母听到你就完了。婆子走后，顾明真像是失了魂一般。不可能的，我娘亲身份高贵，是一名医者，祖母疼我是因为我天生聪慧，又是她亲生的孙女，祖母绝对不会想我死的。老夫人，大小姐那边，您真打算放弃了吗？哼，别和我提这孽障，果然是见人生的玩意，学了处事那一套。何大小姐现在年龄还小，老夫人平日对她又多宠爱，只怕是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她承受不了，就一头撞死吧，也算是给侯府留个贞烈的名声。原先以为她只是被养的娇气，没想到这般轻浮。若是世子知道了，一定会因为此事大闹的。让他闹去，你还没看明白吗？谢氏对其他2个孩子暂且不知道是什么态度，但是顾明真是彻底失了他的欢心了。一个没有未来的孙女，对如今摇摇欲坠的侯府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若不然，让世子和夫人和好吧，总是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今日这事，他是想告诉老身，若没他周旋，侯府将是一团糟。但让轩儿现在和他和好，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有他主动求轩儿的那一天。谢锦云，你给我出来！真儿年龄这么小，
就因为跟着你出了一趟门，竟是被毁成这般。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竟将那些肮脏的思想算计到一个孩子身上。顾北轩再次看见谢景云时，眼里喷着的怒火几乎可以将屋顶给掀了。顾北轩，顾明真今日这事不仅仅是他咎由自取，还因为他犯蠢。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蠢吗？因为他有一个蠢爹。当日我要亲自教导顾明真，却被你否决了。世家贵女，哪个不早早学习规矩？你一直纵容他，才让他犯了今天这样的大错。顾北轩头一次被人这样指责，还真的愣了一下。他想到了，当年好像是娇儿拦着他不让谢景云亲自教养真儿的，可娇儿是明真的亲娘，又怎会害自己的亲生女儿？你住口！分明你就是想给自己开脱。若不是你在侯府门前大肆宣扬，毁了侯府的名誉，逼得母亲不得不放弃真儿，真儿怎么会落到被天人所指的地步？娇儿说了，这种人就是典型心机女，城府极重。说你蠢，你是真的笨。难道只许你侯府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谢氏一而再再而三的诋毁？难道还不准我对着众人说出真相吗？更何况这8年来，你们顾侯府在这京中有过名誉吗？当真是可笑。你若无事就赶紧离开，少在这里让我们沾染晦气。谢家教导出来的女儿果然都巧舌如簧，你只要答应将真儿的这件事解决，本世子可以答应你偶尔来龙梅阁看你几次，就当做你帮着真儿的报酬了。她还小，总不能这么狠心让她去当尼姑吧。谢景云听完这话后，实在是懒得搭理顾北轩这种人了。剃发为你是母亲自己亲口在众人面前放的话，你威胁我没用，去找老夫人吧。顾北轩没想到谢景云当真做得这么绝情。谢锦云，今日我来并不是和你商议的，真儿这件事你必须解决掉，否则你我2人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夫妻情分。我顾北轩今日在此发誓，以后这龙梅阁我是绝不踏入。顾北轩自以为很严厉的惩罚，差点没让谢景云笑出声来。世子，你不用如此相逼，因为这委实算不得威胁。我们2人本就没有夫妻情分，好走不送。谢景云觉得自己已经将自己嫌弃的态度摆得明明白白了，只希望顾北轩不要再误会他的用意。谢锦云，你果然居心叵测，想用此事提醒你我2人还未远房。你放心好了，就你这样连庶女都算计的恶魔，我就算被逼到山穷水尽，也绝不会让你如愿。顾北轩气势冲冲说完，大步便要离去，似乎还觉得不景气，又回头补了一句：谢锦云，你记住，总有一天你会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的。世子，你这样的说法我实在听厌了，下次换个说辞吧。气得顾北轩当场甩袖离去。傍晚的时候，碧清就来报：小姐，巧儿好像从世子那里拿到了柴房的钥匙，侯府外马车已经备好了，就等着偷偷把明真小姐运走呢。咱们要不要告诉老夫人那边的人，让他们防备着？不必了，他们母子之间的事，外人管不着。你就算去通气了，老太太那边的人也不会管。小姐，你也不打算拦着了，就让明真小姐这么逃走吗？不用管，让她走吧。可是，没什么可是的，这件事不用管，非但不用管，反而还要助她一臂之力。失去了银钱的来源，就让她好好看着这对母女如何患难见真情吧。老夫人，世子把马车准备好了，还让巧儿去救了大小姐，这是打算连夜逃离呀？还不是那个贱人笼络了轩儿的心。轩儿这人最是心软，怎么可能经得住他的哭求？那咱们的人需要去拦吗？罢了，难得轩儿一片慈父之心，老身就成全他吧。等大小姐逃离后，你们找人烧一把火，就当他已经被大火烧死了。这样侯府也算保留了清白的名声。这样传出去，外人岂不是觉得我们侯府太过冷血？老身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明后几天找一些人大肆在外宣扬，就说侯府大小姐已经被一把火烧死了，越多人知道越好。孙妈妈是彻底糊涂了，她反正是没看出来这件事能好在哪里。侯老夫人见她实在不懂，等风声传出去后，你再找人宣传一下，就说是侯府的世子夫人担心这庶女累及了侯府的名声，这才暗中放了这把火烧了她的。老夫人不愧是老夫人，这样大小姐的性命不仅保住了，侯府的名声也保住了，这样谢氏的名声可就不是狠心了，果然高明。等谢氏成了人人唾弃的存在，她这辈子都别想在侯府抬起头来。娘亲，那毒妇竟然想要晚上烧死我，要不是祖母护着我，又有爹爹掩护，我真的就见不到你了。什么？谢氏她竟然如此大胆，竟然还想害你！楚娇大惊失色，可是转而一想，这件事怕是另有蹊跷。
怕不是这老太太想利用真爱要出什么幺蛾子，故意嫁祸给谢氏。但楚娇却并没打算和自己的女儿解释什么。娘亲，我要报仇，不仅仅是因为谢氏要害我这条命，还因为在国公府的一切我失去的都要让谢氏还回来。顾明真恨不得现在就赶了谢氏。谢氏如今做的这些都是为了逼迫爹爹，娘亲你可千万不要让他得逞。真爱，娘亲不仅不会让他得逞，也会让他狠狠吃一个教训。敢欺负娘亲的真儿，谢氏他这次真的触到我底线了。娘亲，还是你对我最好。娘亲不对你好，对谁好？以后你就在娘亲这里安心住下，只不过以后你就不要出去了，毕竟这次救你出来，对外可是宣称你死了。顾明真一脸感动。我知道的，娘亲，不过出来的时候太急了，我的东西都还在侯府，换洗衣服都没有怎么办？娘亲会为你重新置办的，放心好了。顾明真想到自己的娘亲可是个极有本事的女人，心中更加欢喜。我都听娘亲的。顾明真说完就去洗漱，许妈妈走了过来。夫人，您是不是忘了，咱们现在手里一共只有20两银子了，这连大小姐一身衣服都买不起。什么？不是还有100多两？怎么就剩下20两了？我不是交代过要省着点花吗？许妈妈一脸无奈道。夫人，账本都在这呢。夫人，您前几天就将所有的胭脂水粉全部换新，这一项就花了足足80两银子。行了，我知道了，不就是缺银子吗？我如今的身份出去赚不了钱，等世子来了，我问他要点就是。这20两银子，明日就都给这儿置办衣服吧。还是老夫人高明，侯府小姐被烧死的消息才短短几天已经传遍燕京城了。现在人人都在猜测，究竟是侯府的哪位主子这么狠心？这么下去，只怕明日咱们一公布，外面人的唾沫星子都能将谢家淹死。侯老夫人闻言，眼角有了几分笑意。此事一成，谢锦云只有自保的份，哪还敢在老身面前嚣张？对了，谢氏的嫁妆这几年产出不错吧？孙妈妈一愣，老夫人这意思要趁此机会谋取夫人的嫁妆吗？她正想回话时，前院里却传来了小丫鬟的叫声。不好了，老夫人，世子被革职了。前一刻还一脸得意的主仆二人，此刻脸色大变。胡说什么？我儿怎么会被革职？说完，顾北轩的声音却传了进来。母亲，真儿不过是在外人面前说了几句话，谢家竟然拿此事做法，把我革职了。谢家人欺人太甚，前有燕儿读书背祖，现在又有革职，他们真当我们侯府不敢反击吗？把我惹急了，我就告诉整个燕京城的百姓，谢锦云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破鞋。顾北轩的声音嚷嚷得很大，恨不得让满府的人都听到。住口！荒唐！瞧瞧你说的什么混账话！那是你的妻子，就算是革职了，心中有气，也不能如此糊涂。若是让谢氏知道我这个当婆母的在背后这般侮辱算计他，我这条老命还能在吗？母亲，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难道不是因为谢家的隐瞒，才让我娶了这不洁之身的谢锦云吗？想到这出，顾北轩只觉得新仇旧恨袭上心头，恨不得一剑斩杀了那妇人。当年设计谢氏落水的时候，你也是愿意的很，而且还主动求娶。谢家正是看了你的诚意，才愿意把谢锦云嫁给你。如今拿此事来说，真的闹翻了，你如何能抵抗谢家？我若知道这女人婚前就敢和人苟且，打死也不会娶她。你受苦了，是娘对不起你。当初这个主意是娘出的，如果娘没有选中谢锦云，就不会让你娶了这件人了，害了你一辈子。侯老夫人一脸的心疼，有一瞬间，她甚至想告诉顾北轩真相，可说出去的谎言如何能收回？母亲，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是谢家欺人太甚，天底下有哪个男人能忍受这样的日子？我真的受够了。轩儿，你莫着急，总有那么一天的。你若现在毁了谢家的名声，惹恼了谢家人，怕是整个侯府都要跟着遭殃，只怕你心爱之人也被查出来，当场便被挫骨扬灰了。哼，他敢！今日之事我忍了，日后我定将谢氏挫骨扬灰。今日他能占了娇儿的主母之位，有朝一日他只配当娇儿身边的狗。待顾北轩离开丹凤堂后，侯老夫人总算松了一口气。老夫人，奴婢刚才都吓死了，还好丹凤堂外院也都是咱们的人，刚才奴婢交代了一番，没人敢传出去。你向来是沉稳的，轩儿如此憎恶谢氏，也不知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老夫人，您可千万别心软啊！一旦说出来，世子和您的母子之情都要受到影响。侯老夫人本来还有些犹豫，
听到自己的女儿，脸色一苦。都是那谢氏，一个闺阁之女去勾搭太子，太子又怎会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以至于心心念念要找到她？我家三儿不过是拿了一块谢氏的玉佩把玩而已，竟然被太子殿下迁怒，她又怎么会嫁一个名落孙山的举子？祖母，你们说什么？大姐姐是被母亲害死的，我要嘎了她！主仆二人还在争论间，顾晨燕带着强烈的愤恨冲了出去。坏女人，抢了我娘亲的位置，还烧死了我的大姐姐，我今天就要杀了你！谢景云看着8岁的顾晨燕那副熟悉的蠢样，不由微微一笑。上辈子将如此顽劣的小儿培养成朝中重臣后，就被这他一剑砍了双足。坏女人，你竟然还能笑得出来！我今天就要你！张嘴！他胆敢冒犯自己这个嫡母，将把柄送到手上，怎能辜负他所做的一切？梁妈妈反应得快，上前狠狠甩了一巴掌过去，也不知是太过疼痛，还是太过震惊，顾晨燕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你敢打我，整个侯府都是我的，我让爹爹立刻杀了你！口不择言，再打！顾晨燕愤恨地想要冲上来，梁妈妈趁此机会再次杀着一巴掌。贱人，你竟然在背后如此虐待燕儿，你果真是个恶妇！明真已经被你烧得连尸体都认不出来，草席直接裹了出去，连块好的都没有，你竟然还不知悔改！侯府这些人都是一群戏精，自导自演还当真了。顾北轩，你知道无耻之人都是什么嘴脸吗？你说什么？怎么，世子读书少，近视愚笨到连话都听不懂吗？枉你平日自诩风骨，实则不过一肚子草包。顾北轩已经被气到失去理智，谢景云竟然瞧不起他，他怎么能瞧不起他？顾北轩，你演戏演的倒是自己都当真了。柴房着火那日，你当我不知道你和老太太都做了什么，还想将此事往我身上泼脏水，枉你自称君子，但做的事却让我恶心，真是无耻之人。顾北轩好似被这番话惊到，竟是连连退了2步。谢景云竟然知道真儿没死，他有一种被扒光的感觉。红糖，你可有证据？证据吗？我自然是有的。谢景云话才落，顾北轩再次后退一步。爹爹，这坏女人杀了大姐姐，你快杀了她，把娘亲接回来！顾晨燕根本听不懂谢景云和顾北轩在争执什么，她只想为大姐姐报仇，顺便给娘亲出了这一口气。顾北轩脸色顿时大变。好一个把娘亲接回来！顾北轩，顾晨燕的娘亲不是府中的一妾吗？早就因病去世了，这个到底是接的谁？难道他的娘亲另有其人？胡说！莫要血口喷人，没有证据的事你也敢乱说？他不过一个孩子，能懂什么？谢景云淡笑，楚娇这件事不是现在清算的时候。这不是你儿子说的吗？小小年纪闯到嫡母的院子，口口声声说我这个嫡母抢了他娘亲的位置，还要打杀了嫡母。我不过教训了他2下，你这个当爹的就往我身上泼恶名，你们父子倒是出奇的相像。谢景云说完，故意给了顾北轩一个不屑的眼神，他就是要刺激顾北轩。坏女人，你别得意，爹爹说了，早晚休了你，把我真正的娘亲。顾晨燕话还没说完，就被顾北轩甩了一巴掌。住口！燕了，你怎能胡言乱语？顾北轩是真没想到，顾晨燕竟然打算将楚娇给供出来，眼下他才被谢家打压，若是让谢家知道楚娇的存在，后果是真的不堪设想。爹爹是坏蛋，帮着坏女人，燕儿没有胡说，燕儿有自己的娘亲，她就在。住口！顾北轩生怕顾晨燕继续留在这里会说出什么惊人的话，带小少爷回去。丫鬟连忙上前拉扯，此时他心中恨极顾北轩，哪里还肯听他的话？我不回去，我就要说，本来我弟娘……啪的一声，顾北轩又急又怒，这一巴掌的力量大概是之前的10倍，直接打晕过去。燕了，快叫大夫，赶紧叫大夫！一瞬间，顾北轩汗都急得出来了，看着昏迷的儿子，非常心疼，恶狠狠地瞪上了谢景云。世子该不会说，谢氏，这下你满意了吧？燕儿都因为你昏迷了，你这个恶妇，我侯府怎么会娶了你？看着顾北轩的惊愕，谢景云淡笑出声。别震惊，我怎么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们侯府这群无耻的嘴脸，我已经看够了。人是你自己的打的，与我可无关。是你为了不让他说出他亲娘的事，才把他打昏的。希望等顾晨燕清醒后，关于他亲娘到底是谁这件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本世子行得正，坐得端。燕儿的亲娘柳姨娘早就走了，与其打听这些无聊之事，还不如关心燕儿的身体。顾北轩生怕谢景云继续追问什么，抱着顾晨燕逃离了此地。夫人，顾晨燕毕竟是在龙梅阁昏倒的，会不会传出去被外界误会了？你放心，顾北轩不敢传的。傍晚的时候，侯老夫人身边的孙妈妈一脸严肃跑来了。
夫人，小少爷发高烧了，老夫人让我来吩咐夫人一句，让您回娘家一趟，专门请府医给小少爷看下病。孙妈妈语气虽然还算恭敬，但眼里却带着不耐。还指望我回谢家请名医，当真是可笑。她正欲拒绝，梁妈妈先一步道：孙妈妈，我就不瞒你说了，咱们谢府的老夫人近日就急犯了，身边离不开大夫，小少爷发烧这件事，就不要指望夫人能回谢府请了。什么？母亲就急又犯了？你们谢府的老夫人是个金尊玉贵之人，早不生晚不生，怎么偏偏就和小少爷同时生病了？该不是你们有什么心思吧？妄死！谢家老夫人也是你一个贱奴可以编排的，难不成我谢家的老夫人生病了，还要先问候你一个老婆子可不可以生病不成？那自是不敢，今日可是老夫人的命令，你确定当真不回谢府吗？谢景云正在忧心他娘亲的救济，前世他暴毙没多久，他知道娘亲也跟着去了。孙妈妈是听不懂人话吗？你若有本事，自己去请了谢府的大夫过来，在这里威胁上我们夫人了，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孙妈妈被对得脸红脖子粗，见他果真不管后，好好好，老婆子人微言轻，不被你们主仆放在眼里，我这就去将这一切告诉老夫人去。你若想告状，赶紧回丹凤堂去，别在这里碍人眼，没有眼色的东西。小姐，侯府老太太恐怕要作妖了，方才让孙妈妈过来传话，让您现在去一趟丹凤堂。不管她如何想，反正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如愿的。那小姐您去吗？去自然是去的。燕儿最近正在发高烧，请来的大夫医术看着让人不放心。燕儿以前用惯了谢府的名医，为了燕儿的健康，你亲自去走一趟谢家吧。他这样的态度，谢景云又如何会让他如愿？母亲，难道昨日孙妈妈没告诉你吗？家母就急犯了，现在正是离不开医者的时候，而我不过是一个外嫁女，在谢家的重要性哪里比得上家母？倒是听闻了，想着你亲娘是长年累月的毛病，也不会在乎这几日。燕儿现在高烧不退，还是先紧着这边才对。老太太也不知是故意报复谢景云，还是早就看谢家不爽了。当然，我们侯府不差银子，若是谢府怕我们顾家不出诊费钱，倒是不需要担心的，诊费我们家全包了。后面的一番话说的是豪爽大气，谢景云也不客气。母亲说的什么话？谢家家大业大，什么时候和侯府计较诊费了？若真计较，老夫人你这些年的诊费都要补不少呢。还有啊，谢景云故意靠近，一脸的苦口婆心道：母亲啊，你以后与人打交道，切莫将银子这些东西挂在嘴边。我们侯府如今落败了，若再张口闭口满是金银，还以为咱们侯府的人穷到心里全长在钱眼里了。侯老夫人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憋屈窝囊之气，心里简直呕出血来。你虽然出生在谢家，但别忘记了，你可是侯府的媳妇，就算别人嘲笑了，你有什么可得意的？母亲，瞧你说的哪里的话，正因为我是顾家的媳妇，所以我才提醒母亲不要这么说话啊。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不愿意为燕儿请大夫了？我还是那句话，家母病重，不是不愿意，而是请不了。就算能请得了，他也绝不会给顾晨燕这个畜生费心神。上辈子顾晨燕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当时不知道母亲犯了就急，心疼顾晨燕受罪，便着急去谢府请大夫，结果导致母亲救急加重，还帮出了一群白眼狼。我看是不愿意请吧。罢了，燕儿也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你若不心疼也算正常。母亲说的是，燕儿的确不是我亲生儿子，她自己也说了，她有自己的亲娘，亲娘还得在世，让她自己的亲娘去操心吧。侯老夫人惊得茶杯差点都没端了。你瞧瞧你，怎么跟个孩子去计较了？燕儿才8岁，她的话怎么能当真？她的生母就是一个贱妾，早就去了。你莫不是拿这些故意岔开话题吧？未等谢景云有所反应，侯老夫人便迅速道：好了好了，你若是请不了谢家的名医，请个御医回来，总不会让你为难了吧？直到了此刻，谢景云终于明白这侯老夫人真正的目的了。母亲，你可真能说笑，这御医是谁都能请的吗？老夫人笑着的脸庞有些僵硬，她觉得谢景云真是越来越不识好歹。别人我不知道，但一个御医而已，想必以谢家的本事不难吧？需要求人，欠人情的事，母亲觉得不难吗？燕儿可是我侯府唯一的男丁，你夫君唯一的儿子，为了他的健康，
一个人情，难道谢家都不愿意付出吗？您这么心疼孙子，何不走动自己这层关系？凭你们这8年伸手要习惯了，谢家就要卖你这个人情吗？我还是那句话，发烧而已，平常的医者足够。若你们觉得不行，母亲你自己舍了这张老脸跪着去求太医，想必那些人也是于心不忍的。谢景云站起身，完全没理会侯老太太铁青的脸色。毕竟那可是您唯一的亲孙子，只是下跪求人就可以解救你的亲孙子，难道母亲都不愿意去做吗？谢氏，你放肆！侯老夫人大怒，随手将手中的茶杯扔下。母亲可能着急孙子着急糊涂了，静云只是提醒你怎么去解救燕儿而已，怎么就放肆了？就不在这里打扰你了。静云这就告退。谢景云走后，侯老太太被气得捂着自己的胸膛。反了，反了！殿下，您之前让我关注顾侯府的世子夫人，她明日就要出门了。明日安排好本殿和她的见面。当真？谢氏今日是回府了？那是自然，府里的家丁可是跟了好一阵子，确定是回谢府的方向，这才赶忙回来禀报。侯老夫人听完，脸上也是带上了讽笑。还真以为他什么也不在乎了。若是今日没回府，老身倒是还敬他一身硬气，现在却想着挽救，晚了。老夫人说的没错，昨日他多嚣张啊，今日才想到给小少爷请大夫，惺惺作态给谁看呢？还不是怕老夫和世子真的恨上了他。侯老夫人想到什么，眼里再次闪过蔑视。将来他想养老，还不是要靠着燕儿？现在是想着在燕儿面前送殷勤了，做梦。是呢，老夫人可不要让他如意呀。那是自然，你找个人和燕儿身边伺候的人说一下，就说燕儿的病本来可以很快好的，就因为谢氏迟迟不肯去请大夫，才耽误了这么久。还是老夫人想的周全，就算谢家的大夫治好了他，恐怕对他只有憎恨，哪里还会有感激？那也是他自找的。这侯府有老身在的一天，还轮不到他小小的谢氏嚣张。奴婢现在就去和小少爷身边伺候的人提前说道，免得小少爷还真以为谢氏对他安好心了。女人嫁人8年，从未回过娘家，直到母亲病重。娘的云儿怎么哭了？可是在谢家受了什么委屈？谢景云本来有一肚子的话想要和自己的娘亲说，闻言立即止住了话题。娘，你想哪去了？怎么会有人给我受委屈？我只是生气，娘您明明身体不舒服，今日还故意擦粉想要瞒我。谢老夫人听到女儿不是受了委屈，心中不由一松，看了一眼谢景云身后的梁妈妈。我都交代了，你莫要和云儿说，你到底还是透露了。您病了，作为女儿理应知道，您怎么瞒着我？谢老夫人叹了口气，她病着的消息，担心女儿在侯府招了厌气。我在侯府好着呢，我是你放心好了，这次就算了，下次可不能瞒着我了。能答应你就是了。我听你身边的婆子说，你最近想开铺子了。谢母用眼神示意她身后的张妈妈，张妈妈经她一提醒，这才笑呵呵地拿出了一个木盒子来。三小姐，这是老夫人给你准备的银票，足足1万两。老夫人说了，随便你霍，只要亏了，不要哭鼻子找她就行了。母亲，这如何使得？你给个1000两就可以了，1万两，这岂不是将娘亲的私房钱掏出了大半？谢母却是笑得不在意。我这么把年纪了，这银票留在我手里也花不了，何况府中你哥嫂都是个孝顺有出息的，有他们在，我这个老骨头不会受苦。你既然想做生意，做母亲哪有不支持你的道理？谢景云鼻头一酸，从小娘亲就最宠他。我就说今日府里的喜鹊在叫呢，原来是我们谢家的宝贝妹妹回来了。谢景家知道你三妹妹今日回来，还不早早过来？你天天在家里不务正业，也不娶妻生子，是要气死我！提起自己这个三哥，谢景云也是一脸无奈。谢景家如今年有24了，从小体弱，又是腰子，对他便没那么严格，这才造就了无法无天的性子。娘，我这不是一听到三妹妹到了就来了吗？你还在病中，不要生这么大的火气。你看，我还给她带了礼物。谢景家掏出一盒首饰来。三哥，你就直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求我啊？一个大男人能想起买首饰这件事，绝对有事。哪能啊？我给我亲妹妹买点首饰怎么了？谢景家一脸乐呵呵的，就是不承认。娘，你先休息，我和三哥聊一会。小妹，你可真神，你怎么知道我有事求你？到底什么事？你且说说。谢景家这才有些扭捏道。
小妹，你说三哥平日对你不错吧？我若看上了一个姑娘，这忙你帮不帮？谢景云一向淡定的脸色都不由惊了一瞬。帮，当然帮。这样的事，谢景云很是乐意的。是哪家姑娘啊？到底是何方姑娘，竟然能捕获他这不食人间烟火的哥哥的心？她叫苏妍，是一个五品武官家小姐，平日里喜欢耍弄武功，和一般的大家闺秀不一样。如今年纪也才不过15岁。谢景云听到15岁，眉头都没皱一下。这件事我只能拜托你了。那你想让我帮什么？你若和姑娘心意相通，直接上门提亲就可以，不要在婚前去欺负人家女孩子。若是我能和妍儿心意相通，我早就找爹娘去提亲了，还用得着找你帮忙？啊，人家姑娘没看上你。三哥又比人年长这么多岁，看不上也实属正常。我找你是希望通过你能认识她，这下说得明白了吧？这下谢景云是彻底傻眼了。什么？三哥，你竟是连让他认识你的本领都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单相思。谢景云见谢景家发来警告的眼神，苏妍是吧？过几日我找个理由邀请他来侯府玩，到时候给你创造认识的机会，怎么样？闻言，谢景家从怀中掏出1万两银票出来。你不是要开铺子，拿去花。我开铺子也用不了这么多啊。还有，你哪来的银子？瞧不起你三哥呢？1万两银票而已。我虽然不务正业，但是手里也有一些私人产业。放心好了，以后缺银子就找三哥，保管你够。娘亲刚才给了我1万两，我用不着这么多，这些你收回去吧。实在觉得过意不去，就把三哥人生大事好好操办一下，以后三哥还给你买首饰。这次他倒是没拒绝了。聊了一会儿后，便离开谢家，上了马车，很快便到了目的地。谢景云一直观察这铺子的周围环境，完全没有注意到，就在他准备盘下的铺子旁，站着2位男子，正是墨景和他身边的随从。见太子爷竟没有动作，随从便主动凑上前。这位夫人，您今日也是来看这个铺子的？谢景云心中一怔，这是燕京城哪家的贵公子，竟是有这般不凡的气质。是的，你们今日也是来看这铺子的。抬头又见自家主子也是一脸淡然，不得已只能继续。随便看看，这里的位置极好，这位夫人倒是有眼光。谢景云心中暗叫不妙，这男子像是个王爷，这是要跟他抢铺子吗？梁妈妈，时候不早了，我们且先进去探探。忽然起了一股莫名的风，劲道很大，帷帽薄卷吹起的那一刻，一向淡然的墨景只觉整个身体如遭雷击，转身拂袖而去。梁妈妈，方才站在这里的公子，他最后是瞪了我一眼吗？女人巧遇哥哥心上人与人争执，便停下来看戏。苏妍，你爹爹不过芝麻大的武官，也敢和本小姐争这个首饰？出门打听一下，在这燕京城谁敢招惹本小姐？哼，武官又怎么了？明明是我先看上这个簪子，是你不守规矩。你以你父亲是4品文官为荣，教出的女儿一点规矩都不讲嘛。谢景云特意观察了一眼苏妍，这姑娘长了一双灵气的眼睛，樱桃般小嘴，看起来格外讨喜可爱。你敢这样和我说话，我警告你，少惹我！这簪子就是本姑娘的了，不信你问掌柜的，她这簪子会卖给谁？我有什么不敢的？掌柜的，你来说，到底是谁先看上这簪子的？难得自家三哥这么看重一个姑娘，眼看这姑娘要吃亏，谢景云自然没有放过这个和苏妍接近的机会。这种小事倒是不用掌柜的评判了，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自然是先看到的人有优先选择权。掌柜的本来偏帮的话语慢慢咽了下去。原来是顾侯府的世子夫人大驾光临了。掌柜的走上前，满脸笑容迎接。谢景云可是这里的常客，身份又贵重，他自是不敢怠慢。顾侯府的世子夫人，那位顾大人为了能恢复职位，最近没少走爹爹的后门。本小姐可是唐大人的女儿，世子夫人，您确定要为了苏妍和本小姐作对吗？唐雪一脸志在必得，苏妍生怕谢景云因为帮自己惹到了唐雪。唐雪，这是我和你之间的事，和别人无关，你莫要牵扯其他人。他不分青红皂白来招惹本小姐，本小姐还真就记在这心里了。说完有些不屑地对着谢景云一笑。除非你现在和本小姐说，你刚才耳聋眼瞎了胡说八道，再跟本小姐道歉，本小姐就不和你计较这事了。你不要太过分，世子夫人不过是帮我说了一句话，你何必为难她？唐小姐，方才的事我还真的听得清清楚楚，若论先来后到，还真的是苏小姐占理。世子夫人，听说你夫君这段日子被停职了，我爹爹是你夫君的上风，您确定还要继续帮苏妍吗？谢景云只觉得皆大欢喜，不仅能帮了可帮之人，还能给顾北轩拉一波仇恨。唐小姐的意思是，你爹爹可以左右朝廷命官吗？本小姐什么时候说这样的话了？只是想告诉你，
若没有那个实力，少去逞那个多管闲事的能。唐雪觉得自己这暗示已经够明显了，这世子夫人若是还不识趣，就是真的蠢人了。唐小姐说话真是高深，我等还真的没有听懂。我们只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好了，你这是在故意装不懂呢。掌柜的，你来说，这簪子到底你卖给谁？唐小姐，实在不好意思，咱们做生意也要讲规矩。这簪子的确是苏小姐先看上的。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这是合伙来欺负本小姐了。我倒要看看她到底能不能买得起。你告诉苏妍，这一个簪子究竟要多少银子？这倒是没问题，这只簪子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大概需要30两银子。什么？一只簪子竟然要30两银子？这也太贵了吧！她只是一个小小武官的女儿，平日撑死了也就带个几两的簪子，想着买来给她的娘亲当生辰礼头。没有银子还敢和本小姐相争，买不起簪子还在这里浪费时间，简直是可笑至极。我与这位苏小姐颇有眼缘，既然苏小姐这么喜欢，我便买来送与苏小姐，就当做见面礼吧。好一个世子夫人，今日本小姐记住你了，我们来日方长。直接把银子付了吧。我不能要，这东西太贵重了。我和你一见如故，自小我在家中并没有妹妹，你若是看得起我，就收下这礼物，认我当个姐姐如何？这苏妍心里满是疑惑，哪有人一见面就认当妹妹的？难不成苏小姐当真看不上我这个姐姐？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谢景云故作失落，苏妍也步步的思索这其中的蹊跷。我愿意的，谢姐姐，以后我就这样称呼你可好？这就对了。两人以姐妹相称后，便一同走出首饰铺子。小姐，我知道太子殿下去哪里了，你让我好一阵子找呢。苏妍一听到太子殿下几个字，顿时眼冒金光。太好了，我的好笑笑，咱们这就去探太子殿下去吧。谢景云看他这兴奋的模样，心里暗自为自家三哥捏了把汗。妍妹妹，你很喜欢太子殿下？那当然啊，太子殿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13岁就去战场，那突厥以前多么猖狂，不过3年便被殿下治得服服的。苏妍一说起太子，可谓是滔滔不绝，她越是崇拜，越让谢景云觉得难办。谢家姐姐，你若无事，和我一起去看看太子殿下如何？谢景云本能的想拒绝，因为她已嫁作人妇，只是她还未来得及拒绝呢，手却已经被苏妍拉了起来。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谢姐姐就不要矜持了。听说殿下长得可俊了，今日我一定要看见他的真容。小姐，我看见太子殿下了，太俊了吧？谢景云都被他的激动所影响，连忙也抬头看去。这一抬头，却是一愣，太子竟然是今日在铺子前相遇的那位。两人对视的那一刻，原本清俊的男人一下黑了脸，下一刻，窗户啪的一声便被关闭了。你这个骗子，本店定要你后悔哭死。夫人，老婆子总算见到您了，如今见夫人一面可不容易。看着谢景云漫不经心的态度，江婆子压下心中的不快，将手中提着的饭菜端了上来。以前是老婆子有眼不识泰山，今日来给夫人送点好吃的。特意来送这种菜色，是故意侮辱本夫人的吗？夫人您误会了，老炮子来是讨好夫人的，如今整个侯府可就指望您养着了。老婆子哪里有这个胆量？我好心好意来示好，这个赶架子主母不仅不感激，竟然还责怪我。可是我记得你是母亲的人，怎么来这里讨好本夫人了？谢景云见着老婆子这般背对，竟是还没脾气，看来这饭菜里大有文章。您说的哪里的话？虽然我以前是老夫人的人，但是现在我算看清楚了形势，就是不知道我现在来，夫人可还愿接纳？江婆子来之前是信心满满的，如今却是没底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那姑奶奶的任务。原来如此，最近正是用人的时候，你若能来帮助本夫人，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江婆子正没底呢，没想到谢景云竟然答应了。多谢夫人恩典，老婆子特意带了大厨房今日最好的菜色，若是夫人不嫌弃，以后老婆子天天给您送餐。你能有这想法，本夫人自是不会拒绝的。饭菜先放下，你去忙你的吧。江婆子有些不舍得看了饭菜，一眼退了出去。小姐，这江婆子倒是用了心的，看着很有食欲，您若看不上，便让奴婢们享用吧。如今正是用午饭之际，肚子正是饿的时候。你若不怕死，你便吃下吧。碧青闻言傻眼了。小姐，您的意思是说，这江婆子敢在这饭菜里下毒？不会吧，她绝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吧？那若是这里面放的是一些慢性毒药呢？当时吃起来没事，时间久了，身体才会出现反应，甚至连大夫都检查不出来呢。不会吧，她一个老婆子哪里有这么高明的手段？她一个老婆子自是没有的，但她背后之人呢？你让梁妈妈查一下，
这江婆子最近有没有和城南那边的人有什么接触？对，碧青显然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连忙退出去找梁妈妈去了。谢氏昨日可回府了？昨晚上倒是回府了，就是这大夫眼下还没来到侯府，我们只需等着便是。侯老太太听闻谢景云已经回府，先是松了口气。燕儿被他害得这么惨，只是叫个大夫而已，竟是3番2次在老身外面拿桥。若不是轩儿被革职，老身早就让他身败名裂了。是的呢，夫人实在是没有眼色，好在后面迷途知返了。听伺候的丫鬟婆子说了，小少爷有时候高烧不醒，偶尔醒了连饭都吃不下，竟是这般严重。陪我去看看燕儿，顺便等一等谢家的大夫。正在吃药的顾晨燕看见侯老夫人来了，小嘴顿时一撇。祖母，燕儿是不是要被坏女人害死了？侯老夫人对府里的孙女多是利用之心，但对这孙子可是真心疼爱的，立刻上前抱着心肝叫着：莫说这些胡话，祖母已经让那坏夫人以身谢罪，她昨日已经回谢府请大夫了，有祖母在，谁都不能把你这条命拿走。小少爷莫要说傻话，老夫人最是疼爱你，这2天时时刻刻惦记你的病情呢。若不是老夫人设下脸去求，夫人还不肯去找大夫呢。哼，这坏女人，要不是爹爹拦着，燕儿早就杀了她。她根本不是我的亲娘，自然想看我死。燕儿不会忘记祖母的好的。你能明白祖母最是疼你的就好了。祖孙2人自是又说了一些亲昵的话。这些事究竟是怎么办事的？拿桥也不能用燕儿的身体堵住，都快到晌午了，大夫竟是还没来。孙妈妈站在一旁也有些慌了，她忽然想到一个念头，莫不是夫人回去根本不是去请大夫的？老夫人莫急，我去使唤个丫鬟去探探这龙梅阁的动静。快去快回！孙妈妈便一命退了出去。不多时，她一脸沉重进来了，跑到侯老夫人耳旁说了几句悄悄话。这娼妇，她怎么敢真的不管燕儿？谁说不是呢？龙梅阁的下人都说了，他们夫人回去仅仅是去看望谢老夫人病情，压根就没找大夫。当真是恶妇！身为嫡母，竟然连庶子的死活都不问。我顾家娶了这样的妇人，当真是倒霉至极。前几日交代你的事情还记得不？老夫人，您的意思是说关于明真小姐那件事，你去将她身为嫡母故意不给燕儿请大夫，还有真儿那件事全部散播出去，我倒是要让这天下的人看看，他们谢家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德性。您放心，只要您一声令下，老奴将所有的事都给你办得好好的。龙梅阁这边，梁妈妈也正在贴耳汇报情况。小姐，丹凤堂那位太可笑，还真以为你是泥捏的不成，从没将小姐当回事，还想着小姐回谢府是帮一个庶子请大夫呢。也真是难为他们的脑补能力了，我都没有料到他们会有这一出，想必现在失望落空，又要想办法针对我了。小姐，你可有什么对策？老太太对付人的法子也就只有那几招，除了谋害我的身体，要么就是暗戳戳毁坏我的名声。梁妈妈闻言有些紧张道：那小姐，他们会选择哪条路？谋害我身体健康这件事对她来说并不划算，这次她应当会动龙后者。还有顾明真假死被她按下去这么久了，想必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梁妈妈更加担忧，既然小姐已经知道她的打算，要不要提前防范于未然，直接将流言蜚语在早期扼杀？倒是不必，我已经等这一刻许久了。梁妈妈更加不解了。若是名声被毁，咱们一切可就完了。以后这府里老夫人想怎么拿捏你就怎么拿捏你了，万不可大意啊！你忘了，顾明真可是一个大活人，好好的一个活人被捏造成了死人。他们不低调行事，还四处乱窜，当真是将所有人都当真傻子不是？小姐的意思是，等这件事发酵起来了，让顾明真现身于人前，到时候流言不攻自破，人们就知道侯府用心险恶，侯府名声也将毁于一旦，老妇人自然不敢嚣张了。侯府的名声被毁只是第一步，这也委实算不得什么好办法。我真正要做的是借老夫人手，让她和侯府被大众所关注，再借顾明真活着之时，让楚娇现身在众人面前。小姐，您让我查的江老婆子的事已经有眉目了。这老婆子最近果然和城南的人有接触，不过也就是一个卖菜的婆子，还看不出其他名堂。只要和那边人有接触，我便知道了。
以后将老婆子送来的饭菜和顾明珠的食物互换一下。楚娇身为医者，谢景云可不会相信他没有什么手段，怪只怪顾明珠有这么一个亲娘。好的，不过将婆子送来的饭菜检查了一下，并没有验出什么毒或者奇怪的地方。不用纠结，若他真害我，也不会让你这么容易检查出来。若是没有害人之心，大家便都相安无事。殿下，如今燕京城都在传顾侯府的世子夫人是个毒妇，百姓们骂她和谢家的话可难听了。侯老夫人整日出门卖惨，博取众人的同情心。近身侍卫将得来的消息一一汇报，他也困惑，太子对这位昔日救命恩人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莫景依旧一脸淡然，只不轻不仰问了句：“谢景云是何反应？”顾侯府的世子夫人。近身侍卫还未说完，感觉头顶一凉，不知道自己究竟说错了什么。谢氏嫡女以前也是燕京的才女，对这样的人，以后还是唤她一声谢小姐吧。顾侯府的世子夫人，这几个字听起来实在遭人厌。谢小姐好像并没有任何反应，好像并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一样，生活一切如常。谢景云不愧是谢景云，果然与众不同。近身侍卫听见这一句评价，更加摸不透太子爷的想法了。既然他想放任流言传播，那就继续传播吧，将带头传播这些流言的几个人抓起来，拔舌处置了。殿下，还有一事，谢小姐最近似乎想找关系搭上您呢。你说什么？当真？语气太过激动，惊得近身侍卫整个人一个抖擞。这还是他那个处事不惊的殿下吗？谢小姐一直想接近太子，奈何苦于没有机会。本殿给过他机会，他却弃之如履。当年送他的玉佩，就是为了让他方便找上自己。没想到他根本没有将这玉佩当回事。那殿下，咱们需要主动释放一些善意去接近谢小姐吗？不用了，你去找行武，让他去找三公主。最近他公主府不是要准备宴会吗？让他在邀请名单里加上谢锦云。三公主算得上太子殿下最信任的人了。丹凤堂最近的动作是不是有些频繁？果然如小姐所料，丹凤堂最近时不时有下人闲言碎语，说老夫人要休了小姐呢。这老太太倒是会玩人心，若是胆子小一点的，生怕自己遭了夫家厌弃后会被休弃，还真的会被她吓唬到。小姐，我们该如何防备？为何防备？对她不用防备，要顺着她的心意来。梁妈妈有些好奇，此话怎讲？我们为何要顺着她的心意来？谢景云笑得胜券在握，引蛇出洞，你让人传出去，就说我这几日已经被气到卧床不起，生病了，然后谢家对我的做法很生气，可能不认这个女儿了。按照老夫人对小姐的疼爱程度，不知道演这出戏，这老太太会不会上当？她会的，这个老太太不动我，最顾忌的就是谢家的态度。若是谢家表明了态度，她只会觉得机会来了。看，我这就去办。梁妈妈虽然还不明白为何这样做，但还是准备去执行。又想到了件事，小姐，城南那个宅子，你一直让我盯着的，现在可热闹了。谢景云听到城南，又来了兴趣。怎么个热闹法子？那两个小贱人习惯了大手大脚的生活，现在没了银子，自然是很多矛盾了。别急，以后还会有更精彩的事呢。我让你牵绊住顾北轩的事办得如何了？这个事倒是谨慎，赌局并不入套，想引他去赌，将他和老太太身上的银两骗个干净，只怕一时半会实现不了。谢景云早就意料到了，顾北轩虽然文不成武不就，但却一点也没有沾染不良爱好。现在想迅速引他入歧途，此事没那么简单。不过我们安排的人商议和他合伙开铺子这件事，倒是让他有几分异动，但他为人谨慎，目前并没有打算入场。你安排一场戏，背后没有势力保护的商人实在是走投无路，才找到他合作。一定要让他相信，商人只是想借他的名和势力，并不是图他的钱财。去，老婆子记下了。还有城南那边，找人告诉楚娇，顾北轩最近正在花楼看上一个花魁。此刻城南宅院里，原本相亲相爱的母女，因为谢景云停下银子而发生了争吵。娘亲，我受够这样的生活了，这样的饭菜这儿根本就吃不下了。他说着，直接将手中的筷子甩了。自从女儿过来，日子也是越来越煎熬，要不是因为给她置办一些衣服，也不至于过得如此清苦。楚娇强压下心中的不满。娟儿，不是都和你说了，侯府那个女人是故意使坏，等过段时候，她知道别不了苗头了，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又是这句话，顾明真眼里闪过不耐。娘亲，你是比谢氏有本事的人，你可以去坐诊啊，咱们总不能天天在这里等着侯府那女人送钱来，又不是自己没有赚钱的本事。以前楚娇传输这些思想时，心里是满满的优越感，如今被女儿这般质问，心口不由一堵，转身看向了一旁的许妈妈。
夫君这些日子怎么没有往城南这边来探望渣儿？楚娇捕捉到了许妈妈心虚的眼神。许妈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一旁的顾明真正愁没处发泄这些日子的憋屈。狗奴才，我娘亲心善，这才给了你一口饭吃，你竟然敢欺瞒主子，赶紧说出来，不然我将你发卖了。想必也知道我对待欺骗主子的下人都是怎么处罚的吧？劝你不要想蒙混过关。许妈妈看着他们是完全不将自己当人看，心里也满是愤慨。奴婢也不敢隐瞒，大爷最近据说经常去逛花楼，和花楼的姑娘整日厮混在一起。不可能，夫君绝不是这样的人。楚娇一脸笃定，他知道顾明轩一向洁身自好。说，你这消息是哪来的？还是故意骗我？对，我爹爹才不是这样的人，你敢污蔑我爹爹的名声，等我爹爹来了，让他扒了你的皮。这个小三听闻男人去勾栏院，气得把桌子掀了。娘亲的确应该去坐诊了，赚些银子了。真的吗？听见楚娇愿意出门行医后，顾明真心中一阵高兴。当然，许妈妈，叶儿的病情如何了？小少爷最近情况倒是有好转，高烧倒是退了，但是人大部分时间还是没有精神，需要躺在床上睡觉。楚娇一脸担忧。你找机会和顾北轩说下，让我以大夫身份进府，我要亲自去照顾我儿子。这件事和明珠说下，只怕亲府不易，让他在府中帮帮忙。夫人，你打算入府，那岂不是危险？娘亲，你要进府，那我怎么办啊？顾明真第一反应就是自己以后该如何生活。楚娇失望至极，这个大女儿心中只顾着自己，丝毫没有关心自己和燕儿。你放心，我只是去照顾燕儿而已，很快就会回来。而且等我去了侯府坐诊，侯府那女人哪怕做样子，也会付我诊金，到时你的生活就能改善了。顾明真听到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立马没了后顾之忧。那娘亲快点去侯府吧，有你在，燕儿的病也好得快点。他这次去侯府，可不是为了单单去赚诊金的，也能更好施展对付谢氏的手脚。二小姐，你这是？顾明珠被一个丫鬟挡住了，也没有不悦。听闻母亲近来身体不好，我让大厨房炖了碗补汤过来探望，希望碧青姐姐让我进去看一眼，全赖我这一份孝心。她很小的时候便学会了两副面孔，要不是谢景明的吩咐，碧青差点放行了。小姐最近身体不适，无法见人，别说是二小姐了，就是老夫人来了，小姐也没法见，所以二小姐还是请回吧。顾明珠带着笑意的脸有些僵硬起来，马上又换了一副笑脸。母亲身体向来柔弱，虽然不能进去，着实可惜，但若真的进去了，惊扰母亲的病体，就是我的不是了。说完转过头，亲自接过香儿手中的补汤，递给了碧青。这补汤已经做了，还请碧青姐姐将我的一片心意带进去，若是母亲当真拒绝，那便算了。碧青见接过补汤，我会端进去的，二小姐若无事，还请回吧。那就谢谢碧青姐姐了。顾明珠一脸感谢笑完，转过身时，脸色却冷了下来。小姐，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顾明真这个蠢货究竟做了什么事，惹得谢氏这个女人发了这么大的火？在国公府里那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可知道？香儿一脸茫然。大小姐不是说了，都是谢氏。那个蠢货怎么会将错误怪在自己身上？对了，过几日你去街上买点胭脂水粉啥的，质量不用太好，也不能太差，一般般就好。小姐，你用的胭脂水粉一向是顶尖的，这一次为何要这般委屈自己？傻香儿，自然是送给我那好嫡母，她这次闹的别扭还挺大，只怕不像祖母说的那么简单，买点胭脂水粉试探一下她对我态度如何。说完，顾明珠往顾北轩院子走去。小姐，这汤您是喝还是不喝？奴婢看着这二小姐倒是比前面两个有良心。良心？顾明珠是三人最没有良心的，她连顾明真和顾晨燕都不如，做任何事都是只顾着自己。这补汤随便打赏给其他人喝吧，若没人愿意，直接扔了。爹爹，你又在为大姐姐伤神了。你放心好了，她在娘亲那里被照顾得很好，倒是府里的事，你得需要多上心了。这你不用操心，谢氏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原因对你如何的，只要你不主动招惹。对了，你这几日没有去招惹他吧？顾北轩忘记和女儿说这一出了，毕竟他和母亲知道谢氏在争什么，小孩子可不清楚。爹爹说的哪里话，我才不会去讨母亲不开心呢。方才我还给母亲送了一碗补汤，可惜母亲并不见我。没想到他这般小家子气，大人之间的嫌隙和你有什么关系？他和你娘亲的格局根本就没法相比。这话听得顾明珠心里一阵好笑，就他娘亲那点弯弯绕绕，还真不如谢氏。不管他如何，
咱们需要做出改变了。继续这样僵持下去，对我们很不利呀。你要不要试图说点好话，好好将母亲劝劝？顾明珠真的很想吼几句，都这个时候了，要那面子有什么用？真是蠢到没边了。大人的事你不懂，爹爹不会让你们过苦日子的。爹爹最近打算做一笔买卖，要是成了，咱们侯府以后就不用看谢氏脸色了。还有谢家，他们一向看不起爹爹，这一次一定让他们刮目相看。顾明珠听了，差点绷不住甜甜的脸色。他听到了什么？他爹爹竟然打算出去做买卖。爹爹说的是，娘亲接下来想以佳一的身份入府，爹爹您觉得呢？倒也可以，之前断了你娘亲的银两，这次就加倍让她出吧。让管家告诉谢氏，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也是侯府的佳一，不得怠慢，月钱给100多两。顾明轩一脸不屑，若是他能给到200两，倒也算是识相；若是小气，只给100两，那可真让我本世子看笑话了。1刻钟后，侯府管家的内人徐氏笑眯眯地来到了文梅阁。夫人，您生病，我不该拿这些琐事打扰，只是世子吩咐下来的事，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找你来商议了。谢景云没出声，梁妈妈冷着脸道：“有什么事快点说，夫人现在精神不济，不想听你在这里多话。”徐氏被梁妈妈一通怼，心里自是不好受，但自己毕竟有任务，也没纠结这么多。是这样的，世子说了，城南医馆那位医女本是世子的救命恩人，已经被夫人停了每月报答的银两。小少爷现在病重，谢家的大夫也没有来瞧过，这么久了也没见好，实在是忧心。若真的有病，只怕会被这夹枪带棒的话给气死。谢景云故意咳了咳嗓子，门外的梁妈妈立即领会。世子的救命恩人，一个个扯着我们夫人嫁妆干什么？知道的以为是救命恩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世子在外面养女人，本事没有，让夫人的嫁妆替他养了。梁妈妈这话对完，完全不给徐氏反应的时间。谢府的大夫是我们谢府的银钱养着的，是给谢府的老夫人用的。侯府区区一个数字，还想抢谢老夫人的大夫，当真不知所谓，无耻至极！你有话就说，若是扯来扯去，别怪我现在直接将你打出去。有那么一瞬间，徐氏都想撕了梁妈妈那张嘴。梁妈妈说的是，世子说了，咱们府里缺个佳医，所以让世子的救命恩人过来府里，好照顾府中人，也免得去求人了。不知道夫人同不同意？徐氏眼角微微挑起，又继续道：“这位女大夫是城南有名的自梳女，本就不容易。梁妈妈以后说话还是注意点。若是女大夫性格刚强，受不了这名声，直接跳了井，别人还以为我们侯府都是狼心狗肺之人呢。”梁妈妈更加不客气。既然那女大夫这么要名声，还巴巴的往府里贴干什么？她这么清白高贵，一辈子在医馆里待着不就行了？徐妈妈对着门内高声大喊道：“梁妈妈，我们做下人的还是要听主子的意思。夫人，世子决定的事情，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既然是世子决定的事情，我身为妇人，哪有不从的？还是夫人大度，世子吩咐了，这楚姑娘进府当佳医，可不能让人家白当的，每月是需要付高月银的，不知道夫人同意不？屋内便传来谢景云虚弱的声音：“世子说的十分有道理，楚姑娘是他的救命恩人，理应当高月银报答。”徐氏见事情成了，终于为那真正的姑奶奶办成了一件事，心里止不住开心。那这月钱不知道定多少合适？既然是世子的救命恩人，自然是世子说了算。谁的救命恩人谁给，谁定的价钱谁掏，他才不会当这个冤大头。看来这价钱多少谢氏是不管了。世子的意思是，当然是越多越好，大概要300两一夜，夫人可能接受。他故意多报了100两，到时候那姑奶奶成了他的情人，能不给他一点好处？谢景云虚弱的声音再次响起：“才300两，世子的救命恩人就这么不值钱吗？”高达300两在谢氏嘴里竟然这么轻巧。徐氏有些后悔自己嘴巴太快了。夫人，府中的夜钱快没了，这个月开销有点大，下个月可能需要多给点了，还劳烦您吩咐下面一声，别到时候取银子的时候不爽快。说说看，下个月要支出多少银子？徐氏脑筋一转，开始飞快算起这次可以摊多少银子。大概每月只需要5000两银子就够了，当然这只是大致估算的。谢景云差点要笑出声，5000两，他可知道5000两是什么概念？我还以为要多少呢，原来只是区5000两。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下人，下个月1分你都别想取到的。徐氏再次肉疼了一下，总觉得自己又报少了。那夫人，择日不如撞日，我现在就提前支取了如何？实不相瞒，这个月的银子已经不够用了。屋内忽然响起了谢景云的咳嗽声，
听得徐氏是直皱眉头。夫人，您可别只说的好听，等让你掏银子了，就在这里装病糊弄我吧。早点把银子交出来，否则我闹到老夫人那里，可就不好看了。过来，徐氏，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明知道我们夫人病重，偏要在这个时候拿这些烦心事烦她。若是今日被你急出个好歹，你看我们谢家老夫人会不会放过你？夫人需要静养，请回吧。既然夫人病重，那老婆子的确不好叨扰，但夫人的库房一直掌握在你手里，夫人也已经下了令，只等着你去了。最近正在清账本，账本清好恐怕要个10日的时间。之前给你的银子，你若当真花完了，那你便去老夫人那里自己说去。这点小事倒也不必惊动老夫人，那我就再等你10日的时间。徐氏欢天喜地地跑去丹凤堂，把龙梅阁的事汇报了个遍。侯老夫人和孙妈妈两人听到5000两，也是齐齐啧舌。那依你所见，谢氏这次可能真的被吓破胆了。你去看她的时候，气色如何？当真因为名声这件事病重了？徐氏一脸肯定。我去的时候，屋内一直飘着一股药味，而且谢氏一直咳嗽，此事应该做不了假。想来也是真的，哪个女子能承担起这样的骂名？而且连谢家都不管她了，想来谢氏这一次应该是真的被打击到了。好了，这件事我已经有定论了，没什么事，你下去吧。若谢氏当真履行了，以后有你的好处。得了侯老夫人这一句话后，徐氏立马心满意足地退下了。楚娇这个女人，只怕今日得了消息，明日便忍不住来了。她走了，真儿就一个人在城南宅院里。虽然那个宅院有不少下人，但是这些人最容易买通。孙妈妈听出了老夫人的意思，不由吓了一跳。老夫人的意思是要让明真小姐珍惜。真儿不懂事，给侯府带来了这么大的祸患。若是她的喜能让谢锦云和谢家名声一败涂地，也算是报答了侯府对她的养育之恩。孙妈妈忽然想到什么，眼前一亮。要不然就真的烧洗吧，一场大火下来，什么痕迹都没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嫁祸到谢氏的头上，这样谢氏在世子那里一辈子也翻不起身了。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记住不要惊动任何人，事后处理得干净一点，不要让轩儿和楚娇这个小可爱知道了。现在老太太肯定相信了我未娶她，你猜她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举动？梁妈妈一脸沉思。依我看，这老太太肯定会闹出一波大的，找个由头休了小姐您，实则是想永久拿捏你。她所图谋的无非就是钱财了。你说的没错，不过还漏了一点。什么？这老太太很可能为了拿捏我，真的将顾敏珍置于洗地，那么我就百口莫辩了。这顾明珍可是她亲孙女啊。梁妈妈闻言有些忧心。那我们该做什么？将计就计吧，找人保护好顾明珍，而且将老太太要她洗的消息告诉她。哼，我这就去。就算是报仇，她也只需要添把火，看着他们狗咬狗就可以了。次日一早，侯府门前便迎来了楚娇的马车。待楚娇下了马车，发现迎接她的人竟是只有顾明珠和一众奴仆后，心里不由一冷。我在城南医馆接到侯府的求助，特意来医治侯府小少爷，倒是不曾想，这侯府的女主人当真是好大的架子。见世面都露一下，是觉得我的身份地位不配入府，还是对我这个曾经救治过世子的人有意见？顾明珠接到自己亲娘的暗示，聪慧如她，自是明白了娘亲的意思。倒是让这位女大夫误会了，嫡母身体有些不适，所以没有立即出门迎接。想来现在应该已在来的路上了。香儿，你去龙梅阁催一催人，就说我爹爹的救命恩人来了。香儿闻言，即刻领命而去。不要脸的外室女入侯府，居然要主母亲自接进门。夫人说了，她是多么尊贵的人，虽然你有救命之恩，但不过是一个低贱的女大夫，劳动不了夫人的大驾。想进侯府就进，若不想进，直接原路返回便可。楚娇一脸怒意，看见自家女儿使得脸色后，便明白这是女儿为自己做的局。好一个侯府的世子夫人，好一个尊贵的人儿，似乎是愤怒到极致。楚娇看着围观群众道：各位，我名楚娇，本是城南医馆的大夫，之前对侯府世子有救命之恩，所以才得幸与侯府的人结识。世子为了报恩，每日许诺给我几十两银子。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着这份钱可以用来买药材，免费给穷苦百姓看病，没想到世子夫人知道后，便醋意大发，硬生生断了这银子。这世子夫人太小气了，简直是寒了人的心。
是啊，而且这女大夫医者仁心，竟是免费提供药材，这不是活菩萨吗？几十两银子对他来说根本不算啥，偏要因为妒忌断了这笔银子。围观百姓讨伐着谢景云，楚娇心里乐开花，面上却凄苦道：可怜这侯府的小少爷又病了，因不是世子夫人亲生，竟是连个大夫都不愿意请，不得已，世子只能又求到我身上。围观群众愤怒的又将谢景云讨伐了一顿。这次我分文不取，不计前嫌的到了侯府。今天谢景云必须出来恭恭敬敬将我请进去，给他府里的少爷治病，否则我以后绝对不踏入侯府。日后城南医馆的人也拒绝给侯府的人看病。楚大夫，您不能走，求求您救救我们小少爷，救救我们侯府吧。这侯府夫人难道还真是霸王了不成？这样的毒妇竟是没人能治得了吗？围观百姓越聚越多，而且越骂越激烈。我人微低贱，配不上你们侯府高贵的门槛，不用难为我了，还是赶紧回府照看你们的小少爷吧。众人正在演戏时，突然听到一道严厉的喝声：什么人在这里喧哗，扰乱侯府？大家不要惊慌，这是我嫡母身边最得脸的婆子，平常最好说话了，不用害怕。顾明珠笑盈盈上前，一脸讨好。杨妈妈，怎么是您亲自过来了？母亲人呢？顾明真见梁妈妈未曾理会，依旧冷着脸，心里咯噔一下。这是爹爹从城南请来的大夫，因为嫡母不愿出来迎接，人家觉得我们怠慢了，受了委屈，为了燕儿的身体健康，还请梁妈妈让嫡母出门来看一眼。是吗？这位姑娘叫什么？楚娇才不愿意直将身份和一个奴仆搭话。看到没，这是一个连身份都不敢承认的人呐，在这里招摇撞骗，毁坏我家夫人清白，怕不是曾经致死过人的家人找你算账吧？你个老货，人家可是城南医馆的女大夫，识相点，把你们夫人叫过来，给人道个歉。这么巧，自从知道我家小少爷生病后，我们夫人着急的请了几位德高望重的大夫过来，其中一位就是城南医馆的馆主任老先生。这位楚大夫可是您医馆的大夫。随着梁妈妈话落，从她身后走出来一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先生。这位姑娘，你当真在城南医馆工作过？楚娇心中慌乱，面上却佯装镇定。当然，我想起了，大约8、9年前，你在我们城南医馆当过学徒，帮着医馆抓药是吧？诸位，这位学徒楚姑娘口口声声说分文不取，不计前嫌来救治小少爷，却开口要我们夫人每月300两的银子，从她入府的那一天起，要供养到她老死啊！利用何氏子串通好的救命恩人的身份，将我们夫人所有的名声毁去。整个围观人群瞬间炸开了锅。你胡说，当母胡言乱语。不过就是个抓药的，说的好听是世子的救命恩人，谁知道到底是世子什么人？众人看着楚娇的目光已经完全变了样。你看这女子养得极好，该不会是这世子养的外室吧？我家夫人是看在世子的面子上，答应了给这个白眼狼300两银子，花着我们夫人的嫁妆。他不念着夫人的恩情，还诋毁我们夫人，妄想给我家夫人一个下马威。滚了！说了这么多，你不过是谢氏身边的一个下人罢了。说白了，你们这是想趁世子不在，趁机把我赶走吧，所以才这般轻贱于我。夫人可以忍你，但我忍不了。看在世子也不知道和你有什么私情的份上，你若想进来，我们可以当着花瓶一样养着；但若是想拿桥，逼迫病重的夫人来接你，那就请回吧，侯府不欢迎你。梁妈妈特意侧重了私情2字。不知羞的外侍女，在这充当什么救命恩人？不过就是一个大尾巴狼罢了。就是长着一张勾爷们的脸，当真是犯贱。楚娇内心喷涌着怒火，她恨不得杀了这些人，更恨不得撕了梁妈妈那张嘴。我再问你一遍，谢景云当真？楚娇想说，谢景云当真敢不让我入府吗？却被打断了。哎呦，原来是楚大夫来了，还不赶紧进来？我们家小少爷还等着你照料呢。徐氏笑得春风满面，上前直接将楚娇拉进府里。惹是生非的贱人，你若真不想进侯府，那就永远不要提，死乞白赖求着进侯府，却在门前耍威风，威胁别人不进府，真是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这老东西竟敢如此羞辱我一个现代人！楚娇狠狠压抑着心中滔天的恨意。母亲，我原是想让他名声更臭，没想到府里竟然有这2位大夫。虽然今日计划没有成功，但我还提前做了其他准备，保管会让母亲更好拿捏些事。我倒是要听听你做了什么。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就是让她真的不能生了，而且不被任何人察觉。你怎么做到的？侯老夫人并没立即听信了楚娇的话。母亲，我到底是一名医者，自然能做出来。我可以让此药无色无味，混在谢氏的饭菜里，就算宫的太医来了，也看不出任何问题，只能看出谢氏身体柔弱，不知不觉坏了身子罢了。若这小娼妇当真能成事，也算帮了大忙了。侯老太太想到这，淡淡看了楚娇一眼。行的事且不提，今日你擅自做主，差点坏了我的大事，你就在这丹凤堂跪着吧，等老身消气了，你再起来。楚娇身子一僵，将来我可是要当主母的人，既然被这个老妖婆罚跪这么久，以后该如何在府中立足？尽管楚娇心中恨得不行，面上仍旧不敢有半分反驳。如今她只希望明珠能早点搬救兵解救她，顾明珠也当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顾北轩的确也赶到了丹凤堂，看见自己心爱的女人正小心翼翼地跪在母亲面前。母亲，娇儿体弱，您又不是不知道，怎么能这般罚她？您就算再不喜她，看在3个孩子的份上，也不该如此罚她。轩儿，楚娇她今日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也知道，她本就是个没有规矩家教的人，我若是不罚她，以后岂不是更加上天？侯老太太这一番话，可谓是将夫妻2人都得罪了彻底。母亲，要怪就怪谢氏心机深沉，娇儿才着了他的道。您若是有本事，敢把谢氏叫来惩罚吗？您之所以惩罚娇儿，是因为您只敢拿娇儿撒气。楚娇只觉得十分解恨，而侯老太太却差点气得昏倒。轩儿，您竟是为了这一个娼妇，一而再再而三顶撞你亲生母亲，你确定吗？侯老太太心中发寒。8年前，我已经因为孝道退让了。母亲，你当真是我亲生母亲吗？我只是喜欢娇儿而已，为何您一再逼迫我和娇儿？楚娇心中一阵快意，面上却怯怯劝说道：“夫君，您不要这样和母亲说话。今日之事是我一人之过，母亲罚我是天经地义，不要因为我和母亲生了嫌隙。”母亲，如今娇儿回府，并不是以我女人的名义回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夫，已经足够委屈了。您若还是容不下她，只怕这府里儿子也是带不下去了。顾北轩也不看侯老夫人的脸色，直接一把牵起楚娇，拉着她便要出门。母亲，您别生气，夫君只是一时心急，我会劝说他想通的，您放心好了。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将侯老太太气得仰脸。三公主请我参加宴会，这几日我的名声已经坏到彻底，三公主为何邀请我？谢景云一脸不解，三公主是太子党，太子对世家的容忍根本为零。小姐，这倒是个可以接近太子殿下的机会，您不是一直想接近太子府里的神医吗？谢景云被这样一提醒，倒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对方既然愿意邀请，那就走了这一遭也无妨。还有一件事，世子终于上套了，他一次性拿出了2000两的银子，用来投注这笔生意。世子这人倒是谨慎，我估计他并没有完全相信，不然不会只投了这一点银子。谢景云闻言，终于放下手中的账本道：“可是相约好了是7日一结账。”梁妈妈点头道：“这个还是世子自己提的，显然是不放心我们的人呐。没关系，7日后给他200两，告诉他这是他投注2000两分的账，若是投得多，下个7日分得更多。”梁妈妈眼神一亮，这个法子好，就不信他能经得起诱惑。楚大夫，您叫我是何事？徐婆子，你倒是会拿桥，见到我连声夫人也不称呼，是在嘲讽本夫人如今的处境尴尬吗？夫人，老婆子要是敢嘲讽你，还会为你卖命要月银吗？徐氏心中憋气，前段时间为他做的，竟是忘了彻底，一见面竟然就拿他开涮。被徐氏一提醒，楚娇这才反应过来，本夫人今日来找你，想提前支取一下月银，这事你应该可以办到吧？夫人，您有所不知，府中那位如今还病着，这个月的月银还没给完呢。府里现在开销有些紧张，只怕是不能提前支取了。我想着你这次帮了我忙，打算给你50两赏银的。徐氏一听，手心一紧，他还没接受过这么大笔银子的打赏。夫人要这月银是天经地义的事，夫人且等着，我这就去支取。不多时，徐氏便怀揣着一堆银子进来。夫人，这是您这个月的月银，老婆子可是亲自交到你手上了哈。楚娇心中嘲笑古人就是贪婪，到底还是兑现了诺言，给徐氏打赏了50两银子。徐氏眉开眼笑退下后，这才叫来许妈妈，拿50两银子出去，给这府里的下人该赏的赏，明确告诉他们是谁给的这赏银，知道吗？许妈妈点点头。夫人，您忘了大小姐还在城南宅院里受苦呢，你这回有了银子，
要不要给大小姐寄点银子过去？楚娇却是犯了难，她一共只得了这300两，自己还没干啥呢，一下就没了200两，也实在是不情愿。思来想去，也该让真儿在城南宅院吃苦。真儿在城南不会得到，相反我在这府里处处要用钱，暂时不用给他送，等本夫人手里钱攒够了，再去送也不迟。侯老太为了夺取儿媳嫁妆，不惜烧洗亲孙女。小姐，巧儿已经被我们的人买通了，老太太那边今晚就行事，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中。城南院里，熟睡的顾明珍被巧儿叫醒。大小姐，刚才我起夜的时候，听到下人议论，说是您的亲祖母想要烧洗你，只要您洗了，就洗无对证，乐父的名声谢氏就坐定了，以后侯府可以永远拿捏他了。顾明珍想也不想，当即反驳道：不可能，祖母最疼我，就是她使人把我放出来的，怎么可能会害我？她可是我的亲祖母。我知道您不信，但真的是我千真万确听到的消息。大小姐，我们没时间讨论这些了，那些放火的人马上就赶到了，我们赶紧逃吧。巧儿说着，便要拉着顾明珍下床，虽不确定，但也没有反抗，忙随着巧儿跑出院子。大小姐，外面的门已经被关了，我们现在从正门出去，不仅逃不了，反而被人发现。这宅院里有个狗洞，或许能救咱们主仆2人一命。顾明珍闻言，当下直接拒绝。你让我一个小姐爬狗洞？我知道委屈大小姐了，但是你且看看，这宅院里此刻都没有人，都在院门外等着老太太人到了好行事呢。咱们若从正门出去，一定会被那些人逮个正着，还是赶紧走吧。被巧儿一提醒，顾明珍终于发现这宅院的异常，本该有婆子值班的，今日却没有一人。顾明珍心里一咯噔，再也端不起小姐架子，跟着巧儿来到狗洞。2人成功从宅院里逃脱后，院子里开始起了火势，越来越大。顾明珍面容瞬间变得煞白。小姐，有人来了，赶紧蹲下，夜色黑，他们看不起我们的。这大户人家可真的事事多，这可是千金大小姐啊，以前疼着跟眼珠子似的，现在说要她的命就要了。谁说不是呢？大小姐的亲娘都不管，我们这些下人又有什么发言权呢？还是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吧。就是他亲娘都嫌他是拖累，担心他活着影响了明珠小姐的名声，特意默许了这些事。我们还是赶紧走吧。几个婆子脚步加快，迅速离开了此地。这一刻，顾明珍的整片天都塌下来了。以前有多么崇拜楚雕这位亲娘，现在就有多么憎恨她。她从来没有这么清醒地认识到，她的亲祖母还有好娘亲竟是这么自私冷漠的人，他们甚至连谢氏都不如。小姐，有件事巧儿不得不告诉你真相，其实上次在府里真正要你命的也是老夫人。你说什么？顾明珍听闻这消息，瞪的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奴婢说，上次在府里要你命的就是老夫人，这些跟谢氏并没有什么关系，她背后靠着谢家，根本不会因为你的事影响。真正受影响的是老太太和少爷和2小姐的婚事。可是不是祖母的人放我走的吗？小姐，那是老太太见世子坚持要救你，这才改变主意。她为了让您彻底恨上谢氏，才将这事推到谢氏头上的。顾明珍那怨毒的眼神，看得巧儿后背直冒汗。为了完成那人交代的任务，巧儿壮着胆子继续道：您现在活过来了，一定不要让老太太知道，否则她肯定还会想尽办法害你的。但小姐，你也不能这样隐姓埋名下去，但凡在世人眼里，你还是个死人。怎么说？老太太寿辰快到了，您若是在那日光明正大出现在众人面前，老太太也不敢肆无忌惮对你下手了。次日清晨，梁妈妈便将昨晚城南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知了谢景云。老太太那边可是相信了顾明珍已死。梁妈妈点头道：他根本就没料到我们知道这些事，所以查看都没查看一下。听到下人通报后，已经是相信了。所以他下一步的打算，就是在他受陈宴的时候上演一出休妻大戏，逼迫我为了自保交出嫁妆。不止呢，他还想贬妻为妾呢。贬妻为妾，真是什么好事都被他们顾家占了。有时候我真想离开这侯府，哪怕是谢家族老不容许我回谢家，我一人在外面漂泊，看看这大千世界也是好的。梁妈妈心疼地看着一手带大的小姐。可是小姐，这世道对女子就是这么苛刻，在燕京城倒也是还好，在外面穷山了水处，盗匪猖狂得很，你一人出去太危险了。谢景云叹了口气，知道自己的想法有些离经叛道。梁妈妈看出了谢景云的消沉，立即转移话题。对了，小姐，你交代的事不仅世子那里有了进展，老太太那里也有了眉目。怎么说？前些日子你让我找人吹嘘一下我们那人参的厉害，现在勋贵圈里的都知道这人参吃了可以延年寿命。我看呀，咱们府里的老太太
肯定会上这个当，要不了多久，徐氏肯定会来我这里要银子。这一大家子还真的将我当成冤大头了，有什么事就想问我要银子？可不是嘛，这次人参可以分好几波卖给这老太太，多从她手里敲诈一些银子，总有一天能将她的老本敲完。对这话，谢景云是赞同的。不过你要记住了，在敲完之前，万不可透露出以后我们不再给他们支取银子这事，不然这老太太和顾北轩手里的银子可就不好骗了。这我可是晓得的，这老太太年龄大了，对寿命是最在乎的，花别人的银子办自己的事，她肯定乐意办的。老夫人，谢氏现在病重，我连她的面也见不到，只见了梁妈妈这个老货，嘴硬得很，非要等过几日清完账才能拿银子。老太太听到没有拿到银子，脸上也是一阵失望。这个老货以前就没少给谢氏拿馊主意，我看就是不想把银子交给我，等将他主子处理了，早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徐想到这几次在梁妈妈那里吃的亏，也是一脸附和。老夫人，您说的是，我都已经拿出您的名头来了，那老货还是油盐不进，这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呢。行了，左右不过一个下人，还能影响到老身的心情不成？以后随意发卖了就是。孙妈妈，那人参的银子可否让人家晚些日子再付？谢氏现在病重，老身就姑且等他个几日。孙妈妈满脸为难。老夫人恐怕不太行，在燕京城这么多富贵人家都抢着要这人参呢，就说谢氏娘家谢老夫人，她也在排着队等着呢。这人手里一共只有5株人参，我也是跟此人有点交情，才愿意先卖给我们侯府。侯老太太一听到谢老夫人的名号，一下来了精神。谢府那个老不死的，竟然也在等着这人参。那老不死的还是谢氏后面最大的靠山，如果他得了这人参，还真的让身体转好了，谢氏岂不是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回老夫人，这种人参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听说长公主也在打听呢，一株只需要3000两银子，我们要把5株全部买下来的话，就算老夫人不用，可以得世子拿去打点关系呀。孙妈妈说着还惋惜地叹了口气，她是真的惋惜啊。那卖人参的说了，只要老太太愿意买上1株，她就有100两银子分成。听你这样一说，看来这人参的确是个好东西，虽然谢氏现在不顶用，但老身还有一些提己钱，你先去拿去买上1株，让老身看看这人参到底有多好。孙妈妈本来以为这100两银子已经打了水漂，闻言顿时兴奋了。老夫人说的是，如果当真有她说的那么好，再将剩下的人参都买来也不迟。你有没有把握剩下是4株，她先不卖给别人？老太太是又怕上当，又怕自己落后一步，让谢府那老不死的捷足登仙了。那人说了，只是给我们优先买的权利，如果我们愿意买，1株人参先交个50两银子的定金，他会为我们保留3天，如果3日后我们不愿意买，他就卖给别家。老太太一听到可以交定金，反而还放下了心。次日，梁妈妈便将3000两银子整整齐齐地交给了谢景云。梁妈妈一脸肉痛，小姐，那可是价值8000两的人参，是我们谢家老夫人特意给你补身体的。你3000两卖了出去，就算后面4株都是假货，一共也就只赚了7000两的银子。后面的人参当然不会只卖3000两银子，你让我母亲联合其他的10家老夫人演出戏，将这1株人参抬高到16000两银子。听到这个数字，梁妈妈瞪大了眼睛。16000两，还只是1株，这老太太能上当吗？谢景云想到侯府老太太的德行，十分确定道：她会的，就算她不想要，也不会让我母亲买到。这老太太对我母亲一向有敌意，而且在她想来，马上就可以接手我的嫁妆了，所以这几万两银子又算什么？梁妈妈听到这里，才总算明白了自家小姐的意图。所以，小姐，你一直压着顾明真这事不特意去澄清，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念想，让他们败光家底吧？不给他们一点念想，他们又怎敢将自己身上的银子花光呢？过几日就到了第1次分红的日子了，按照您的吩咐，我们会给他100两银子的利润，就是不知道世子这边，我们需要引诱他几波。谢景云盘算了下，顾北轩不比老夫人，身上的积蓄顶破天也就1万多两银子，你合计一下，等他将身上所有银子都投进来的时候就收手，处理好我们的人手，别露了马脚。几日后，顾北轩兴致冲冲地从酒楼里走出来，
但这是他第一次凭借着自己的本事赚到的银子，仅仅只用了7日就能赚100两银子。若是投1万两银子，那么这7日的回报就应该是现在的5倍，也就是500两银子。顾北轩心尖一跳，这么算下来，以后他什么不用做，1个月就能有1000多两银子的进账。等有了稳定的银子来源，侯府和娇儿都不必活在谢氏的阴影下了。隔日，梁妈妈一连喜意来报，小姐，世子第2次投了1万两银子过去。谢景云没想到他入套的速度比想象的快得多。我们的人还要继续演下去吗？不必了，顾北轩身上的私产差不多已经被撬干了，找几个人引诱一下顾北轩进入赌场。他要一步步让顾北轩沾染上一些恶习，慢慢摧毁他的人生。之前也有引诱过，不过世子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对赌博一事并不上当。今时顾北轩身上的银子全部被骗光了，就会病急乱投医，一次诱惑不成就2次，总有一日能诱惑成功的。那谢家的那伙商人，我让他们现在就撤了。谢景云点点头，短时间之内让他们不必回到燕京城了，以免顾北轩生了警惕之心。这时候碧清却是走来了，手里捧着一个盒子。小姐，咱们府里的2小姐送来的，说是出门恰巧遇见了，觉得挺别致，特意带回来给您的。谢景云倒是抽空看了一眼，只一眼便看出不过是一盒廉价的胭脂水粉。哼，这不过是顾明珠不想花钱，却有所图谋，投机取巧的讨好罢了，拿去打赏下人吧。丹凤堂里，老太太对自己花3000两银子买回来的人参正赞不绝口。先前不知道是这么好的东西，还有些怕上当受骗，如今来看没什么担忧了。你拿着剩下的银子去将另外4株买回来吧。孙妈妈想到自己马上有200两的回口，忙不停蹄地出门办事了。1刻钟后，孙妈妈脸色铁青的回来。老夫人，这商人太可恶了，我们明明已经交了定金，他却故意将定金退了回来，合着这是看不上我们侯府给的银子了。不卖我们了？难道卖给谢家那老不死了？现在倒是还没卖，但8九不离10了。听说谢老夫人为首的几个贵家祖宗已经将人参抬到了16000两一株了。那商人贱卖我们只得3000两银子，立马翻脸不认人了。16000两银子，他怎么不去抢？这也太贵了，老身不愿意买了。原本放弃侯老太太忽然想到什么，眼神一亮。谢氏现在病重，拿不出银钱来，但要不了多久，谢氏的嫁妆就归老身所有了，等于说用了谢家的银子买下了这几株人参。罢了罢了，这人参如此紧俏，老身今日就出点血，赶紧将这剩下的4株都买回来。孙妈妈在一处酒楼里完成交易的，拿着已经验好的人参和自己应得的200两银子，喜滋滋的离开了。她前脚刚走，后脚隔壁包厢走出了一面容带纱的女子，身后跟着的正是巧儿。小姐，你也看了，老太太几万两的银子都愿意拿出来，若是她当真心疼您，又怎么会不知道你去了城南会受苦，竟是半点银子不愿意给你用，还故意扮好人，不过用你来对付谢氏罢了。巧儿为了让顾明真彻底相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侯老太太干的，可谓是不遗余力，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可都攥在别人的手里。自从顾明真经历了那场大火后，整个人变得阴沉许多，只可惜这一番下来，顾明真也没什么反应。走吧，回去了。碧清姐姐，母亲病重这么久，我甚感忧虑。听闻鸡汤比较补身体，这才亲自做了1碗鸡汤来看望母亲。还希望碧清姐姐行行好，放我进去，让我看一眼母亲可好？若是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他有多担心自己的嫡母。可碧清早知道这位小姐的真实面目。你若真担心，少带些人来干扰，比你说任何漂亮话都要好。顾明珠好似才反应过来。瞧我，因为太忧心母亲的病情，竟忘记了病重之人需要清静。顾明珠说的情真意切，她只是忧心3公主的宴会，谢氏若是再不好起来，岂不是要错过了？这里不需要你们伺候了，早点离去，万万不要吵到母亲。是。成群结队的丫鬟便都离去了，只有香儿留了下来。碧清姐姐，你看现在人都走了，可否让我进去见一见母亲？碧清显然没想到，她本来只是随口讽刺一句，顾明珠竟然来真的。明珠小姐，实在是不好意思，夫人现在病重，任何人不得进入，你也不要怪罪我一个下人无情了。见她僵硬在原地，碧清更好打发她了。小姐请回吧，恕不招待了。说完也不管顾明珠，转过头就走了。顾明珠在原地僵硬了一会，抱着非常难看的脸色回到了自己的院子。小姐，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你可知道我在龙眉阁里看到了什么？香儿不明所以。什么？是我送给谢氏的礼物，现在在一个小丫鬟手里。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香儿听了脸色大变。这主母好没道理，既然如此折辱人，小姐送的东西就算不喜欢，也该给几分面子。竟然将小姐送的礼物转手送给了下人，这岂不是在打小姐的脸？他算是明白过来了，为何小姐在路上如此愤怒？哼，谁说不是呢？谢氏是彻底将我的脸面踩在脚下，我还是不得不隐忍下来。当然，你小姐我的脸面被踩在脚下，这件事情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谢氏的态度。谢氏到底究竟是怎么想的？这是顾明珠现在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情。小姐还管他是什么态度？他现在不过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敢羞辱小姐？咱们去找老夫人告状，让老夫人去治他的罪。香儿说着，一脸的义愤填膺，想要去丹凤堂，却被顾明珠拦下了。回来，你在这里胡闹什么？那女人如此羞辱你，难道你不气？我从小便是侯府的千金，什么时候受过这等气？但这点小事去找祖母告状，顶多只会让谢氏引来几句斥责罢了，实在无痛无痒。再说了，我要去告状，谢氏不就知道了我与他是站在对立面呢？他可绝不会允许自己暴露，就算是报复，打蛇打七寸。那怎么办？他如此羞辱你，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当然不。顾明珠不知想到什么，眼里露出异彩来。你去我首饰盒捡出一根发钗来，去我娘亲那走走，这发簪娘亲戴着真好看，比之侯府的主母好看多了。爹爹也真是的，怎么能让你和燕儿挤一个院子里？这岂不是把娘亲当作下人来看？这让府里的下人们如何敬畏娘亲？顾明珠这番话可谓是说到了楚娇的心坎里了。还是我的亲女儿知道体谅娘亲，府里你祖母当家，我刚进这侯府就惹了那么大的风波，我自然是不敢提的。祖母她不会给你置换院子，你不能找爹爹要吗？顾明珠一边说一边心中冷笑，让娘亲吹吹枕头风，就可以让爹爹伤谢景云的心，这不比任何报复来的要有快意吗？我怀疑你爹爹整日在外面寻花问柳，是他先破坏了我们的感情，他现在不来找我真好，若是来找我，还怕自己忍不住厌恶呢。顾明珠没想到竟然是这个理由，她觉得自己的亲娘实在是有些天真。顾明珠忍下心里的不满，娘亲，这男人有点花花草草不是应该的吗？何况爹爹有没有做你也只是怀疑，你若因为此事和爹爹生了嫌隙，那才是得不偿失啊。经过顾明珠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楚娇终于意识到自己现在根本就没有资本和顾北轩闹脾气。娘亲知道了，幸好有珠儿你在身边，若是真儿，只怕是没这份见识。顾明珠仅仅只弯了弯嘴角，她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谢氏的反应。晚间，顾北轩一脸颓废的从外面回到侯府，今日衙门的人都被他使唤断腿了，都没找到前几日合作的商人。顾北轩就算再蠢，也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心里对谢家和谢景云的怒火再次上升一个高度。正在此时，楚娇是端着一碗补汤走进来的。怎么，你亲自来走一趟了？可别让下人说了闲话。一听此言，楚娇动作一僵，这是嫌弃他的身份尴尬，不能来送汤了。但想到自己今日是有求于他，这才忍下怒火。夫君，看你今日脸色不佳，我便亲自炖了汤来，你尝尝还热乎着呢，保管你喝了后，身体好笑容也多。顾北轩对楚娇一向是有几分柔软的。娇儿，这世上只有你最体贴，给妻如此夫复何求？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就是不知道夫君今日脸色不太好，究竟是为了什么？可是谢氏又找你麻烦了。提到谢氏这两个字，顾北轩满脸厌恶。无事，些许小事，不需要你来操劳。顾北轩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竟然被一个商人骗走，不然更被人笑话了。以后总有机会从谢景云那里补回来。那就好。楚娇听了没什么大事，心中也是一松。这么晚过来，可是在府里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我进侯府这几天，下人对我十分怠慢，想来是因为我无名无分，而且屈居在燕儿的院子里，在他们眼里就是个下人一般的存在。楚娇说到这，自己是真的觉得委屈了。夫君，我与你情投意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逼迫你娶我为妻，你一直让我等，让我忍，我都答应了。现在只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都不愿意给我，你当真对我有感情吗？被楚娇这样一番质问，顾北轩也心疼啊。娇儿，是我疏忽了，我现在便让谢氏收拾出一个院子来，绝对不会委屈了你。若是这府里的下人敢给你脸色看的，你想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真的吗？你不是骗我？我怎么会骗你？说着便对外面喊道：
来人了，现在就去找谢氏，让他连夜收拾一处院子出来。反击了，反击了！谢景云要正面反击了。这顾北轩真以为自己是大爷了，还是还到我的头上了？谢景云被顾北轩给恶心到了。他现在自认为小姐您已经被拿捏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做？还能怎么做？以前称病是为了拖延账目时间，好骗取他们的钱财，现在钱财都骗到手了，还惯着他们。随即又冷声吩咐道：去将顾北轩带来的人给打出去，扔到顾北轩的院子里，找个会骂人的婆子去他的院子里骂醒他。虽然我不生气，但是顾北轩这随意使唤人的态度令我很不爽。从今天开始，我要不爽了，这侯府的人一个也都别想安生。梁妈妈一听，顿时喜笑颜开。小姐，这件事我会办，交给我吧。次日，也不知是在谁的推波助澜之下，整个燕京城的人都知道顾北轩是个吃软饭的世子，而且还要求妻子的嫁妆后养外室，等等诸多不耻的行为。谢景云知道了这件事的发展后，也是一阵诧异。梁妈妈，可是你故意找人去散播这消息了？梁妈妈也是一脸懵。小姐，知道老夫人还有大招没有放，所以我只是小小反击一下，没准备来这么大的。没想到一夜之间，世子的臭名一下声名远扬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爹爹他们出手了？不太可能，老爷夫人他们一直在配合小姐行事，应当不会绕过小姐，直接将世子几乎置于死地了。听到梁妈妈的分析，谢景云也觉得有理，但还是想不出到底背后有谁会帮助他，索性也不再琢磨。老太太那边对此事是什么反应？早晨本来还想对小姐您发难的，知道事态演变得这么严重后，直接气晕了过去，现在正在床上休养呢。大夫说了，这段时间她不能动怒，需要静养着。真的病了？谢景云听到这个消息，还有些失落。没想到老太太这么不中用，竟然就已经受不了。奴婢已经去探过虚实了，都躺在床上了，还满脸不甘心。等我们去参加完三公主的宴会，回来直接和府里摊牌，以后徐氏再来找你要钱，直接告诉他，我们不会给1分银子的。从今天开始停了府里所有的支出，他们想闹，我奉陪。好的，奴婢省得了。太子，现在满城都知道顾北轩是个吃软饭的混蛋了，您的目的达到了，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谢小姐现在有什么举动？看样子是高兴的，不过谢小姐很疑惑，到底是谁在帮她？要不要提前透露一下？杭武满脸热心，不能只光做事不图名声啊，也该让谢家小姐知道他们太子殿下的好。不用。墨景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哼，骗了自己8年，还嫁给了别人，还想本殿主动去接近，好没道理的事。那后续呢？依你之见，谢小姐对待侯府那群人可有反击之力？殿下，以谢家小姐目前的手段来看，侯府老太太和那位世子绝不是她的对手。谢家小姐头脑聪明着呢，以前之所以受欺负，是因为没看透一些事情罢了。墨景已经在心中计划着如何让谢景云合理，如何光明正大嫁给他，什么2嫁之身，什么合力后会影响他的名声，会让世人诟病，这些他通通会处理好。行了，既然谢家小姐有这个本事，我们就静观其变就好。对了，侯府老太太那位护得和眼珠子一样的三姑娘，也允许她入京吧。她已经寻到青青的消息，此女留着也无用了。是，属下这就去办。记住，不要漏了痕迹。是。几日后，便到了三公主举办的试会。杭武，你去和三公主说，安排一下，我要和谢小姐私下见面。属下这就去安排。而此时，三公主这边也被这意外的消息给惊到了。你说什么？皇兄要和侯府那位世子夫人见面？回三公主的话，殿下就是这样说的，希望三公主安排一下，男女私下见面到底不好，三公主要选一块好地，绝对不能让谢小姐的名声被人诟病的。三公主感觉自己有些浑浑噩噩的。皇兄到底是如何想的？那可是侯府的世子夫人。公主，我也不敢揣摩她的意思，太子殿下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了。另外，小的还需要提醒三公主一句。杭武走上前，迎着三公主震惊的目光道：以后您称呼那位还是用谢小姐吧，若是被太子殿下听到了，您一口一个侯府世子夫人，只怕心里会有些不适。杭武也不理会已经满脸震惊的三公主，转头便走了。皇兄疯了。随后，谢景云跟着三公主来到一处亭子，他还未反应过来到此的目的是什么时，却发现三公主复杂的看了他一眼，随后便退下了。这时，亭子内传来一阵箫声，亭内站着一个长身玉立的身影，这身形好像是男子。谢景云心中一惊，下意识的转身，准备离开此地。一别多年，故人难道连声招呼都不打？你是？一句轻巧的话，却让莫景如遭雷劈。
炸得他心肝肺都疼着。你竟然忘了？也对，本店与你之间不过是萍水相逢，你忘记也是正常。谢景云听到本店2个字，内心一片震撼。原来是太子殿下，民女仰望你许久，今日有幸能在此见面，实在是高兴。谢景云反应迅速，直接一记马屁拍过去。莫景一被这一番话恢复了活气。谢景云看着2人的距离，试探问道：“不知我可否上前说一说？距离太远，交谈不便。”民女参见殿下。起身吧。殿下风姿，整个燕国谁人不知晓？民女今天能遇到殿下，实属大幸。莫景看着谢景云一本正经地拍着马屁，他心中失笑。既然会说话，就让他多说点。见太子没反应，太子殿下方才说我是故人，不知道我与太子殿下什么时候见过面。本来脸上还有些笑意的莫景，神色一下拉了下来。刚才匆忙间认错了。2人尴尬的都沉默了一会后，谢小姐喜欢箫吗？喜欢，我最喜欢的乐器。骗子，他明明说过对箫是一窍不通的。那说说你的见解。谢景云正在想着如何掰扯，庭外忽然传来一道少女的声音：“太子舅舅，是你在里面吗？”莫景一听到这个声音，便皱上了眉头。嘉德的出现让谢景云有些不安。皇妹是怎么办事的？竟然让嘉德找来了这里，还让人闯进来了。本店现在正在处理正事，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嘉德的脸皮再厚，也不敢上前，隐约看到有个女子的身影，好像就是他上辈子的仇人谢景云。嘉德郡主心中恨意越深，难怪太子舅舅今日不想见自己，原来是不想让人看见他和谢氏待在一起。既然太子舅舅现在正在忙，嘉德等太子舅舅忙完再禀报。对了，我要说的就是你这么多年找的那个人的消息。消息他当然是不知道，他只是要找个理由让太子舅舅主动接近自己。退下吧。为了不惹莫景不开心，当机立断退了下去。你放心，嘉德不会说出去的。今日之事绝不会影响你的名声，若真的有影响，本店会负全责。谢景云叹了口气，他知道太子殿下误会了。殿下，民女的名声，民女根本不在乎。倒是殿下你在朝廷和百姓中向来有美誉，若是因为民女沾染了不好的名声，民女心中实在难安。莫景的眸色一瞬亮起。所以你是在担心我的名声受损？殿下，您在说什么话呢？您若是听到最近的谣言，便知道我是何许人也。我是顾侯府家的世子夫人，您与我待在一起，还是小心一些，免得沾染了清誉。原来你是那位吃软饭的世子的妻子啊！本店还真的听过你名声，倒是让殿下见笑了。不妨碍，既然你我都对箫如此热爱，可引为知己，你以为如何？谢景云还在这想着如何和对方套近乎，这梯子就这么递过来了。多谢殿下抬爱，能当殿下的知己，自然是民女之幸。既然如此，那以后你我2人便可视为友人，以后称呼上就不要一口一个民女了。我叫你谢小姐，你喊我莫公子如何？只是莫公子身份太贵重，我实在怕冒犯了天家的威严。既然是我自己提出的，显然是觉得你我2人有缘，就不必拘泥于一些陈规旧矩了。你觉得如何？谢景云能觉得如何？对方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他除了答应，还有别的路走吗？回到宴会后，身旁忽然传来一道冷哼声。大家伙看看，有些人可真的不要脸啊！名声都已经毁成那般了，一个杀女的名声传成那般了，竟然还好意思坐在今日这场宴会上。谢景云刚想反击时，却有人比他先行一步，将他给我赶出去。三姨母果然豪爽，不拘小节，对付谢景云这样声名狼藉之人，就应该将他丢出去，而且以后拉入宴会的黑名单。三姨母，您今日糊涂请了他，以后可万万不要做这样糊涂的事了。嘉德笑得极度畅快，只是嘴角的笑容还没消失，却被丫鬟直接架了起来。贱婢，看清楚情况，真正该丢出的人在那呢。记住，三公主吩咐了，是将你丢出去。像你这样编排别人名声的小人，实在是丢了皇家的脸面。以后三公主这边的宴会，您就没必要来了。大胆，谁敢丢我？三姨母，你要和我长公主府作对。嘉德实在难以相信，这位三姨母要丢的人竟然是自己，而不是谢景云。嘉德，不是三姨母想要扫你的脸，而是你扰乱我的宴会在先，你打了本公主的脸，本公主当然要回击，否则以后本公主的宴会岂不是谁想闹事就闹事？三姨母，我什么时候闹事了？我刚才说的可是事实，难道她不是？话还未说完，三公主便大怒道：你们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丢出去！以后本公主的宴会绝不会再邀请你。三姨母，你好大的胆子！你这样对我，你会后悔的，皇外祖父会问罪的。就算是父皇找了我，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初衷。这种随便攀咬他人名声的行为，
皇家实在不屑，丢出去。那楚娇呢？他最近在做什么？要不是他逼着谢氏病重的身体给他一个外室置办院子，又怎么会将他气急了，直接骂上了轩儿？侯老太太越想越气，既然对付不了背靠谢家的谢氏，难道还对付不了这抓药的？你去这姓楚的娼妇那里找2个粗使婆子，一人赏他2巴掌，老身让他牢牢记住这次的教训。没事别指使轩儿给他干一些蠢事，打完人之后直接扔进柴房，饿他个几天。孙妈妈略微有些犹豫后，还是点头了。对了，这件事不要告诉世子。孙妈妈离开丹凤堂后，便带着2个粗使婆子，当真来到了楚娇所在的院子。原来是孙妈妈，可是母亲那边……还不等她发怒，另一个粗使婆子啪啪又是2巴掌。你们……楚娇还未开口，便被孙妈妈喝止了。好了，你也别问我们下人了，这些都是老夫人吩咐的。还有，老夫人说接下来要请你在柴房住个几日了。说着，也不顾楚娇的反抗，直接将她整个人连拖带拽拖到了柴房，很快便传到了顾明珠的耳朵里。蠢货，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娘亲？以前在城南宅院里看她还有点用处，能笼络爹爹的心，现在来到侯府里了，一天天的净给我惹麻烦事。就算为了我的形象，我也必须去看她。女孩仅仅只看了母亲一眼，就下体流血。明珠，你怎么了？顾明珠根本没法回应，肚子已经痛到在地上直打滚的地步。楚娇惊恐地发现顾明珠的下体正在流血，这不是我给谢景云下的阴宫之毒吗？难道……只一瞬间，楚娇神色剧烈，很快全府上下都知道了，顾明珠因服用不干净食物难以生孕。祖母，一定是有贱人害我，就是要毁了我啊！祖母，你一定要为我做主。除了谢景云外，所有人皆是一脸愤怒。查，必须查！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谁在害我的好孙女。必须彻查彻底，让本世子知道是哪个刁奴害我的女儿，我一定将他挫骨扬灰。一定是谢景云动了手脚。楚娇想到这，恶毒的眼神狠狠地盯上了谢景云。还能有谁？这府里除了咱们豪主母，还能有谁会伤害二小姐？就因为珠儿不是你亲生女儿，你就要毁了她？你怎敢如此歹毒？我今日和你拼了！楚娇是真的怒了，便想对着谢景云那张脸狠狠扇去。梁妈妈上前一步，直接掰住了楚娇的手。没规矩的下人，你在这侯府算什么？竟然还敢打主母！来人，给我掌嘴！碧青连忙上前，狠狠扇了楚娇2巴掌。你们胆敢打我？有何不敢？你不过是侯府养的一个下人罢了。我们夫人现在就算是拿以下犯上的理由直接发卖你都不为过，还改嘴硬，继续打。够了，你这奴才还嫌事情不够大吗？这倒是奇了，堂堂世子允许一个下人侮辱自己的妻子，却不允许我的下人给予惩罚，说出去真是好笑。顾北轩已经忍了谢景云许久，如今听他如此嘲讽，上前一步怒目道：毒妇，楚大夫虽然没有证据，但他说的的确符合常理。你自己不能为本世子开枝散叶，竟然害了我这么多孩子，还敢这么嚣张？当真以为我们侯府拿你没办法吗？原来世子也知道这件事并无证据啊！看你们这么急着给我定罪，你莫不是真以为我们谢家无人了？什么脏的污的都可以泼在我身上？顾北轩心虚的后退了几步，可侯老太太却没有心虚，她脑子很清醒。楚娇这个蠢货想害人，没想到却害到自己女儿，当今之计只能将这毒害庶女的名声狠狠安在谢景云的头上。毒妇，你还不认错？别在这里装模作样了，今日我必面见圣上，求死也要将你休了。顾明珠也来补刀。母亲，这究竟做错了什么，让你这样残害于我？我一直仰慕尊敬您，就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孩子，就这般残害于我吗？放心好了，今日这件事，你们想退缩，我都会彻查到底。太医院最有本事的御医马上就到了，还有大理寺卿议会也会将此事彻查到底。一屋子的人都因为这番话瞪大了眼睛，尤其是楚娇，整个人完全慌到不行。而他这举动，一下便落入了顾明珠的神色里。毒妇，你竟然请了宫中的太医，你是嫌我们侯府不够丢脸吗？硬要将此事闹大，你果然没有安好心，巴不得让所有人都看我们侯府的笑话吧。老太太，你连此事闹到陛下面前，你都不怕丢人了，现在怎么又嫌丢人了？难不成泼我脏水的时候，你就嫌事不够大？真正查案了，你又怕闹大了？你在心虚什么？毒妇，你就见不得我们侯府好？
老头子，都怪你常年昏睡着，如今这府里连儿媳妇都敢不听老身的话了，老身不活了。谢氏，你果真毒妇，竟是真的想逼死你婆母。够了，戏演够了没？今日我请御医和大理寺卿来此，是为了给我们府里二小姐一个公道，免得日后我这个当嫡母被那黑心肝的任由泼脏水，这件事谁也无法阻拦。谢景云说完，直接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也不再去看周围人如何的反应。此时顾明珠眼角怨毒地盯着楚娇，这个蠢货怎么不去死？为何毁的是自己，而不是这个蠢货？片刻后，御医和大理寺卿同时赶到。侯老太太自觉自己是侯府当家之人，连忙上前迎接。实在是家中儿媳不懂事，些许小事竟然惊动了您二位。这不懂事的儿媳妇，老身自会管教。你们二位来一趟也不容易，府中已被下查，稍作歇息，二位便可以回去交差了。御医和大理寺卿看着挡在面前的老太太，一阵皱眉。老夫人说笑了，这件事已不是你们侯府的家事了。有人下毒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年纪大就不用管了。不知道谢小姐在哪，我等有什么事直接和她说。侯老太太的脸色一下白了起来。很快，御医开始探查顾明珠的病情，另一边大理寺卿开始调集人手，对整个侯府的主子和下人们进行审问。大人，小女虽是我的亲女，但并不是我夫人的亲女。虽然家丑不可外扬，但我这内人一向恶毒。今日小女遭此一劫，还请大人一定要给小女孩一个公道。谢景云没想到顾北轩已经到愚蠢的地步。大理寺卿是专门负责办疑难杂案的，岂会被他三言两语给糊弄过去？大还未定，世子突然出此言，是已经确定了下毒之人，还是为了洗清真正下毒之人故意栽赃到尊夫人的头上？如果已经确定了尊夫人，拿出证据，本官自是对尊夫人处置；如果是后者，世子的行为已经是藐视朝堂法纪了。本来顾北轩这般镇定说这些话，主要目的就是安抚楚娇，其实心里慌得不行。如今又被大理寺卿这般质问，心更是一抖。大人不要这么严肃，本世子也只是说说自己的猜测而已。也就是说，世子并无根据，别想将这脏水泼在尊夫人的头上。先前太子要他来办理此案，他心里还有些不接，现在倒是明白了。这时有人来通报大理寺卿，大人，我们在厨房找到了御医说的那些药渣，这侯府负责采办的江婆子就招了。带那江婆子进来，本官亲自审问。大人，民妇不知情啊，那药是城南的一个婆子偷偷递给我的，说是给咱们夫人补身体的。我一直加在我们侯夫人的饭菜里，完全不知道为何被明珠小姐给吃了，更不知道这药的危害性这么大。大人，这是虽然是民妇做的，但真的不知道这是这么毒的药啊！江婆子还要哭哭啼啼，大理寺卿却是没了耐心，满口胡言乱语。既然你说是外界婆子偷偷送你的，你不知道深浅的东西，怎么敢给你们夫人用的？还是本来你就有加害你们夫人之心，只是没想到害她不成，害成了其他人。无论如何，你毒害这一事绝对是成真了。你若是肯配合本官乖乖将幕后之人说出来，还可从轻发落；若是还敢隐瞒，毒害他人这种事，一律可以问斩了。江婆子差点被问斩两个字直接吓晕了，反应过来后，第一时间向着楚娇哭去。这个婆子帮人下毒，要被砍头了。楚大夫，我可是为你做事的，这件事你可不能不帮我啊！那些可都是你在城南宅院的下人啊，事情都是他们让我做的，是你要对付夫人的，你一定要帮帮我。楚娇差点晕过去。哼，笑话！有本事你让那些城南的婆子当面和我们对峙。楚大夫是我儿的救命恩人，也是照顾我孙子的好大夫，可不允许你这样攀咬，也不要看见谁都想将他拉入下水。侯老太太说的气势十足，只因为城南那些婆子在顾明珍被烧死后，她早就处置了。我的渣儿，难不成已经……谢景云又和大理寺卿商量了一下，最终只带走了江婆子这个真正下毒之人。明日整个燕京都知道我们侯府发生的笑话了，这下你可满意了？满意，当然是满意的。如今我的名声不仅清白，你们所有人还成了笑话，而且明日整个燕京城的人都会知道你们故意栽赃我名声的消息，侯府名声坏了，我自然高兴得很。你把侯府名声霍霍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别忘了，你也是侯府的人。劝你们下次不要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侯府名声好和我没有一点关系。从你们今日想要将脏水泼在我身上的那一刻，就别指望我把你们当婆母和夫君一样对待了。你们现在顶多算是我的仇人。谢景云说完，便慢悠悠地走了。今日若不是轩儿维护，老身肯定将楚娇这娼妇给交代出去。
喜了正好。老夫人，先不说世子爷和楚大夫之事了，你可知道侯府马上要有喜事了？说着，孙妈妈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件来。侯老太太撕开信件，便迫不及待地看了下去。谢天谢地，谢祖宗们保佑，我的韵儿可以回京了。太子殿下终于放下谢氏那贱人了。侯老太太畅快的只想大笑，压在她心口这么多年的石头都卸下了。可怜我的韵儿在外面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头，如今终于有机会回侯府享福了。对了，你可知道韵儿什么时候回府？姑奶奶说了，她现在想回来，恐怕夫家那些人不会放过她的。咱们的人手已经派去了，一定会助姑奶奶逃离那家。顺利的话，明日下午就能到侯府了。好，快去告诉徐氏，韵儿的衣食住行按照老身一样的规格置办。太子府里，二公主正苦口婆心劝说墨景。姐儿，我不是想棒打鸳鸯，世人对女子多有苛刻，一旦她和你在一起，以后只会承受更多的骂名，这些你想清楚了吗？墨景不急不缓，神情依旧自若。长姐放心，就算我是明污了，我也绝不会让她染上半分污泥。就算你是太子殿下，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到时候骂名袭来，你让她如何自处？墨景听到这，却是一笑。所以，长姐，这就需要你的帮忙了。什么意思？墨景笑着将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那也太恶心了，我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就算是你让我接近，本公主也觉得膈应。你当真这辈子非他不娶？见墨景点头，二公主面上却是心事重重。长姐答应了。二公主从太子府拜别后，便着手令人打听顾北轩的消息。此人现在在哪里？正在赌场里呢。这顾侯府的世子这几日格外沉迷赌博，已经输了很多银子了，依旧沉浸其中。二公主听到赌博二字，更加厌恶了。当真是委屈这谢氏了。当年她在燕京城中也是精彩绝艳的人物，没想到最后嫁给了这赌徒，也是个可怜人。公主，您查这位干什么？这位出了名的文不文武不武的，就算是当个姘头，也轮不到他。这些你就不用问了，走吧。既然他在赌场，倒是个好时机。赌场外，顾北轩已经接连输了3日了，这回正被人毫不留情地赶出来。再借我10两，我一定可以回本的，到时候连带着之前欠的500两也会还给你。你若是想继续玩，先把先前欠的500两银子拿出来。不过区500两银子，本世子怎么会还不起？顾世子，我们好言相劝，你不听是吧？既然如此，也别怪我们不客气，直接扔出去。说罢，几个打手上前，直接将顾北轩抬了起来，就要将人丢弃时，忽听到一道女声：“放下他！哪来的小娘子，还来管我们赌坊的闲事？大胆！这是我们二公主，见了面竟然敢不行礼，还敢对二公主嚷嚷，你们是吃了豹子胆了！”当下所有人都连忙下跪。你们因何要扔他？你们可知道他的身份可是顾侯府的世子？回二公主，此人在我赌坊欠下了500两银子，既不愿偿还，也不愿出来，没办法，这才出此下策的。如果惊扰到二公主，还希望二公主见谅。顾北轩顿时觉得这次脸丢大了，然而接下来的话让他却大吃一惊。不过区500两而已，你们赌坊就如此为难世子爷，当真是欺人太甚。消息，将这500两替世子还了。公主，快去！多谢二公主，二公主果然大方。哼，赶紧走吧你！还有你，顾世子是吧？遇到我们公主是你的福气。他心中膈应的很，但想到墨景的计划，到底还是忍着心中不适。不得无礼，顾世子也算是本公主年少慕爱之人，虽然最后他娶了谢家女，但总归是本公主曾经思恋的人。如今这般，也只能说是命运无常，我二人无缘罢了。二公主说完这些话，不理会身边的婢女震惊的目光，也不理会目瞪口呆的顾北轩，连忙转身就离开此了。再不走，真怕自己会忍不住吐出来。顾北轩才从惊愕中回过神。什么？二公主竟然喜欢自己？男人只看了女人一眼，就闹着回家休妻。母亲，你可知道二公主她喜欢孩儿？若不是当初娶了谢氏，我现在就是驸马爷了。我的儿，皇家的事你可不要乱说呀！这番话瞬间将侯老太太吓得不轻。母亲，孩儿说的都是真的，这是二公主亲口承认的，说我是她年少慕爱的对象，还说若不是娶了谢氏，她也不会和我无缘了。母亲，都怪你当初行事太着急了。竟然还有这档子事，那我们侯府岂不是？
你说呢，母亲？若是当初我娶了二公主，我现在也算是太子殿下最信任的人了。还有啊，若是我哄得二公主高兴，说不定我也能混个国公爷当当，做不了官，难道还不能升爵吗？顾北轩是越说，心中悔意越盛，侯老太太更是心痛。轩儿，是母亲害了你。原以为谢氏算是不错的，没想到这人除了有些钱财之外，什么都帮不了你。谢氏若是完璧之身，倒也罢了，我与他也能做正常夫妻。可他是不洁之身啊！母亲，您知道这么多年，儿子心中有多憋屈吗？我好后悔啊！如果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娶谢氏。侯老太太震惊了，她只想着折磨谢氏。她知道谢氏是干干净净的女人，所以编排起来并没有考虑轩儿的感受。我的儿，你受委屈了。母亲，你也看见了，这个女人将侯府搞得一团糟，根本就不配当我们侯府的女主人。你放心，等过些时日，母亲就让编她为妾，以后任由你怎么搓磨她。难道就不能休了些事吗？孩儿只要想到她婚前的那些事，心里就犯了心。在没有遇到二公主之前，顾北轩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可如今他心思动了。不行，谢氏此生必须困在侯府，她绝不能离开侯府。孩儿知道你是考虑嫁妆问题，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若是谢氏在这里，二公主肯定不会和我交好的。侯老太太依旧坚决。不可，你和二公主现在只是见了一面，未来什么走向还未确定。若是现在就放弃谢锦云，以后侯府的谋生该如何？顾北轩被侯老太太这样一劝，也是反应过来了。就算想要踢开谢锦云，现在也绝不是时候。母亲，我知道了。当晚顾北运就回府了。原来他在夫家不仅过得清苦，且还饱受欺凌。当老太太看见顾北运还没30的人，竟然已经苍老到和他差不多时，不仅震惊，而且万分痛心。母女二人见面的第一时间，当场抱头痛哭。心肝，娘的心肝啊！你这是挖娘的心啊！该死的贱人，却让老身的女儿受了这么多年的苦，老身一定会千倍百倍还回去。那儿这些年过得好苦啊，那些天杀的就从来没有让我吃过一口饱饭，而在外为这家子人当牛做马7、8年，儿真的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活着回到这侯府啊！母女二人再次抱头痛哭，互相倾诉。太子殿下，您当真对我好狠的心啊！就算我顶替了您心中的女人，可我也对你爱慕多年啊！是你给了我机会对付你心爱的女人。小姐，徐氏来了，好像有要事来找您。主仆二人还没来得及说话，徐氏竟然已经闯了进来。夫人，老太太那边有些急事，耽误不得，所以就没有等丫鬟们的通传就进来了，还请夫人不要怪罪。谢景云冷冷笑了一下，好，当真是好，这就是我们侯府的当家主母，竟是一个小肚鸡肠之人，如此不敬婆母，不善待自己的小姑子之人，我们侯府娶你当真是瞎了眼。是我拿着我的嫁妆养着你们整个侯府，才有尊贵无比的生活，瞎了眼吗？谢景云说的讽刺无比。你住口！要不是轩儿救下了你，哪里有你现在侯府世子夫人的风光？不知感恩的东西，花着些许小钱就了不起了，连我这个婆母也不放在眼里。你现在就给韵儿道歉赔礼，还要自己罚自己巴掌。韵儿吃的苦，你也要受着，否则休怪老身不客气。道歉，他也配？谢景云完全不给侯老太太颜面，已经彻底翻脸了。他连表面上也懒得维持。好一个谢氏，看来是心大了，真的不将自己当做侯府的媳妇了。既然侯府的世子夫人你这么看不上，老身过几日就满足你。很快便来到了侯老太太寿辰之日。今天是老身的寿辰，诸位能到来，实属是给老身面子。尤其是太子殿下和二公主竟然愿意来我侯府宴会，臣妇真是不胜感激。侯老夫人怎么没见世子夫人？侯老太太可就等着这一声了。问这话的人是伯爵府的老夫人，伯爵府的爵位没有侯爵高，但这伯爵府宫里可是有一位娘娘的。老姐妹你不知，我那儿媳妇出身高贵，气性大，我这个当婆母的也不敢说她。今日又是寿辰，便由着她去了。这话可谓是极其内行了。宾客们交头接耳，开始对此事评判。这嘴上的笑意是怎么也合不拢了。这些事就算以前身份再高贵，既然嫁到了侯府，就要遵守侯府的规矩。若是敢不听话，直接休回娘家就好了。也就你好欺负，竟然还被这种女人给拿捏了。哎，你看这半年，我侯府起了多少事故，
孙子高烧不醒，大孙女命都没了，还不知道是谁做的，就连小孙女也差点被人残害。谢家非但不帮忙，还没理由的急了我儿的职位，我现在是真的敢怒不敢言了。侯老太太虽然没有明说这些事都是谢景云干的，但伯爵府老太太第一反应便是这是十有八九是谢景云所做。这种恶妇你也能忍，谢家当真就无法无天了。眼见着她吸引了众人的眼光，侯老太太心中满意这效果，面上却小心翼翼道：老身只想着侯府的小辈们安安生生的活下去，不要遭了那毒妇的手就好了。还好现在太子殿下看中你们侯府了，世子能得他看中，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要恢复原职了。现在说这些还是太早了，还是等到了那一天再说吧。以往这些人可都是对侯府避之不及，生怕他们这些破落户沾上了，现在一个个却跑来奉承他，爽啊，是真爽。今日若有怠慢之处，还希望各位谅解。府中都是我那儿媳谢氏掌管中馈的，她为人节俭惯了，恐怕有些招待不周的地方，我这个老寿星劳烦各位担待了。话落，众人的目光注意到了场中的糕点，好像的确节俭了一些。岂有此理，哪有当儿媳妇节俭到婆母身上的？老太太，你们家儿媳妇这是不孝啊！谢氏的教养竟然如此差劲吗？老夫人为了陷害儿媳，让婢女吃有毒的糕点。桃儿，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老夫人，桃儿中毒了。她吃了夫人给您送的糕点后，竟然中毒了。一句中毒，让宴会上所有的宾客一下哗然了起来。谢氏竟然给他的婆母下毒，这人不要命了，在太子殿下面前竟然下毒。侯老太太似乎被这景象惊到，连连后退。不可能，谢氏就算再不喜我，但我这个婆母自问这么多年做的已经够好了，完全对得起她。不，这绝对不是我儿媳妇做的，老身不信。老夫人，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您竟然还看不清那个毒妇吗？这件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刚刚您差点命都没了，您还要为那个谢氏遮掩罪行吗？顾北轩和顾北运两个人也在这时一前一后扑在了老太太身边。母亲，您没事吧？母亲，您可不能有事啊！您将我们拉扯大，正是享福的时候，绝对不能出事啊！顾北轩按照事先排练好的，开始上演一场母子情深，目的就是引发众人的同情心，同时众人满脸愤怒。哈哈，太子不是宝贝他的救命恩人吗？今日就让他亲眼看看他是如何厌恶他的救命恩人，又是如何被毁去的。报官，我现在就找人去报官。来抓谢景云的官差早就买通好了，主打的就是一个动作迅速。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在他的预料中，太子殿下和公主应该早站出来伸张正义了才是，但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动作，只是叹道：今日让太子殿下和公主受惊了，是老身的不是。墨景没有理会，二公主也不想理，但碍于自己的人设，只能忍着恶心安抚道：侯老夫人不用管我们姐弟，注意好身体，好好处理家事吧。侯老太太有些不满，这二公主没在此时帮上忙，到底不敢多说。孙妈妈，你去将夫人找来，若是不肯来此，绑也要绑来。她杀人了，老身不打算再继续容忍下去了。谢景云这边等这一刻许久了，不等孙妈妈问出声，直接带着丫鬟婆子到了前院，这一下将孙妈妈弄得一头雾水。毒妇，你终于来了，老身且问你，我们侯府这么多年可有亏待于你？你竟然都敢谋害婆母的性命了！你这样无法无天，仗着谢家的事，日后是不是还敢杀君？他是真的很佩服侯老太太演戏演得这么好，硬生生把假的当成真的，还真的委屈愤怒上了。母亲，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您这般生气？您不是让我今日在佛堂为您祈福吗？怎么一转眼就生这么大的气？谢氏，你休要胡言乱语！明明是你不将我这个婆母放在眼里，连寿辰宴都不愿意来，这回却扣在老身头上。可这话是您身边的大丫鬟翡翠来传的，难道是她说谎？翡翠也是老夫人最信任的大丫鬟。你在说笑吗？翡翠怎么会乱传？侯老太太只觉得谢景云当真是蠢，她正得意间，老夫人，不是您让我今日想办法支开夫人的吗？我可做到了啊，我都是听您办事的，您可要保我啊！翡翠瑟瑟发抖，一副被谢景云吓到的样子。什么？谢氏今天没有到场，竟然是这老太太特意支开的，那她还一副委屈的样子，装什么？谁知道呢？不过这不是重点吧？
重点是谢氏毒杀婆母这件事吧？当婆母的让媳妇去佛堂祈福有什么不正常？老姐妹，这毒妇毒害你才是重点，您可不要被带跑偏了。毒妇，桃的尸体就在这里，这就是你下毒害人的证人。除此之外，你嫌弃真儿毁了你的面子，便下令一把火直接烧死了她，那可是老身的亲生孙女啊！侯老太太似乎痛苦不堪，直接瘫倒在地，痛哭流涕。真儿，你若在地下有眼，且看着，今日祖母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侯老太太这番话可谓是一弹激起千层浪，众人看着谢景云的眼神染满了厌恶。伯父，可都不能称之为人了，简直就是个畜生，残害婆母，烧死庶女，就应该直接处死。侯老太太内心满意极了。对了，太子殿下还在此，问问太子殿下怎么办？只可惜，众人等了半天也没见太子说什么话。侯老太太心里也是生气，她以为戏唱到这里，太子一怒之下会直接连累到谢家呢。谢氏，若是你认罪，我们侯府可以留你一命；若是不认，可别怪我们侯府直接休了你，到时候你就没了指望了。就在这个时候，顾北轩带着2名官差终于到场了。谢氏，你夫君举报你杀害婆母，现在跟我们去大牢。奉祀，我们小姐也是你们随便说抓就抓的，没有证据，竟然直接来抓人，这是哪门的道理？胆敢妨碍我们办案，等会连你们一块抓了。罪犯谢氏，识相点就乖乖跟我们到大牢走一趟，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我倒是不知道，在咱们燕朝，竟是只凭着3言2语就可以抓人去大牢的，连个证据都没有。我们这多人就是证据，直接抓了他，不用听他狡辩。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证据，直接抓进去了是。他等了半天，没有等来谢景云的求饶。谢氏，若是你自愿贬妻为妾，老身可以看在这么多年的关系上，留你一命，后半生留在侯府，好好照顾我们侯府的子嗣，你可愿意？谢景云不答，侯老太太气急。谢氏，老身最后问你一遍，你是愿还是不愿？若是不答，老身便只能将你交给官府处置了。谢景云正要说什么时，一道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声音传了进来。母亲，你可千万不要上这些人的当，就算是让侯府将你休了，也不要自愿贬妻为妾，因为整个侯府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你的嫁妆。喜去的顾明真突然出现在宴会上。好真儿，你还活着，祖母太开心了。你这些日子究竟去了哪里？祖母都以为你死了，还以为谢氏将你烧洗了。整个场中最震惊的就是侯老太太了。要知道，顾明真可是她亲自吩咐下去要烧洗。各位，你们不要被眼前的老太婆骗了。曾经我也是无比的相信她，我一直以为是我为掌上明珠的亲祖母，竟然要烧死我。我知道你们不信，没关系，人证我都带过来了。说完，城南那帮婆子走了进来。老太太，您可真是好狠的心啊！您说好的，只要烧死明真小姐，就给我们一大笔银子，然后放我们回家。没想到事成之后，您竟然这么狠心，要把我们也给解决了。你这个恶毒的老太婆，硬是被你逼迫做违法的事，还好明真小姐没事，要不然我们得愧疚一辈子。不管事实真相如何，所有人开始不自觉地对老太太退避三舍。哎呦，我究竟是做了什么孽呀？自己的亲孙女竟然被恶妇利用，来反咬我这个老太婆一口了。真儿，祖母一向疼你都来不及，有什么理由害你呀？你的目的就是设计母亲名声败落，然后好正大光明谋取谢家为她准备的嫁妆啊！诸位，你们不知道吧？我们侯府这么多年花的都是我母亲的嫁妆呢。真儿，你不要胡说，这绝不可能。侯府对我恩重如山，当年我落水就是夫君所救，8年无所出，母亲都没有休我，母亲绝不是这样的人。谢景云没想到留顾明真一命，此人竟然如此给力，找准时机也开始演上了。母亲，您不要再受人蒙蔽了，您的落水根本就是一场笑话，是我爹爹和祖母亲自设计好的。这话像一道炸雷一般，炸得整个宴会都震惊了。母亲，夫君，真儿说的话是真的吗？母亲，你就不要心存希望了，你这8年无子是爹爹和祖母故意设计的，爹爹从来不进你的房间，就是怕你有了子嗣不好被拿捏了。住口！你这孽女，当真是想毁了侯府才开心吗？顾北轩忍了许久，上前想要给顾明真一个教训。这个时候，墨景开口了：“住手，让他说完。”太子殿下，您莫要被小女的胡言乱语给骗了。
顾北轩有些着急。人证物证都在，先前本店就怀疑谢氏贵为谢氏嫡女，究竟是蠢到什么地步，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侯府的老夫人下毒。如今算是看明白了，原来是你们设计好的。不，我不相信，我绝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他相信的。顾明真多说点。顾明真见谢景云还不相信，更加着急了，又下了一记猛药道：母亲，到现在你还要执迷不悟吗？你可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吗？妮妮，看我打烂你的嘴！楚娇混在人群中间，非常着急。真儿，拦住他！真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柳姨娘生的孩子吗？望着楚娇慌乱的神色，顾明真只觉得一阵快意袭来。这个秘密我憋了10几年，我是楚娇亲生女儿，还有顾晨燕和顾明珠都是。祖母嫌弃我亲娘身份低，不愿让她进门，才设计了你嫁进侯府大门。你还别说，这个女娃子还真的长得很像这什么楚娇的。那谢氏岂不是被这狗男女害惨了？这侯府世子和谢氏还未成婚，竟然就和这女人有了奸生子。顾明真借着这个时机诱导，还有我府中所有人的遭遇都和母亲无关。弟弟高烧不醒，是我爹爹一巴掌扇的；还有我二妹妹明珠的事，是我亲娘想害人，最后却害到明珠头上的。这件事大理寺会查清楚明白的。不错，大理寺最近正在查这种案子，只不过缺少了几个人证。如今顾小姐人证也带回来了，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直到太子殿下这句话说完，侯老太太只觉得头脑一昏，整个人就晕了过去。谢氏，你终于将母亲给气晕了，这下你满意了吧？顾北轩习惯性的泼脏水，一下引起了众怒。这是什么畜生啊！自己和老娘坏事做尽，竟然也能往谢氏身上泼脏水，这一家子不愧是黑心肝呢。走，赶紧走！看这群脏心眼的玩意，简直是败坏心情。众人纷纷离开，眼见着太子殿下和二公主也要离开。太子殿下、公主殿下，你们不要随意轻信小女胡说的言论。墨镜神色却一冷，本殿以为你们侯府是个好的，这才抬举你们，没想到侯府竟是如此处事的。念在你母亲年龄大的份上，先让她在府中稍作休息，等清醒后会有官差领她走的。顾北轩傻眼了。殿下，小女还活得好好的，就算她说的是真的，也没真的杀人了，为何还要抓我母亲？你母亲为了冤枉自己的儿媳妇，特意毒死了侯府的婢女，这件事你不会忘了吧？墨镜毫不犹豫离去。二公主，太子殿下不相信我。话还没说完，二公主已经迅速离去了。顾北轩愤恨的一扬手，便想要狠狠给谢景云一巴掌。狗奴才，你敢拦我！顾北轩被家丁牵制住，越发觉得下不来台面。方才你想打我，奸人，是又如何？本世子早就想打你了，你个贱，你敢打！顾北轩还没说完，谢景云又是毫不犹豫的一巴掌甩来。你敢打我，谢氏，我让你在府中以后绝对无法立足。谢景云根本懒得理会，对一旁的梁妈妈道：继续打，打到这蠢货知道痛为止。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你们做得了初一坏我名声，我就能做得了15，让你们下半辈子痛不欲生。傍晚时分，晕倒的侯老太太终于在救治中清醒了。老夫人，这可怎么办？官差就在侯府等着呢，只等着您清醒过来，也要将你押入大牢呢。侯老太太一听此言，瞪大了眼睛道：为何要将老身押入大牢？那小贱人又没被烧死，何况空口说白话？难道这些官差连查都不查，就要老身不明不白去坐牢？您忘了，桃儿现场被人毒死了，现在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是您做的，所以官差就等着你清醒后行事呢。这可咋办啊？侯老太太不想坐牢，便打起了孙妈妈的主意。孙妈妈，以后让你孙儿和燕儿一起读书吧，将来可考科举。孙妈妈这下反应过来，有些不对劲了。老夫人突然施了这么大的恩情，这绝对是有求于她呀。这大牢你就替老身走一趟如何？老身现在身体吃不消，进了这大牢以后，这侯府可就是谢氏这女人的天下了。你以为你们一家以后能有好日子过？若是你能替老身走这一趟，老身保证很快就会将你赎出来。孙妈妈瞪大了眼睛，有些恐慌道：可是老夫人，若是我坐过牢，我那孙儿以后岂不是断了科举之路？你放心，没人能知道你坐过牢这件事。若真的影响了，我可以让你孙儿记到侯府旁族名下，保管不会影响他的科举之路的。侯老太太恩威并施，可谓是将孙妈妈拿捏得死死的。这老夫人，我再想想。怎么，这件事就让你这么难办？孙氏，你是想看我死吗？这样大的罪名压下来，孙妈妈一个下人哪里敢承担，连忙跪下：
老夫人，奴婢岂敢看你死？这件事奴婢答应了，你当真会来救我吗？当然，等风头过去了，老身就去把你捞出来。你完全不用有任何顾忌，毕竟这侯府还需要你呢。侯老太太将孙妈妈推出去这件事，很快传到了谢景云的耳里。小姐，这老妇人竟然没被绳之以法，实在是不甘心啊！有什么不甘心的？相比于牢狱之灾，让这个养尊处优的老太太体会贫穷饥饿的感受，岂不是更大快人心？这时，梁妈妈一脸喜意地走了进来。小姐，外面都传疯了，这老夫人的名声都臭了。听说世子今天还想出去找二公主，走在路上被人认了出来，好多人朝她扔臭鸡蛋呢。这你就激动了？府里现在缺了我嫁妆的供养，往后还有精彩的要看呢。梁妈妈正欲说什么，又一个小丫鬟跑来了。小姐，不好了，皇宫来人了，说要褫夺侯府的爵位，将老侯爷和老夫人降为庶人了。谢景云还没开口，梁妈妈就笑道：你是傻了，这算什么不好的事？这是天大的好事啊！现在爵位被夺，手中又没银两，大手大脚惯了的老夫人等人，只怕活着会比死还难受。德不配位，早该被褫夺了。小姐，您不着急。谢景云好笑道：我着急什么？对了，最近注意一下顾北轩的动向，这人为何能接近二公主？此时此刻，顾北轩正跪在二公主府的后门外，听到身边侍女来报，听到顾北轩说，若是自己不原谅他这辈子都不会起来后，差点被恶心吐了。人渣，一家子吸血鬼，还有脸到本公主这求情？若不是为了景儿，本公主这辈子都不想看她。婢女听到这抱怨道：太子殿下这般优秀的人物，怎么偏偏就看中这谢氏了？奴婢是真心不想再看那人渣在眼前晃荡了。以后这种话就不用再说了。太子既然看中了谢氏，自然有谢氏过人之处。你是跟在本公主身边的人，本公主不希望你为了口舌之快，到时候惹了不该惹的人。是，奴婢知道了。好了，让那人渣进来吧。一直跪在外面，虽然是后门，但被人看见了，指不定要议论本公主口味变态了。不多时，顾北轩一脸激动，小跑了过来。公主，您终于要见我了。二公主故意冷脸道：如今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要说？真没想到我一直倾慕的男人竟然是这种品行，连枕边的女人都能算计。不是的，公主，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当年根本不是我设计谢锦云落水，而是谢锦云婚前失贞，故意设计我，让我娶了她，好给谢家遮羞的。公主，你要相信我，一定要相信我啊！顾北轩是真的有些急了，为了侯府的未来，也为了他个人的未来，他必须要抱上公主这条大船。二公主还有些不信，见他越说越激动，也不由开始半信半疑了起来。难道这些事当真像这顾北轩所言，婚前与人有染了？这件事你是如何发现的？你那女儿可是说了，你们故意让她没生子嗣呢。想来男女之间的事，你们有未行动过？公主，我也是一个男人，一个婚前和人有染的女子，我怎么可能还会和她同房？所以小女所言也是误会，根本不是故意不同房，而是因为我恶心她。至于我怎么知道的，这件事还是我母亲亲眼所见呢。具体的事我就不方便透露了。眼见顾北轩还要解释什么，他却已经不想听了。你说的我知道了，我需要思考一下，辨别一下真假。若是真如你所言，谢氏蒙骗这件事，我会为你做主的。若是你敢骗本公主，你会后悔来到这世上的。二公主在顾北轩离去之后，急匆匆赶去了太子府。皇帝，我问你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知不知道谢景云婚前与人有染这件事？墨景的神色一下幽深了起来，奏折啪的一声摔到了案桌上。二公主一看墨景这反应，心里不由咯噔一下。不行，未来的一国之母绝对不能是谢景云这种婚前就与人有染之人。皇帝，你这是知道了？墨景点头，神色却是不明。二公主一下来了火气。皇帝，你简直是胡闹！你不能娶这种女人，我绝对不会同意的。以后你的事我绝对不会帮忙了。我忍制了兴邦的人，绝不能是这种不检点之人。长姐稍安勿躁，你还记得8年前有个人来冒认我的救命恩人吗？二公主还在烦恼如何劝墨景放弃，一听此言，有些疑惑道：好像是一个姓顾的女人，怎么了？你突然提起这件事做什么？长姐，你再想想顾北轩姓什么？顾呀。二公主简直莫名其妙。说完后，自己突然反应过来，两人都姓顾，有什么联系吗？那个冒认的女子和顾北轩都是顾老太太的子女，
几年前他冒充了救命恩人，被我惩罚之后，顾老太太无处发泄，便将所有的账都算到谢景云的头上，便告知他的夫君，他婚前和人有染，还特意编排出了一出戏，让顾北轩彻底相信了此事。墨景说完，叹了口气道：所以长姐，他这辈子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别人我可以不介意他们的眼光，希望长姐不要误会他。原来是这般，本公主真的没想到她会如此恶毒，她也是女人，竟然使出这般毒计。顾老太太本性为恶，以自己喜好为标准，所行之事自然走入歧途。我知道了，皇帝，这次是我误会谢小姐了，你和她的事我会继续帮忙，不过我也要让某些人付出代价。男人和妻子从不同房，变成了穷光蛋。奸人，我这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才会娶了这样的女人？等二公主同意嫁给他，就将谢氏婚前不洁的消息公之于众，然后再狠狠休了他。白饭吧，本世子饿了。顾北轩还不习惯自己世子之位已经没了。世子，夫人说了，从今以后他不会再给府里银子。徐氏那里也说了，老夫人办寿辰已经是他们府里最后一点银子，还有许多是欠了外面的账呢。现在开火都成了问题。什么？这个贱人竟然做得这么绝，连银子都不给使了。顾北轩的怒火蹭蹭往上涨，他的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还有没有我这个夫君？顾北轩再一次后悔自己眼瞎了，竟然娶了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女人回来。自从谢氏断了娇儿的银两后，他也是发现了，娇儿也不过就是一个会耍几句嘴皮子的女人罢了。他和谢氏根本就配不上他。哟，这晚饭该如何啊？连顾北轩这个主子都没用完善，他这个下人早就饿得饥肠辘辘了。慌什么？我们侯府难道没她一个女人就活不下去了？荒唐！顾北轩白了小厮一眼，便向着丹凤堂行去了。都到了这个点了，怎么还不摆饭？回老夫人，现在府里揭不开锅了。刚徐氏还过来说，姑奶奶这些天的花销欠下不少银子，还想问问老夫人这边能不能周转一下。大丫鬟的话音才落下，顾北轩的声便传来：母亲，那贱人断了侯府的银子，我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呢，逼不得已只能到您这里了。什么？这个谢氏竟然连你也不管了？我们侯府究竟造的什么孽呀？竟然敢对夫君大不敬！谢家人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侯老太太对谢景云的恨意在这一刻几乎飙到了最高点。眼下该怎么办？谢氏连一顿饭都不愿意给了，孩儿在二公主府邸外面跪了很久，现在是又累又饿。什么？二公主竟然让你跪下了？她怎么敢的？她不是一直对你一往情深吗？今日府里发生了多么大的事，孩儿若是不付出点代价来，怎么能引得二公主的同情？受点皮肉之苦又能算得了什么？若是二公主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对孩儿一往情深，还真的要怀疑这情谊到底是真还是假了。那也没必要去下跪呀。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二公主虽然身份尊贵，但也委实不知好歹了。以后若是这女人嫁到我们顾家，母亲一定为你争回这口气。顾北轩听完，一副震惊的模样看着他。母亲，您疯了吧？那可是皇家的公主，您还敢给她立规矩？那可是太子殿下的亲姐姐。眼见顾北轩心思已经完全偏帮到二公主头上，老太太心里恨上了二公主，但现在没必要直接翻脸。看来我儿是真心喜欢二公主了，母亲就放心了。当务之急还是赶紧用饭，先让下人到酒楼打包点饭食回来，账就记在谢氏头上。老身倒要看看，到时候人家上门要债，他能好意思不给？顾北轩眼神一亮，还是母亲有办法。燕朝以孝为天，想必谢氏也知道顾忌了，以后也不敢这样对待我们了。快天黑时，丫鬟回报：老太太，徐氏之前怂恿姑奶奶花了那么多银子，全都是赊账的，去找夫人，夫人也不认。现在酒楼掌柜听了侯府之前欠账不还的名声，说是绝不愿意给我们顾府赊账了。不过一个没眼色的掌柜而已，其他酒楼呢？你有没有去其他酒楼问问情况？丫鬟听到这更加气愤道：问了，其他酒楼更加过分，还说以前是看在夫人的面子上才对我们好吃好喝招待。老太太当下却是被气笑了。看在谢氏的面子上，依老身看，这一定是谢氏那个贱人故意的。他和这些人提前打好了招呼了，故意折磨我们呢。忽然他想到了什么，去将老身前段时间高价买的人参拿出来。龙梅阁内，小姐，你猜这老太太带了什么来？谢景云见他这么开心，也不由想到了人参事件。
莫非小姐想的没错，那老太太跟宝贝似的把那几个盒子带过来了，还说谢老夫人的救命良药就在她手里，小姐若是再不出来，她就直接毁了那些救命良药。梁妈妈说到这，实在忍不住了。哎呦喂，真是看得我乐死了，恐怕她现在还不知道那里面的人参是假的吧？小姐，这好戏你要不要看看？看梁妈妈这么兴奋的份上，她还是没有扫她的心，便点了点头。顾老太太一向自诩自己是府里的老祖宗，没想到龙梅阁现在嚣张的连下人们都不将她放在眼里了。谢氏，老身再不济也是你婆母，今日老身亲自找你来谈话，你竟然敢将你的婆母拒之门外，你如此不将老身放在眼里，难道在你眼里陛下的以孝治天下是个笑话吗？一个连孙女都能狠心下毒的婆母，真是贻笑大方。有什么事你就赶紧说吧，我还赶时间休息，没空在这看你演戏。顾老太太有些接受不了谢景云完全不在乎他们的事实，完全沉浸在一种又惊又怒的情绪中。你若是没有事，就回去歇息吧。顾老太太回过神来，眼见着谢景云要走，连忙道：谢氏，你不能走，难道你不想要我给你母亲的救命良药吗？谢景云已经转身的脚步就这样停了下来。老身一说到你母亲，你倒是挺关心的。女子出嫁从夫，这个道理你是一点也没学到，顾府算是白养了你这么多年了。梁妈妈有些忍不住了，上前一步骂道：我呸，老妖婆，还好意思摆婆母的架子，还有脸说是你们顾府养了我们小姐，这些年你们顾府从主子到下人，哪一个人不是我们小姐嫁妆养着的？一群白眼狼，还敢在这里摆谱，以后再摆谱，我看一次骂一次。你这个贱人！梁妈妈见她想要还嘴，还想要张嘴骂回去，却被谢景云制止住了。什么救命良药，你就说吧。你就这样看着你的下人这样冒犯你的婆母？老太太，我就坦白和你说了，自从知道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我便再也没有将你当做婆母看待了。好好好，老身可怜你母亲常年被旧疾缠身，这才巴巴的来送药。既然你从未将我当做婆母，那么老身这药也绝不会送给你了。你娘亲的病，你好自为之吧。老太太说完，便气势汹汹的转身就要走。谢景云懒得陪她演戏，转身便回了自己的龙梅阁。顾老太太本想以退为进，没想到谢景云不买账。谢氏，别怪老身没有提醒你，你那母亲一直想要的神药都在老身手里，你若是继续执迷不悟，弄得满府乌烟瘴气的，可别怪老身无情。老太太，您就别再那下鼓吹手里的东西了，什么东西我们谢府的老夫人得不到，能被你一个庶民得到的？知道你喜欢贴金，不要在这种事上犯糊涂啊！老太太把假人参当成了宝贝。老夫人，这些人参该怎么处理？还能怎么处理？重新放回库房，小心看着，别笨手笨脚搞坏了。这些东西贵重到你几条命都赔不起的。丫鬟因为她最后的威胁，脚一哆嗦，随着啊的一声，整个人往前摔去，木盒子落了满地，里面的假人参也终于露了面。顾老太太瞳孔一缩，她看见了什么？地上散落的干瘪的一坨东西，那是什么？她顾不得责骂丫鬟，连忙上前查看，下一秒只觉得眼前一黑，当场晕了过去。小姐，那老太婆直接气晕了，她从小姐这里骗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身家，这一次可是全毁了，不晕才怪。谢景云微微一笑，孙婆子那边的家属都安排好了吧？梁妈妈点点头，都告诉他们实情了，孙氏根本就没有杀害过人，一切都是顾老太太的主意，事后还骗孙氏去顶罪呢。告诉孙婆子，老太太并没有善待她的家人，答应的根本没有做到不说，还威胁她的家人。现在孙氏的家人在府里可不好受吧？小姐，您真是料事如神，以前孙婆子仗着老太太的事欺负过的人，现在全部还回来了。说到这，梁妈妈特意凑到谢景云耳旁道：好多人跑到孙氏家里抢东西呢，老太太也知道这些事，但没有管，只怕过几日孙氏这些年积攒的家当都保不住了。而且孙氏家人以为孙氏是杀人犯，根本就不敢将这些事告诉官府。就让他们自己人斗去吧，我们只需要看着就行。还有顾明珍和顾明珠那里，你去给顾明珍送了点东西了吗？谢景云可不是被顾明珍今日的帮忙给打动，才决定发善心的，为的就是让他们狗咬狗。送去了，依我看啊，顾明珠也坐不住了，走的时候还让我带她向小姐问好呢。
不用理会他。即便顾明珠以后做出什么示好的行为，也不要理会。和顾明真相比，顾明珠才是那个坏到骨子里的那种人。停了3天银子的供养，竟然有不少丫鬟婆子来投诚，还扬言说，只要夫人愿意给他发月银，他可以成为夫人身边的人。对这些拥有可笑想法的下人，谢景云甚至都未理会过，就连徐氏都开始造访了。夫人，老婆子给您请安了，祝夫人永远年轻貌美，和大爷和和美美。听到他的祝福，只觉得一阵反胃。既然你没什么事，退下吧。徐氏一愣，不明白自己哪点招惹到他。不等梁妈妈轰人，徐氏连忙笑道：夫人不要着急，奴婢今日来啊，是想向夫人投诚的。谢景云没有立即回话，喝了一口茶。本夫人知道你也算是府里的管事，有不少的权利，还是老夫人身边最得用的人。你想半路投诚本夫人这里，可是有什么条件？老婆子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夫人恢复以往银子的用度就行。现在府里人心惶惶，下人们都嚷嚷着要离开顾府。夫人，您要是再不恢复月银，只怕顾府到时候连个伺候的下人都没有。你说到那时候，咱们顾府不是惹人笑话吗？徐氏舔着一张脸，努力说服着谢景云。说的倒是有道理，只是那些下人要离顾府和我有什么关系？还有顾府惹不惹人笑话，又和本夫人有什么关系？夫人，你难道不知道我的权利就是管着这些下人的？若是连这些下人都走了，老婆子也对你没什么用处了。我想夫人也不想看到这样一幕吧。如你所言，本夫人接受你的投诚不仅没有任何用处，每个月还要拿出那一笔开销来。你自以为自己在老太太面前的脸，但在我这里，你不过就是一个下人。梁妈妈，将人送走吧，以后不准此人踏入龙梅阁。梁妈妈立即上前，将还处于呆愣中的徐氏架走了。而顾明珠这边也开始用上苦肉计。从徐氏来的时候，她就站在龙梅阁外，一直等着谢景云见她。母亲人呢？难道她还是不愿意见我？小姐现在正忙，谁也不会见的。你若还是执迷不悟，就继续在这里站着吧。不过我家小姐说了，一会这天气恐怕还会下雨。你若是不想淋雨，还是赶紧回去吧。碧青冷冷说完，便立即回了小院。眼看就要下大雨，顾明珠非但没有退缩，反倒是一喜。她觉得谢景云心软，绝对不会让她淋雨的。毕竟她一个嫁了人的女子，就算娘家再有能耐，以后也还是看着爹爹过日子的。没多久，从一开始的小雨变成了大雨。顾明珠从先前的喜意也慢慢开始变得慌乱了起来。她只能继续赌，才能回到以前金尊玉贵的生活。半个时辰后，雨越下越大，顾明珠已经完全看不见周围的事物。就在她神志已经不清之际，忽然院门开启了。母亲，您终于愿意见女儿了。女儿知道错了，以后不再惹您生气了，好不好？说完，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面容，下一刻便昏了过去。谢景云冷漠地看着这一幕，甚至连个眼皮也没抬。他喜欢自残，便让他一次性上演个够。顾明珠再次醒来，已经是1日后的事了。小姐，您终于醒了。您在龙梅阁前昏倒了，还好被救了回来，足足昏倒了1天1夜，吓死奴婢了。你说什么？我在龙梅阁前昏倒了，谢氏根本就没管我。是的，小姐，夫人院门关得紧紧的，想必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有人昏倒吧。我明明坚持到谢锦云出来的那一刻才昏倒的，这些人怎么可能不知道？顾明珠心里充满了怒火，她一向自命不凡，居然被她当作踏板的女人轻视，脑海里有一股冲动，疯狂的想要报复谢氏。下一刻，她整个人就冲出了院门。各位，我乃是顾府的小姐，因为这几日母亲谢氏对我有误会，不仅断了我的吃食，还让我在病体中便断了我的药物。我有心想要和母亲解释，但母亲根本听不进去，就连我昨日冒雨在雨中淋了那么久，母亲依旧不见我。顾明珠也不等众人是何反应，当下便转身对着顾府大门的方向跪下道：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也只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母亲道歉，希望母亲能看在大家伙的面子上，能原谅我，让我能好好静养身子。大家伙，求你们帮我一起恳求母亲吧。这个老太婆又来作妖了。我的孙女啊，你还在生病中，怎么能跪在门外呀？快起来！谢氏不肯原谅你，也不能用这种方法惩罚自己呀。大不了一会我这个当婆母去给她下跪。顾明珠心里一咯噔，直觉告诉她，这个老太太要坏事了。让她没想到的是，她那个没脑子的亲娘竟然也哭唧唧地扑了过来。二小姐，夫人怎么能这样对你啊？她不让我们其他人好过也就算了，你可是大爷的亲生骨肉，怎么能虐待你呢？
可怜的孩子，您还病着，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啊！我算是看出来了，这谢氏简直就是嫁进了豺狼窝。这家人只要逮着了机会，什么脏的臭的都想往她身上扣。是呀，这老太婆做了那么多坏事，现在还跪在顾府大门口，这摆明想逼谢氏去死啊！好歹毒的心！顾明珠整个人气得浑身颤抖。原本她一个人出来指责谢氏，能靠着怜惜扳回一局，可这两人偏要跑来，这下好了。就在顾明珠想着如何破局时，顾明真走了出来，面带不屑地看着跪在下面的几人。各位，你们不要被这3个女人骗了，真相就是我这祖母为了躲我的母亲嫁妆，贼心不死，一直想害她名声。而我这个好娘亲，实际也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外室，仗着爹爹的喜欢登堂入室，欺压正室。至于我这个好妹妹，就更没有良心了。顾明真特意停下来，看了一眼顾明珠，姐姐劝你一句，不要执迷不悟了。母亲之前对你多好啊，让你吃穿用度都比肩谢府的嫡小姐，你却为了自己私欲，就要毁了母亲的名声，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顾明真这几日借着谢景云的事，在府里过得好不得意，决定一定要抱上谢景云的大腿。住口！那毒妇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这般陷害你真正的亲人？我才是你的亲妹妹，你不要因为那毒妇给了你一点好处，就出来蛊惑人心。顾明珠也是被气急了，开始口不择言了起来。毒妇，这才是你真实想法是吧？大家看看，先前我这位好妹妹在你们面前扮演的多么可怜无辜，一口一个母亲的叫着，还说自己是真心实意道歉。现在你们看见了吧？她就是故意利用你们的同情心，要来诋毁母亲的名声的。孽障，你简直就是个孽障！帮着一个外人，你就这么想看我们死吗？好好好，老身今日就一头撞死在这，这样你和谢氏那个毒妇就满意了是吧？顾明真不仅没被吓到，反而大声笑了起来。哈哈哈，祖母您别开玩笑了，您这么多年养尊处优，怎么可能活够了？孙女士不相信您会去死的，就算你死了，我也只会拍手叫好。你想死是吧？快点对着这墙直接撞上去吧！孽障，你还真想逼死老身？祖母这话就说笑了，这回怎么怪在我头上了？而且这墙也是您自己要撞的，我可没叫你去。顾老太太这次是真被顾明真气到了，甚至连做戏都忘了，起身便想要给顾明真一个教训。下一刻，脸上便附上了一层厚厚的粘稠物。哪个贱民砸的鸡蛋？老身今天要你好看！顾老太太愤恨的声音才落下，铺天盖地的鸡蛋和菜叶子再次向她袭来。砸死你这个黑心肝的老太婆，为老不尊的东西！几人也顾不上给谢景云泼什么污水了，连滚带爬回到顾府。这儿也不知道怎么就被那些事灌了迷糊汤，现在这个样子简直六亲不认了。珠儿，你是她的妹妹，你去劝强。住口！你还好意思说顾明真六亲不认？要不是你这个蠢货娘亲在这拖后腿，我和明真怎么可能变成这模样？你怎么不去死？然而楚娇却愣住了，呆呆地看着顾明珠。珠儿，你在说什么话？您不是最喜欢娘亲、最崇拜娘亲吗？行了，别在这里碍眼了。你若是接受不了，府里有湖，直接跳下去就可，不要在我面前可怜兮兮的模样。从你害得我这么惨的那一天起，你就不是我娘亲，是我仇人了。顾明珠狠话说完，直接甩手就走。没走多远，梁妈妈带着一群丫鬟婆子赶来了。就是这个奸生的玩意，竟然敢编排主母的不是。小姐说了，先打50巴掌，再去龙梅阁下跪道歉。是吗？本小姐就站在这里，我倒要看看谁敢来动我。顾家人都有谜一样的自信。梁妈妈朝着她狠狠甩了一巴掌。贱婢，你敢打我？哎，奸生子的玩意，还真将自己当作千金大小姐来看待了。说完，梁妈妈又一连甩了顾明珠尸体下巴掌。等爹爹回来了，本小姐要你好看，不把你发卖出去，本小姐就不姓顾。就凭你那个没本事的爹，还敢管到老婆子的头上？你们一家人跟个吸血虫一样。碧青，你们几个给我一起上，今天一定要将这贱丫头给打服了。最终，顾明珠被梁妈妈等人教训到晕过去，然后一桶冷水直接泼了上去。顾北轩从二公主府里回来，听闻此事后，发了一通好大的火，却也没有闹到谢景云面前来，只让顾明珠忍忍。日后他要娶二公主进门，到时给她请封郡主，便急匆匆地赶往丹凤堂。脚还没踏进去，便听到里面传来顾老太太的声音：要找个会手脚功夫的，还要找个脸比较俊俏的，让人看了他的相貌便会相信谢氏真的与人有染。目前这些事情就别办了，孩儿今日来是和你商量另一件事的。可是那件事……见顾北轩点头，母子二人极为默契地互看了一眼。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出去吧。徐氏虽然很好奇，但也不敢多问。
连忙退了出去。轩儿，可是二公主同意嫁到顾府了。目前二公主虽然并没有挑明，但是话里话外都在暗示了，这件事只怕很快就要成了。没想到咱们家要娶上公主了，还是太子殿下的亲姐姐，我儿现在有大出息了，以后老身岂不是就是皇亲国戚了？顾北轩心中的喜意不比顾老太太少。何止啊！以后我是驸马爷，你就是公主的婆婆，就连高贵如太子殿下都要叫我一声姐夫。等到太子殿下登基成为皇帝，咱们顾府真的要飞黄腾达了。太好了，那公主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嫁到我们顾府呀？老太婆要使坏了。母亲，我们就算是再想娶公主，也不能这么急切，毕竟眼下府里还有一个碍眼的存在呢。轩儿，这辈子谢氏就算是死，也要死在我们顾府，一定不能放她出去。谢锦云可以不做正事，给她一个妾的位置也好呀。难道她还敢和公主争正室的地位吗？她是公主，母亲你要拎得清一些事情。公主不是非嫁我不可，但顾府眼下的光景，必须要和公主攀上关系，否则我们顾府就真的落寞了。难道你想对着谢氏低头吗？怎么可能？一个贱货也配老身低头？若是成不了这件事，咱们顾府永远就被谢锦云拿捏了。公主说她已经不计较明真、明珠和燕儿的存在，燕儿身为男子，可能不好封爵，但是明珠公主愿意为他请封郡主呢。当真？当然，不然孩儿今日特意找你过来商量什么？总之这些事我是一定修定了。顾北轩见顾老太太迟迟不给回应，心里急得不行，索性也不管了，准备回去写休书。顾老太太急了，回来，我也没有说不同意这件事，你别忘了，你还有楚娇呢，这也是你当初要死要活娶的女人。母亲，您真的同意了？这有什么不能同意的？那我现在就去写休书，只要将谢锦云休弃了，楚娇那里也直接给她送走，公主肯定高兴。顾北轩整个人十分兴奋，恨不得现在休书已经写好，直接甩到谢锦云的面前。既然已经决定休了谢氏，那不差这几日了。难道你真的忍心让她清清白白的回到谢家吗？母亲，您又要做什么？刚才我和徐氏商量的事你都听见了，在休谢氏之前将她的名声给毁了，岂不是更好？顾老太太知道顾北轩现在心急得很，故意拿二公主出来说事，这样二公主看你也会更加同情，你们二人日后也不会因为谢氏再有什么隔阂。提起二公主，顾北轩果然冷静了许多。母亲说的是，日后也不想因为谢氏上让公主有什么不开心的点。二公主身份尊贵，哪怕一点委屈，孩儿也不想让她受。那一切就按照原计划进行。北轩，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楚娇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因为顾北轩最吃她这一套，她等待好被顾北轩搂入怀中，结果没有等到对方的行动，却看到男人一脸嫌弃加厌恶。娇儿，才几日不见，你这身上究竟是什么气味？熏得我鼻子都堵住了。这些日子没有云子度日，所以用的香粉比较便宜了些，可能味道不好闻。你若是不喜欢，我下次就换如何？换了吧，这味道我不喜欢。楚娇笑得越发温柔。那娇儿换了就是，不过最好的胭脂水粉比较贵，你也知道谢氏早就停了我的用度，这几日手头有些紧，不知道夫君能不能？楚娇话还没说完，便见顾北轩皱着眉头大声道：楚娇，你变了。楚娇一愣，什么？或者说你一直是这样，只是以前我没有看透罢了。你也不过和谢氏一样，开口闭口都只谈论银子。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亏待过你。顾北轩目光冷冷地盯着楚娇，又继续道：如今顾府艰难，你非但不想着和顾府一起共度难关，到这个时候还想买一些名贵的胭脂水粉，可见你是没将顾府将我放在心上。楚娇，你太让我失望了。顾北轩说完，直接甩袖走人。楚娇站在原地许久，顾北轩这混账的意思，难道是想将他甩开？到底是哪个狐狸精将顾北轩勾了过去，引得他如此厌恶自己？你说谁来了？还不是那个讨厌鬼，这才回去多久，又赶来了，还真的缠上我们公主了，真是一点不让人嫌。二公主实在忍无可忍，有没有搞错？好不容易让他回去了，我这才清闲多久，这么快就来了？公主，依奴婢看，直接将他轰出去，就说身体不适，这样就可以完成太子殿下的交代，也不让公主为难，岂不是两全其美的法子？有那么一瞬间，他有些心动了。这几日和顾北轩的相处，简直是度日如年。他和谢氏一天没和离，自己就一天没法结束这种令人生厌的生活。叹了口气，只能认命道：让他进来吧，你们先去探探，他手里若是有和离书等东西，就直接夺了过来，
本公主真是一刻也不想装了，若是没有，暂且忍忍吧。北轩，你来了。公主，你瞧，我刚和母亲商量完和谢氏和离的事，就马不停地赶过来看你了。古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以前我是不信的，自从遇到公主，我对这句话才算是有真正的了解。顾北轩一脸深情地说完，二公主听了胃里直犯恶心。和离，你真的打算与谢氏和离吗？语气里有些急促，顾北轩误以为二公主在吃醋，不由笑得更开心。放心，公主，北轩竟然已经认定了你，绝不会让公主跟着我受委屈。北轩现在为你做的都是心甘情愿的。二公主只差在心里翻白眼了。既然如此，那和李叔呢？公主别急，今天我已经与母亲商量过了，要等几日的功夫。你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也是愿意等我的，对吧？二公主能说什么？只能强颜欢笑道：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等的。公主，你人真好，北轩此生的若能娶到你，是北轩的荣幸。说到动情处，顾北轩情不自禁地靠近，想牵起她的手。这混账竟然还想碰她，差一点二公主当场发飙。好在她反应的及时，退开身子。你我还未成婚，名不正言不顺，这可不是君子所为。我不希望下次你还会有这种冒昧的举动。顾北轩见二公主守着规矩，正是他喜欢的端庄之女，心里不仅没有不悦，反倒是更加舒服了。公主，是我唐突了，我给公主赔不是，下一次绝不会这样了。二人在府里又畅聊了一下午，却不知道公主府外，楚娇远远看着公主府的牌匾，内心一片震惊。原来对方的身份是公主。一时之间，楚娇只觉得内心五味杂陈，各种莫名的情绪在心中翻滚。但仔细一想，顾北轩能抱上公主，对他来说是好事。难不成堂堂一个公主，还会介意他这一口饭吃不成？他以后可是驸马爷的女人。小姐，你可真是料事如神，这母女三人果然互相斗了起来。只是斗怎么行？他还要他们互相残杀，前世他所有受到的一切，这些人必须加倍百倍偿还。楚娇才刚回到院子，就听到丫鬟传来喜意的声音：太好了，小少爷您病了这么多日，终于清醒了。老夫人若是知道了，只怕会高兴得很。楚娇听到自己的亲儿子终于醒了，一瞬间开心的忘记了所有，连忙跑进去查看。母亲，你怎么回家了？父亲不是欠了赌债还不了，便将你卖了吗？安孩仅仅睡了9981天，就能长大成人。我们侯府不是早就落败了吗？宅子都卖了，我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他记得自己太饿了，和一群乞丐抢食吃，结果被打得昏了过去。再一睁眼，怎么就回到侯府了？程燕，你不要吓唬娘啊！你到底怎么了？楚娇越听越迷茫，试探了下顾晨燕的额头，越发困惑了。明明烧已经退了，怎么还说这些胡话？我们侯府虽然被褫夺了爵位，但宅子并没有卖啊！顾晨燕一听褫夺爵位，越发震惊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虽然因为欠下巨额赌债，被人打死在赌场，但从未有过被褫夺的经历啊！燕儿，别吓到娘亲，你才8岁啊，可不能就这么被烧傻了。楚娇心里一片慌乱。若是陈燕傻了，还拿什么资本和二公主相比？8岁，我现在才8岁。她竟然回到8岁了。前世谢氏这个傻女人掏心掏肺讨好他们一大家子，日子是过得真舒心。可在谢氏死后，谢家族人对他们侯府态度立马大变样。她在官场屡屡犯大忌，最终被陛下厌弃，直接丢了乌纱帽。大姐姐成婚10年，也没有为国公府诞下一儿一女，被国公府被扫地出门，最后落得和她一样成为乞丐。重来一世，她一定要保住谢氏的性命，掌握谢氏的资源，早晚有一天可以纵横官场。而她的这个亲娘，是一点本事都没有，全是嘴上功夫。既然醒了，我得先去和母亲请个安。你就待在这小院子，别动，别让人知道你的存在，懂吗？不等楚娇有所回应，便迫不及待地向着龙梅阁而去了。小少爷，这是夫人的院子，你不能随意进去。顾晨燕被人拦下后，整个人带着不可置信和愤怒，她压下心中所有的火气，重新抬起了笑颜道：那还请姐姐去知会母亲一声，陈燕烧了这么久，这才刚转好，免得她为了我忧心。前世但凡她身体抱恙，谢氏都会亲自伺候的，想来这么多天应该也照顾得不少吧。丫鬟像有病一样盯着她。不用了，你好不好的和我们夫人没有任何关系，赶紧走吧，夫人这几日正忙，莫要打扰她。那种愤恨感再次袭来，顾晨燕直接一巴掌甩到了丫鬟头上。你不过一个贱婢，竟然也敢阻拦我见母亲，信不信等我禀告了母亲，直接将你发卖出去？赶紧去禀告郎妈妈。小丫鬟反应过来，拔腿就往里去。我当是谁在龙梅阁发威呢？原来是咱们家的小少爷，病体才刚转好，就来夫人这里立威来了，真当夫人是好欺负的。顾晨燕觉得梁妈妈说话好生奇怪，完全不像前世对她的恭敬。梁妈妈，
不是我说你，龙梅阁的丫鬟也该管教管教了。我不过是给母亲请个安而已，这些贱婢竟然也敢阻拦本少爷，不知道的还以为母亲从未将我这个儿子放在心上，平日对我的好都是逢场作戏呢。就凭你一个外室生出来的监生子，也配我们小姐和你逢场作戏？夫人如今能容许你在府中待着，已经是极其给你们顾家人的脸面了。梁妈妈讽刺十足。小少爷，识趣点，赶紧离开龙梅阁，就当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顾晨燕哪里容许被一个奴婢这般欺负，正欲呵斥，一道女声传来：现在就走了，当我龙梅阁好欺负吗？母亲，您可算出来了。孩儿刚醒来，第一时间就想着来看望你，没想到您身边这些刁奴竟然敢拦着本少爷。这些刁奴恐怕对你有疑心，他们拦着你不让与我见面，就是为了方便外人对你有诟病之词呢。顾晨燕说完，很自然地向着谢景云而去，半途却被梁妈妈再次拦个正着。母亲，您看这些奴仆果然没安好心，他们根本不想你我母子二人亲近呢。谢景云打量起顾晨燕来，这说话方式以及言语里的刻意挑拨之意，完全不像一个8岁孩童能表达出来的，倒有些像是成年后的顾晨燕。你的亲生母亲不正在你的院子里待着吗？你跑龙梅阁认什么亲人？顾晨燕整个人有些懵了，眼前的发展已经完全脱离了她的掌控。母亲，您在说什么笑话呢？我的母亲不是一直都是您吗？至于院子里的那个，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看来你高烧一场，什么都忘记了。那今日本夫人就告诉你，你的身份不过就是一个外室女人生的孩子，我可没有你这样身份低微的监生子。谢景云故意说着激怒顾晨燕的话，果不其然，顾晨燕整张脸瞬间涨得通红。谢氏，叫你一声母亲，已经极其给你面子了。你多年没有生孩子，本来就欠侯府的，现在还对我出言羞辱。等爹爹回来，我定将此事告诉他。说完，转身就想离开。既然谢氏如此不识好歹，又何必给他做脸？站住！打了我的人，竟然连一声歉意都没有，就这么堂而皇之要走？谢景云几步上前，紧紧盯着顾晨燕的每一个神态，那股阴郁的表情，像是从地狱中爬出来的恶鬼。他确定顾晨燕很有可能和他一样，从前世回来的，简直太好了。做梦！谢景云一巴掌甩到了他的脸上。狼心狗肺的畜生，你也有今天！我教你读书认字，供你吃穿，让你一切都比奸谢夫子值的待遇，你居然和顾府一众人挖去我的双眼，打断我双脚！谢景云又是一巴掌袭来。不过是一个低微的监生子，还敢来本夫人面前撒野，看来本夫人对你这畜生真的太好了，让你飘得完全不知道东西。谢景云一边说着，又一连抽了好几巴掌。方才被顾晨燕教训的小丫鬟呢？就是奴婢，夫人请责罚。方才他是怎么打你的，你就怎么打回去。以后只要这顾府的人敢招惹你们，不要害怕，直接报复回去，出了事由本夫人担着。小丫鬟狠狠打了顾晨燕一巴掌。贱婢，你敢打我？祖母若是知道了，定然将你发卖了。还有谢氏，你这个不得好死的女人，竟然如此苛待于我，往后你在我们侯府别想有好日子过。被揍成猪头的顾晨燕第一时间回到院子，了解他昏睡时发生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完毕之后，顾晨燕眼里的阴郁越发深厚。她真傻，重生后竟然都没了解前因后果，贸然就撞上了谢氏的枪口上。既然谢氏找死，那她不介意让他这辈子早点死去。老太太不好了，出大事了，咱们府里的下人要造反了。发生什么事了？那些奴仆有吃有喝的供着，生活不比我这个老太太差，怎么还造反了？难道是吃饱了撑的？徐氏简直白眼想翻上天了，月银到现在还没发，天天宫的吃喝也不过是糠咽菜，老太太竟然还觉得挺善待他们。谁知道呢？这些天杀的竟然威胁我说，再不给发月银，就集体离开顾府，然后去报官，让我们顾府在整个燕京城丢脸。嘿，一群贱仆也敢去报官，敢威胁到老身的头上了，真当老身是吃素的？说着就要出去震慑这些造反的人。祖母，您何必将这件事揽在自己身上？咱们家的月银一向都是谢氏发放的，如今这个月没有发，关祖母您什么事？他们要闹或者报官，就让他们去谢氏那边闹，让大家看谢氏的笑话。顾老太太经顾晨燕这样一提醒，心思一下活了过来。老夫人，你也别怪我们做的绝，这人都需要吃饭养家糊口的，你们顾府却拖了我们1个月的月银了，这时总该给个解决方案吧？就是今天必须给我们月银，否则我们官府见。各位，你们听我老身一言。顾老太太一开口，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这顾府里往日发月银的都是我家儿媳谢锦云，
这一次他不知为何缘故不再发放了。你们找老身有什么用？去找谢氏闹去啊！老夫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又不是为夫人做事的人，您这就是明着耍赖了。顾老太太冷哼道：“府里明明有人可以要银子，你们偏偏不去，好来找我一个天天吃糠咽菜的老太婆要银子，不是故意难为我，倒是谢氏府里的银子都在他们手里。这几日龙梅阁的丫鬟吃穿都比我这个正经婆母要好。”顾老太说完，迅速回了自己的小院，关上了院门。众人面面相觑。要不然试试。老妇人有句话说得对，反正我们要的是月银而已。真闹出来，那些官府说不定还将我们这些贱仆给抓了。若是谢氏不肯给，我们就到大街上宣传他们谢家拖欠下人的银两，看他们敢不敢丢这个脸。众人商量完毕，便浩浩荡荡地向着龙梅阁赶去。小姐，一会这些人过来了，老奴先去打发。这群人都是老太太养出来的刁奴，官会无理，必要时刻可以动武。毕竟我们龙梅阁养着的一些丫鬟可不是吃素的。夫人，我们伺候顾府里的人这么多年，你们谢家家大业大，连下人的月银还敢克扣，谢家真的连脸面都不要了吗？就是你们龙梅阁这些人吃香的喝辣的，却不管我们这些下人们的死活。我呸！你们这些人呐，之前夫人养着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做点事，不但不愿意，还想要夫人给好处。如今你们真正效忠的主子不给你们银子，就跑到夫人这里来闹，真当夫人好欺负是吧？说完，梁妈妈便对着身后的丫鬟婆子吩咐道：“给我打，狠狠地打，打到怕了，知道认错了才算了事。”别打了，太疼了，我们不要了，月银不要了。就在众人认错时，谢景云从龙梅阁里走出来。说实话，本夫人也很同情你们拿不了月银。这侯府的爵位虽然不在了，但好东西还是有很多的。老夫人若是心疼你们，就该拿这些东西去换银子，补偿你们。你们说是不是？至于怎么补，当然是去抢啊！傍晚，被谢景云教训了一通的下人们就开始有所行动了起来。小姐，那群人先去抢了姓楚的，哪想到他根本没赢钱，转身就跑到姑奶奶那里给抢了一通。这么多人，赢钱还是不够。现在一伙人正将主意打到老太太身上了。梁妈妈汇报完毕，还一脸不可置信道：“没想到这群下人胆子这么大，做起强盗的事来了。”老太太平日就跋扈，养出来的下人自然也是习惯欺压别人之人。您说老太太也不是什么糊涂的人，顾府的爵位都没了，按理来说应该要裁减下人，可老太太却一直没个动静，这不是等于将把柄送到人手上吗？自然是因为他们以为还有东山再起之日。这爵位都没了，大爷文又不成武不就，小少爷如今连启蒙都未曾启蒙，怎么可能还能东山再起？自然是凭女人了。他心里早有猜测，对方怕是攀了高枝了。小姐，顾老太太在龙梅阁门前哭诉呢，这可怎么办？婆母跑到媳妇的院子前哭诉，不就是想让媳妇背上大不敬的名声？顾府如今烂透了名声，又有谁会信？小姐，老太太说，若是您不出去，她就在门前给您下跪磕头。不用理会，她愿意跪就跪着。龙梅阁外，顾老太太足足站在院外等了半个时辰，院门依旧没有动静，气鼓鼓的回了丹凤堂，将徐氏唤来了。前几日交代你的事办没办好？徐氏半晌没说话，顾老太太瞬间便全看明白了。如今再不给点甜头，只怕徐氏也不会给她办事了。于是便将二公主的事告诉徐氏。徐氏听完，态度立马大变样。老祖宗，没想到我们顾府还有这么大的福分。其实你前些日交代我的那些事，我倒是有个好人选，就是身份有些贱，不知道满意不满意？怎么个贱法？先说好，长得不好可不行。徐氏在他耳边嘀咕了一会，顾老太太便来了兴趣，有点身手，力气大，长得还不俗，至今未成婚，还有霉运，这不就是他正想找的人吗？就他了，定下此人。那老太太什么时候让他过来？就今日入夜放他进来。事成之后，他不仅能得一媳妇，顾府对他也有重谢，还有府中如今被这些下贱之人抢了不少东西。明日喊官府过来一趟，一来能吓唬这些人，二来让官府见证谢氏是个什么样的贱人。夜深人静时，龙梅阁的院墙摸进了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快去报官，就说我们顾府出了贼，贵重东西丢了，要捉拿归案。随后又问道：对了，
安排的人还没从龙梅阁出来吧？谢氏还没有什么行动吧？老祖宗您放心，龙梅阁早就被我们的人看起来了，就连一只苍蝇都不可能飞出来。顾老太太算是彻底放心了。大爷呢？大爷没有出门吧？昨日让徐氏通知大爷，今日来休憩谢氏的事，应该知道了吧？母亲，快点去丹凤堂，孩儿是一刻都不想等了。二公主可是等这一天等好久了，等拿到休书，二公主肯定会高兴坏了。若她知道我要休了她，恐怕只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到时自己另娶公主，只怕到时候长子都能混清。既然这么急切，那就走吧，捉奸去吧。顾北轩脸上振奋的心情一僵，不可思议道：捉奸？不然呢？这种见人婚前连失贞的事情都能干出来，你以为他还能为你守着？金元，我要杀了他！母子二人带着官差在府里象征性的检查了一番后，便来到龙梅阁。顾北轩自从顾老太太说出捉奸二字后，整个人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直接一脚将龙梅阁的门踹开。金元，大白天在我们府里偷人，真当我顾北轩是你捏的不成？顾老太太和徐氏傻了眼，以为这里面丫鬟婆子睡了一地，然后他们可以直接来到谢景云的房间捉奸。但现在情况是，龙梅阁一屋子丫鬟婆子正在围观谢景云和梁妈妈下棋。姑父真是好教养，一大早老太太就带着儿子和2个不相干的外男来闯儿媳妇的院子，说出去不怕惹了外面人的笑话。金元，你别想伪装，奸夫呢？快将那奸夫给本大爷提溜出来！今日我变了解你们这对狗男女。奸夫，你们母子2人为了得到我的嫁妆，可谓是煞费苦心。今日直接给我安个通奸的名声，该不会这带来的2个官差就是你们安排的奸夫吧？2名官差吓得直接后退了好几步，连忙撇清关系道：我等是老太太从衙门请来调查昨日顾府失窃案的，顾夫人可不要胡说。少说废话，别以为你装的若无其事，我便不知道你干了什么肮脏事。你若真的没有猫腻，这么多人聚在这院子里做什么？大爷，您说的话都是丧良心的很。我们和小姐在下棋，谁能想到一家子的老祖宗会带外男进入自家儿媳妇院子里？只有那不成体统的人家才会这样做。激怒，住口！你家小姐自己肮脏不堪，还要羞辱我顾府的名誉，今日也便一剑斩了你！说着，顾北轩便拔出剑，向着梁妈妈刺来。旁边的婢女一脚将顾北轩手中的剑给踢落。顾北轩，你欺人太甚，真当我谢家无人了吗？是你欺人太甚，你们几个给我搜，今日我一定要搜出这个奸夫来！敢问你们为何要污蔑我？要是不给个说法，今日谁都别想搜我的屋子。就算是闹大让外人看了笑话，这个羞辱我也不会忍下。你非要给个说法，那我就给了。昨夜有丫鬟看府中进了外男，一晚上没出来，你说说这事你能说得过去吗？搜可以，只不过这府里进了外男，老太太只搜我一个，怕是不妥当吧？知道的以为老太太是为了家宅安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故意放了人进来，往我身上泼污水的。这一番话说中了老太太的心思，顿时脸色不好看了起来。这是自然，当然不会只针对于你，其他人的房间都搜下了，只有韵儿那里的院子没有去过。你就这么看不得韵儿的好？你怎么这么恶毒？合着这些话对着我就不是恶毒，对上你自己的女儿就成了恶毒，也难怪如今燕京城都骂老太太是个……骂老身什么？骂您是个老毒妇呢？你这个忤逆不孝的玩意！我顾家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都给我搜！今日若搜出那见不得人的奸夫来，必将你当场休弃！顾老太太一声令下，她带来的那些丫鬟婆子立刻忙碌了起来。去姑奶奶的院子里给我搜！不等顾老太太发作，谢景云又看着她笑道：老太太，若今日能搜出我与人通奸也就罢了，若是搜不出，今日的事我们还要算算总账。一群人在龙梅阁东翻西找，恨不得连院子里的地都翻出来，可无论他们怎么找，安排的大活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怎么也找不人。就在众人茫然间，忽听一道丫鬟的声音传来：找到了，奸夫找到了！水性杨花的贱人，果然是下作的玩意！你这样的货色，竟然能当我们顾府主母这么多年，顾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光了。为了故意恶心谢景云，他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哭诉：我可怜的轩儿，怎么就娶了这么个下贱婆娘？以后在燕京城要被人笑话一辈子了。下贱玩意，嫁到我们顾家，原就是为了恶心我们顾家的。一旁的徐氏也不甘示弱：天爷哟，这简直是人尽可夫的玩意，哪家大家族能忍得了这样的事哦？一边哭诉主家的可怜，
一边看向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官差道：“两位官差大人，这可是顾谢两家的家丑啊，还请你们不要泄露出去，不然我家大爷和老太太没法见人了。”奸人，你果然背着我偷人，我要杀了你，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顾北轩愤怒往谢景云那张脸蛋扇去，然而又被丫鬟一脚将顾北轩整个人踢飞了。谢小姐的脸岂是你这个草民可以碰的？丫鬟退到了谢景云身边，对他小声道：“谢小姐放心，太子已经照您的吩咐安排好了，不会有任何差错。”谢氏，你偷人这件事已经找到奸夫，你可认错？老太太，您叫谁认错呢？你也太心急了吧！就算你女儿和人私通，但人还没见到，就这么定罪了可不好。顾老太太和徐氏看见这男人的长相，却是一惊，这怎么完全不是他们安排的那人？你什么意思？你所谓的与人通奸的男人，可是从您亲生女儿院子里，也就是咱们顾府的姑奶奶房里搜出来的。抓到的时候，这厮还在姑奶奶床上呢。老太太，您说这怎么办啊？两个官差都在这看着呢，家丑可不能外扬啊！不可能，我家月儿一向守本分，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一定是你，是你这个贱人，自己偷人还不算，还想将这污水泼到我们月儿的头上。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将他打死，直接打死！顾老太太气得心肝肺都疼着，那可是她的宝贝女儿，这贱人竟然出了这么下三滥的招数，直接就将她的韵儿毁了。你果然像母亲说的那般，一直嫉妒韵儿。她不过是一个女孩子，和你有什么仇恨？你自己偷人不承认就算了，还将这个污水泼到韵儿的头上。你们谢家当真是蛇蝎一窝，没一个好东西。当真是好算计啊！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要将这些脏的臭的都往我身上泼，我看你们顾府是不见黄河不落泪。谢景云一直冷眼看顾家人的表演，看向碧青道：“顾北运带来了吗？毕竟是偷人的事，可不是污蔑在别人身上就可以解决的。”碧青点点头：“回小姐，这会人就在龙梅阁院外呢。”合离了，合离了，期待已久的合离终于来了。你们放了我，放开我，我自己会走。母亲，一会你们可要给这些贱人好看，他们敢对我无礼，通通发卖了。韵儿，你告诉娘，你是不是一点都不认识这个人？都是谢氏往你身上泼的脏水。顾北运正想否认，那名男子开口了：“玉儿，不用害怕你母亲，你我二人两情相悦，怎么就成了偷人了？前半生他已经毁了你，后半生由我来照顾你。玉儿，你相信我，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我家财万贯，并不贪图你什么，只要你能嫁了我，我立马娶你回家做少奶奶。”顾北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本来是想死不承认的，可看到这李郎不仅眉眼像太子殿下时，而且家境优渥，他要什么都宠着他，顾北运狠狠心动了。原本以为是谢氏故意嫁祸月儿，可如今看来，谢氏这是误打误撞，撞破了月儿和他人的私情了。顾老太太心中难堪，但眼前的局势不能退步。月儿，休要听男人胡言乱语，你与此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切都是谢氏这个毒妇泼在你身上的污水。只要你说出真相，以后你干什么，母亲都应你。男子又抢先开口：“玉儿，别听你母亲的话，她就是自己过得不好，也看不得你们这些儿女过得不好。你看看你弟弟，被他搅得家宅不宁。玉儿，相信我，我一定明媒正娶，八抬大轿将你娶回家，让你做富家少奶奶。往后你也不需要惧怕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我都替你扛着。”顾老太太差点气到吐血。既然不是我家姑奶奶偷的人，想必就是盗窃贼人了。去盘点下各院都少了些什么，直接送去官府，坐个几年大牢吧。玉儿，你快救救我啊！我不想坐大牢，我还想娶你做我们家少奶奶呢，让你奴仆成群，锦衣玉食一辈子。现在若是进大牢，我就完了。这一下顾北运也是有些急了，他这辈子还没被男子这样珍惜过。毒妇，活该夏儿不喜欢你，竟然这么狠的心肠，动不动就将人送去大牢。那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李郎是我顾家未来的姑爷，你不仅不能对他无礼，还要当做贵客一般招待。哦，原来是未来姑爷啊，真是失敬。顾老太太恨铁不成钢：“韵儿，你可知这样任性的一句话，将母亲的算盘全部毁了呀？”老太太，这就是您所谓的捉奸，原来您是为了捉自己女儿的奸啊！实在不好意思，两位官差，今天让你们看笑话了。这家丑不能外扬，还希望你们出去不要多言啊！一旁的顾北轩最忍不了谢景云这得意的脸，哪家妻子在夫君面前这般张狂的？奸人，我们顾府出了这样的事，你是巴不得让所有人知道是吧？我告诉你，休要张狂，今天我便要将你……轩儿，你在这里说什么？既然都是误会，
不要再说了。顾老太太早就是谢景云的嫁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怎么可能让她带着嫁妆走？必须是让谢氏身败名裂后才能休妻。可顾北轩现在是一刻也等不了。母亲，我已经受够这个女人了，今天谁来了都不管用。我顾北轩今日一定要休妻。说完，恶狠狠看着谢景云。谢氏，你多年没有子嗣，是个大罪。今日我便要休了你，你可有什么话说？谢景云不敢置信，竟然就这么简单的放他走了。当真？顾北轩还以为谢景云被吓傻了。哼，当然是真的。今日我便要休了你。轩儿，不可，万万不可呀！母亲，你不要再说了。今日谢景云我是休定了。顾老太太想到还有个公主等着进门，这反对的声音也慢慢弱了下去。谢氏，你不好好侍奉夫君，走到今日这地步，都是你咎由自取。念在你在顾府生活多年，老身到底是心软了。你将嫁妆留在顾府赔罪，以后顾谢两家便各不相干。你和轩儿从此男婚女嫁都随意，你觉得如何？顾老太太可谓是将无耻的嘴脸发挥到了极致。顾老太太这样说话，是当真以为我谢家没人了？梁妈妈，去谢府送信，就说这顾府设计我8年没有子嗣，如今还想抢谢家送来的嫁妆。谢氏，你简直不识好歹，这是老身给你补过的机会，不然你顶着被休弃的名声能好看吗？若是肯将嫁妆留下来补过，我可以同意你和轩儿和离，休弃还是和离，你自己选吧。谢景云根本没理会，和离这么大的事，需要谢家和顾家都在场，也不是他一人能决定的。我的儿，这些年可苦了你了。不管如何，谢家永远是你的后盾。谢氏这么多年没有给轩儿生个一儿半女，委实不像话。这嫁妆便留给顾家作为补偿，两人可以好聚好散。不要脸的顾家人，为了这么点嫁妆，中间闹了多少恶心事？当真以为我们谢家不清楚呢？要不是小妹拦着，我早就教训你们一通了。你们羞辱谢家的事，还没跟你们算账呢，还敢拿这件事威胁，做吗？你们还敢说？要不是谢氏婚前不结。话还没说完，谢家三哥直接一脚踢了过去。畜生，这般言论你竟然也敢威胁出口？为了一点银钱，你们顾家当真是不要脸皮了！我今天打死你这个畜生！谢家三哥想动手，已经不是1日2日的事了，逮着机会将顾北轩一阵猛踹。你这个丧良心的，你夫君被打，你都不拦着一些，你们谢家还怪我们休了你，这能怪我们头上吗？说的什么混账话！我们谢家的女儿巴不得离开你们顾家，真以为你们顾家是香的，人人都想进似的，当着我们的面就往我妹妹身上泼脏水。你们顾氏这帮人，今后我们谢家一个都不会放过。本来是有谈判的余地的，顾北轩一句谢氏婚前不结，算是彻底惹恼了谢家。既然两人已经两看相厌，那就和离解决吧。顾家的，你若肯听劝，以后这两人男婚女嫁各不相干；若是不听劝，有什么后果，你们这一支自己担着，日后有什么麻烦，也和我们顾家无关。顾老太太气得牙痒痒。和离是不可能和离的，谢家若是不做出补偿，谢景云永远是我顾家的人，别想回谢家去。是吗？既然你们不想我回谢家，那我谢景云就一天还占着你们顾家主母的位置，我可不着急，就怕有的人着急。做梦！就你这样的已经占了顾家主母这么久了，我已经受够你了，还想继续做顾家的主母，下辈子都没这个可能。轩儿，顾北轩不耐烦地打断了。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将要做什么。母亲，这是我和谢氏之间的事，作为他的夫君，我有权利处理这件事。我答应和谢氏和离，只要他日后不会再后悔，求着我回来，和离就和离。不行，必须是休弃，不能和离。真当我们谢家好欺负？敢休弃我谢家的女儿，你们顾家有几条命够完？顾家的族人现在可不知道这位母子有什么倚仗，一个个还是欺软怕硬的主。够了，你们母子将顾家闹到这一步，还不够惹人笑话的。既然两看相厌，直接和离便是。顾老太太还想说什么，便被族老打断道：怎么，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难不成你们母子想单独从顾家分出去？最终在儿子强硬的态度和族老力挺之下，两家终于达成了和离的协议。不过片刻，顾北轩终于将和离书写好，谢景云接过后忙上前去按了手印。对他这样一个残花败柳来说，顾府已经待他不薄了，多少女人羡慕他这个位置啊！这个贱人当真是不知足。好了，和离书一人一份，以后男婚女嫁再也不相干。不能和离呀，谢家欺人太甚，
这么多年连个孩子也没生，竟然丝毫不补偿，这不是仗势欺人吗？眼见着自家三哥又忍不住动手了，谢景云忙拦了下来。既然已经和离了，就不用再管他们了。如今还是赶紧离开谢家，我的嫁妆早就吩咐清点好了，今日只需要搬运回府就可。谢景云和离当晚发生了一件比他和离还要令人震惊的事。只要女人一和离，京城就会发生一件很离奇的事情。太子殿下突然得了重病，无论宫中太医还是民间神医都无人能医治，一时间整个朝堂都慌了，民间百姓也乱了起来。真是天妒英才，太子殿下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得了重病？自家小姐和离这件事上，太子殿下可是出了大力了，要不是他请来的李郎，顾北运如何会上当受骗？谢景云更是心神不定。这几日可曾见到信哥？从昨晚到现在，再也没有看见信哥了。往常都是随叫随到的，也不知道太子殿下究竟是什么情况。谢景云心里更乱了，他必须前往太子府走一遭，否则这辈子都难安生。梁妈妈，我走一趟太子府，要去看望一下恩人。可是小姐，您现在可不能随便出去啊。通常和离女子只能待在自己的小屋子，不可随意走动。不管了，太子殿下与我有恩，这一遭我必须走一趟。太子府外已经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了，不仅达官贵人想来看望太子，一些百姓也是跪在太子府门前，不断祈求上天保佑太子早点好起来。谢景云甚至还没来得及自报家门，便被门前的侍卫礼貌婉拒了。当真，谢小姐亲自来看望了？见侍卫点头，他很欣喜，派个人私下转告他，本殿很开心他能来看望我。殿下，要不要属下将谢小姐接过来？不可，本殿现在身染风寒，她一个弱女子，不可近身，岂不是害了她？见侍卫还要说什么，莫景又吩咐道：她一个人走来的吧？想必这会也累了，一会派人接触的时候带些糕点和茶点，另外盯着点谢家其他人，别让她这段时间受了委屈。谢景云从太子府门前离开后，不到片刻，便被太子府侍卫拦下了。谢小姐，我家主子说您能亲自来看他，他很开心。这些是糕点和茶点，谢小姐有需要可以慢用。你家主子现在怎么样？这才是谢景云最为关心的问题。虽然世家和太子一直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对于天下万民来说，他是个好太子。回谢小姐的话，我家主子的身体情况事关重大，不太方便透露，还请谢小姐能理解。谢景云也没有多问，接过糕点。我知道了，多谢侍卫大哥亲自告知。回府的路上遇到了不想见的人。谢氏，你怎么在这里？谢家不是应该将你封锁在小黑屋里吗？你竟然跑出来了！顾北轩见谢景云一身丫鬟打扮，心里这才舒服了些。这谢氏离开顾家以后，果然过得很不好。谢景云不打算理会顾北轩，直接越过他，向着回府的方而去。你跑什么？怎么现在过得不好？见到我落荒而逃？谢景云懒得理会他的幻想，继续前行。谢氏，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急着走是什么意思？对了，刚才公主来过这里，你是不是见过公主了？该不会公主因为我难为你了吧？顾北轩这样一想，觉得还真有可能。方才有人传言，有人和公主起了冲突。我可警告你，虽然你我曾经是夫妻，但是和离后便没了任何关系。你若是敢做出惹怒公主的事情来，我绝不会饶了你。谢景云这才停了脚步，转过身看向顾北轩：你口中的公主究竟是哪位？顾北轩见他终于装不下去，有些得意道：别在这装糊涂了，你刚才不是已经和二公主起了冲突了？怎么？难道二公主没有告诉你她为什么找你麻烦？你确定是二公主？谢景云心里有了某种猜测，但却又不确定。不然呢？你以为我为什么和你和离？想必谢氏这会心中也是有些悔意了吧？因为你坏且蠢。谢景云留下这一道嘲弄之后，便头也不回走了。顾北轩只觉得自己唱了半天的戏，本以为是主角，却被谢景云当成了小丑一般。谢氏，要不是你，本世子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地步。公主早就倾慕于我，要不是你从中阻扰，我早就成为了驸马爷。明真和明珠也不会被害到这地步，早就成为郡主了。甚至陈燕也有可能是小郡王了，就因为你耽误了我们整个顾府的未来。难道到了今天，你的心里竟然还没有半点愧疚吗？谢景云本来想让顾府自生自灭，可顾北轩今日恶心到自己了，心中便有了计划。说完，顾北轩着急地向着公主府赶去。他还想像以前一样大摇大摆走进去时，却被一个极其衍生的门房拦住了去路。哪来的闲人？这可是公主府，岂是你能进去的地方？去，赶紧走开！你是新来的吧？你可知道我是谁？门房虽然是新来的，但是对顾北轩这个人府里的管家可是提前交代过的。不知好歹的东西，这可是公主府，我管你是谁，赶紧滚！
顾北轩这下也怒了，下贱蛮夷，你是没长眼吗？看清楚，我是谁？我可是你们未来的驸马爷。说着，顾北轩直接大摇大摆要入府。怎么的？我好声好气和你说，让你出拳，竟然还让你越发嚣张起来，还下贱的玩意！今天我便让你看看谁是下贱的玩意！大家伙都出来看看，这有个败坏我们公主名声的癞蛤蟆，自称自己是驸马爷，你们说怎么办？只见公主府出来了5、6个身拿木棍的打手，皆面容不善的看着顾北轩。顾北轩这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连忙道：我真是你们的驸马爷，若是不信，就去通报公主一声，就算你们公主见到我来了，都要亲自迎接我。你们确定敢这样对我？哪里来的不知好歹的癞蛤蟆，竟然敢破坏我们公主的名声，给我狠狠教训一顿！活该，也不看自己什么德行，竟然敢当街宣称自己是驸马。要是本公主当真对他有意思，只怕名声也被他毁了。好在本宫向来不在意这些恶心人的玩意，这纯粹是没将公主的名声放在心上，只因为想抬高自己的身份。这样的男人也配当男人？哪像咱们的太子殿下，那是拿自己布局，也要小心保护好谢小姐的名声呢。咱们的太子爷才是顶天立地的男人。皇帝自然是这世界最好的男儿，这些是前半生遇人不淑，几乎是毁了，后半生能遇到皇帝，也是他有福气。那是自然，不过公主殿下，这谢小姐日后不会真成了皇后吧？她可是2嫁之身，太子殿下不会那么糊涂吧？2嫁之身又怎样？只要皇帝想抬，她就是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什么？没有见到公主？你这一天出去是干什么了？顾北轩不得已，便将自己一天的经历说了出来。也不知道出了何事，公主府都换了新人，害得我今天丢了好大的脸。日后我成为驸马，定要将这些下贱之人狠狠打一通，然后发卖出去。顾老太对2公主越发的不满，这小娼妇还是公主呢，做事情竟然这么不靠谱，换人竟然没提前和你这个夫君商量，害得我儿如此受苦。日后嫁到顾家来，是要狠狠立一立规矩了，否则日后更无法无天。目前我总觉得有几分不对劲，虽然门房换了人，但是我在公主府门前闹这么大的动静，公主怎么可能不知道？她该不会恼了我吧？顾老太太最见不得自家儿子为别的女人担心的模样。想什么呢？许是这几日太子殿下病重，公主心里烦，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这才没有心思见你的。顾北轩一听到这，瞬间被说服，人也来了精神。不行，公主现在想必是最难受的时候，我要去公主府一趟，陪在她身边。你站住，像什么样子？人家才刚打了你，你现在就贴上去，你这样不会有女人看得起你。公主怎么会看不起我？她这副模样，顾老太太心里更加厌恶2公主了。这女人都是拿桥的动物，你越是贴着她，她越是不给你好脸色。你冷她几天，她就会主动来找你的。顾北轩有些不信，公主会来找我？当然，你有这时间关心她的心思，还不如多多关心燕儿。最近这几日，她经常往外跑，也不知道究竟在做什么。顾北轩听到这，只能压制住自己心里的想法。顾老太走后，顾北轩喊来小厮：小少爷最近都在干什么？你可知道？辉爷的话，小少爷最近好像在忙着拜师。拜师？你确定？是的，小少爷现在可懂事了，一心想拜的名师好好学习呢，还说要超过谢氏的子弟，给爷您争一口气呢。顾北轩听到这，总算开怀了。陈燕这孩子有志气，你去告诉他，让他自己不要费心这些了。等我成为驸马爷，我让太傅教他，还能愁没有未来吗？小姐，不好了，景夏小姐今日突然回谢家，还特意来看您。现在族人已经知道了您今日出府的消息了，族长也来了，您要不要避避风头？当年在闺阁中，谢景夏没少对他翻白眼，他若是知道自己擅自出府，一定不会放过这教训他的机会。不必了，躲得了今日，躲不过明日，进去看看吧。前厅整整一屋子的人，看这架势，谢景云也知道今日的自己落不到好了。谢景云，你乃和离之身，不在小院子待着，跑出门做什么？谢家能容你归家，还能让你在院子里待着，已经对你是特殊了。说这话的乃是坐在上首的老族长。谢景云没有做过多的解释，直接跪了下去。景云之罪，今日无论家族给予我什么处罚，景云都认。阿云，你向来乖巧，今日出门定有不得不出门的理由，是不是？小妹，你这说的什么话？你有什么苦衷？
赶紧说啊！阿云，你放心，有什么委屈你尽管和母亲说，我还在这呢，娘一定会保护你的。谢景云知道母亲误会了。母亲，我并未受什么委屈，今天的确有我不得不出门的理由。我一救命恩人有难，人家多次帮我若不出门探望，心中实在难安，因此触犯家规。景云不为自己辩驳，便娘放心，这是景云该受的。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傻？谢老夫人是真急了，看向一旁的谢府道：老爷，您看看，我都说了，允儿出门肯定有她的道理，是为了探望救命恩人去了，这种情况可以放过吧？谢老夫人的话才刚落下，一旁的谢景夏上前一步道：大伯母，您虽然是当家主母，但也不能如此偏袒自己的女儿吧？按照谢家家规，和离后回归谢家的女儿，永远不能再抛头露面，这是我们老祖宗定下的几百年的规矩。如果今日规矩被谢景云打破了，外人会如何看待我们谢家？他们会说，原来百年世家的谢家也不过如此，规矩可以说破就破的。发现除了自家爹娘和哥嫂之外，其余的谢家人皆对他投来了厌恶的眼神。锦夏说的在理，锦云，你这次给谢家丢脸了。祖老一发话，谢家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讨伐谢景云。可只是丢脸，现在我们谢家简直成了笑话。我婆家人笑话我，说我平日把谢氏闺女的派头当真可笑。谁说不是呢？我婆家的人从前生怕得罪我，家里的规矩都比照谢家来，现在知道祖姐被人休弃，家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味。谢景家听得青筋暴起。够了，这件事本就是顾家的错，就算不是景云嫁到顾家，旁人嫁了，最终的结果也是一样。你们不去讨伐顾家，讨伐自己的族人有什么道理？若是顾家好好待人，我们谢家的女儿怎么可能走到和离这一步？谢景家这话落后，谢家族人越发不满。我们谢家的女儿，除了她会嫁给这种男人，文不成武不就，还不如嫁个有出息的寒门举子呢。她自己识人不清，连累我们谢家被人看笑话，难道还要同情她不成？这话谢景云还真没法反驳。谢景荣这个大哥却是站出来了。阿云自小心地善良，对人没有防备，她嫁人入顾府，是被人遭了算计。说来这件事还和你们三房有关，当日若不是锦夏你约阿云出去玩，她又怎会被人算计了？谢大哥在谢家小辈中一向很有威严，只要他一露面，小辈们都闭了嘴。好了，景荣，这件事我和族中长辈已经有所定论，你就不用插手了。锦云已经破坏了谢氏的家规，按照族中的规矩，罚10大板，送入寺庙，余生带发修行。谢老夫人受不了这结果，哭了出来。老爷，你说句话，咱们家的允儿一向娇弱，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惩罚？她一个姑娘家怎么能挨板子？传出去还怎么活啊？谢老爷也忍不住了。族长，锦云已经知错了，看在他认错态度良好的份上，可否免去他的板子，拨个小房间，让仆人专门看守着可好？这一次我敢保证，绝对不会再放他出去。族长不想再听谢老爷子多说，直接大手一挥道：将人抬出去打板子，老夫会找人盯着，若是敢私下放水，放水的人也等着挨板子吧。与人和离回娘家，就会被打10个板子。早在他和离那日，就一头让他撞死。谢氏族长，可否借一步说话？族长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丫鬟语气很不喜，正要呵斥，却在景月拿出袖中的令牌时，眉目一正：跟我来吧。等二人再出来时，族长看谢景云的眼神变了。你今日当真是探望救命恩人了。谢景云看了一眼景月，见他微微点头，他心下感动，看来景月是为了救他，搬出太子殿下。回族长的话，是的。你那救命恩人可是在那个方向？族长指了指太子府的方向。谢景云点了点头。族长上前一步，将谢景云从地上拉了起来。好孩子，你果然是有情有义之人。今天的事念在你是报恩的份上，族里便不和你计较了，板子免了，以后你就继续住在谢府的宅院里。不过以后万万不可再踏出小院一步，听到了吗？谢谢族长爷爷。族长哈哈一笑，并未停留，也不给众人解惑，便离开了。怎么回事？不是说好的处罚吗？族长怎么突然取消了？你这丫鬟，你到底和族长爷爷说了什么？他怎么会突然取消对谢景云的惩罚？我和谢家的族长说了什么？关你什么事？景月明着是谢景云身边的丫鬟，实际可是太子培养出来的高手。
你这丫鬟当真和你主子一样讨厌？你主子现在落寞了，你还这么高调，当真以为我们谢家拿你主仆没办法？你若想耍小姐威风，拿你自己的人去耍去。景月是我的丫鬟，还不是你能骂的人。劝你们一句，我家小妹就算现在和离了，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外人不行，家人更不行。这几日晚间可能要麻烦你看守一线了。怎么了？可是有什么事会发生？谢家族人有很多疯子，为了名声，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他们很可能会派杀手过来解决我，然后谎称是仇家，或者嫁祸给别人，或者制造一场意外，让爹娘抓不住证据的。景月听了为之一颤。谢家人这么疯狂？家族有一些人可以疯狂到为了维护家族的名誉，可以连自己的命都不要的，更何况如今是别人的命。我知道了，你放心，景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谢景云将此事交给景月后，便高枕无忧了。接下来几日，倒是一片风平浪静。小姐，顾府那丫头竟然找到这了，一口一个母亲叫着，她可真是厚脸皮，竟然还想利用这层关系呢。可是顾明真小姐从小就聪明，一猜就中。不是我聪明，是我派人让她来的。梁妈妈这下震惊了。小姐，你怎么还和那家人扯上关系了？我们好不容易从泥里爬出来，现在落到这个份上，可都是和顾府脱不了关系。你不会看顾明真为你说了几句好话，就对他心软了吧？妈妈不用着急，我自然没有心软。你说这样的顾明真，若是身上有了点银子，在顾家一大家子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会怎样呢？梁妈妈听到这，眼神一亮。小姐，您是说要给如今的顾家人添把火？只是穷困潦倒怎么够呢？前世的他可是被这群人害得连畜生都不如，今世他又怎会让这些人好手好脚的？我明白了，我这就去见他，反正不过是打发一些银钱的事。顾明真在谢家门前等了许久，终于等到目标人物出现，上前一阵寒暄，假装他很担心谢景云这个曾经的嫡母的处境后，便心满意足地带着50两回去了。他再也不想回到顾家那座宅院里，去城南还可以安安稳稳地过几年的日子。曾经繁华一时的顾府，在主母和离之后，竟然连顿饱饭都吃不了了。现在家里的仆人只剩下徐氏和爹爹身边的小厮，他却不知道，今日他的一切都被徐氏紧紧盯着。老太太那边有故意透露行迹吧？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真正的好戏才开场呢。老夫人，果然如你所料，那小贱人真的去了谢氏哪里？是姓梁的给开的门，还给了他1包银子呢。好家伙，拿到银子完全没有孝敬您的想法，自己一个人跑到城南宅院快活了。这个丫头简直就是白眼狼。徐氏想到，若是顾明真将这包银子带回顾府，他们也不至于混得这么惨。孽障，说他是孽障都是轻的，我疼了他这么多年，他为了这点银子，将老身的名声都毁了。我看他哪里是老身的孙女，简直就是一个妖孽。那老夫人，现在咱们该怎么办？那姓谢的出手很大方，那包银子鼓鼓的，我算了算，起码有50两银子呢。去将那银子抢回来，一个小贱蹄子罢了，他们还能有你们力气大？抢倒是好抢，就是明真小姐那脾气，若是急起来，不知道她在外面如何败坏老夫人您的名声呢。以后您可是那公主的婆婆，若是被她坏了事，可就不好了。放心吧，这样的事老身早就想好怎么处理了。你们找个晚上去把她钱抢了，然后灌一碗哑药，让她永远说不出话来。明儿一早，再当着众人的面把她押回来，一路押，一路哭诉，就说她把侯府的家当都偷走了，以后让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怎么过活？徐氏听了，整双眼都亮了起来。这个办法好，不仅让她有苦说不出，就算以后二公主嫁进了进来，一个哑女也破坏不了老夫人的形象了。顾老太太得意道：正是，一个哑女，以后生活在顾府还不忍老身揉捏，这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可怪不了老身心狠。当天晚上，顾明真还在城南宅院沉沉睡着时，突然口鼻被人捂住了，这动静一下将顾明真惊醒了。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下一刻就硬生生被人灌入了一碗汤药。小贱蹄子，这一下你被毒哑了，以后还怎么坏老夫人的好事？顾明真当下恨得不行，徐氏竟然知道他在这里，那岂不是代表府里那个老太婆也知道？顾明真惊出一片冷意，想开口出声时，却发现自己的嗓子传来奇痛，没一会便痛昏了过去。嘿，我要嫁给太子了，那可是太子殿下啊！没想到
他在这边祈祷了半天，那只神蝶直接绕过了他的头顶。快看，神蝶落下了，他找到太子殿下的新娘了。不可能，神蝶怎么可能会落下？我才是太子殿下命中的新郎，这不是神蝶，这造假吧？周遭对他投来了看白痴一样的目光。这神蝶选中的人竟然是谢家的三小姐，这不可能了。顾老太这辈子最不愿的就是看谢景云和太子牵扯在一起，哪怕是冲喜新娘，他也不乐意。你们眼瞎了吧？太子殿下可是说了，他要找个身家清白的好姑娘。这谢家的三小姐可是嫁过人的，而且因为犯了错被夫家休弃了，怎么可能被神蝶选中？这满含恶意的声音落下后，人群一片哗然。这怎么可能？不是说神蝶最显神通吗？这搞错了吧？谢家的，你该不会为了嫁给太子殿下疯了吧？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手脚？顾老太更是趁机道：这女人为了上位，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这可是太子殿下救命的关键，她竟然也敢添乱，拖出去，直接送入大牢吧。是谁对神蝶不敬？墨景穿着一身大红的喜服走来。你就是被神蝶选中的新娘。太子殿下，您可不要被这个女人欺骗了，这位可是我顾府休憩的女人，犯了错的女人竟然还敢出现在这里，您身份高贵，可千万不要选这种人冲喜啊。本殿怎么记得谢家女和顾家之前是和离，不是休憩，也并没有听闻谢家女犯了什么错。听闻顾家老太狠心到要害死自己的亲孙女，该不会就是你吧？墨景轻轻一句话，霎时间便让舆论反转，周围一句句骂人的话袭来，顾老太也是要脸的人，有些顶不住了。殿下，这是草民之前的妻子，草民要在这里澄清一点，草民之所以8年没有和谢家女同房，不是传言所说为了拿捏她的嫁妆，而是因为她婚前不洁。殿下您不要被她欺骗了，您千万不要选了这女人，污了您的名声啊！顾北轩这番话比顾老太那番话杀伤力还要大，毕竟女子婚前不洁，在这个时代那是可以被浸猪笼的。顾北轩，你欺人太甚，现在竟然还往我身上泼脏水！今日我就算这条命不要了，也要你还我和我谢家女一个清白。墨景眼眸薄凉如水，他找了8年的女人，竟是在他眼皮子底下被人诋毁。谢小姐，你不用在意他的话，神蝶选人一定是神家再清白不过的小姐，你8年未和她同居，说明你已经被神蝶认可。不过为了让你日后不遭人诟病，本殿这边从皇宫里选了几个嬷嬷，可以到马车里亲自验身，也可以昭告天下，我墨景娶的太子妃绝对是清白干净的好姑娘。顾老太的神色一下变得惶恐了起来，顾北轩丝毫不觉，反倒得意地看着谢景云。太子殿下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可敢让宫里的嬷嬷验身？谢景云没理会他，只看向墨景。太子殿下，若是能证明我的清白，这个肆意毁坏我和谢氏清白的人，可否能受到惩罚？自然，我依你说问。那好，这个验身我愿意参与，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整个谢氏女眷的清白。谢景云话落之后，便有2个嬷嬷迅速走了过来。谢小姐这边请吧。忽然手中被塞了一张纸条，对方你伸手快的让人看不清。等到了马车，谢景云才摊开，只见纸条上写着：太子殿下身体无恙，重病是假的，身体极其健康，可嫁。他将纸条收好。不是验身吗？嬷嬷们却对他一笑。小姐您身份贵重，哪里是我们能验的？太子殿下说了，他当然相信小姐是清白之身，让我们走个过场就好。若是真验身，是对小姐的折辱。听到墨景的话，心里也是一暖。除了爹娘和大哥对他如此爱重，谢景云还从没被别人如此珍重过。但皇家的儿媳可不好当，谢景云内心实在挣扎。谢小姐，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去吧。回殿下的话，谢小姐如今还是完璧之身。只一句话，瞬间场面便炸了开来。竟然真的还是完璧之身，这顾家人当真歹毒，到现在还想诋毁谢小姐，究竟是造了什么孽，竟然会嫁给这种人家？顾老太慌得不行，拉着顾北轩道：儿啊，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再不走就没机会了。顾北轩却像是完全没有听见一般，惨白着一张脸，不可置信道：完璧之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太子殿下，是我娘亲口告诉我谢氏婚前不洁的，我母亲亲眼所见还能有假？母亲，你告诉太子殿下，当年你看见的真相。顾老太吓得浑身一抖，连忙甩头道：不知道，老身什么都不知道了。老身年纪大了，怎么还能记得当初的事？见顾老太想糊弄过去，墨景并未开口询问什么，只是将眼神放在一旁同样慌乱的顾北运身上。这位小姐好生眼熟，只一句话，便让顾北运吓得连忙往后躲。本殿想起来了，你不就是当年冒充本太子的救命恩人吗？不等顾北运有所反应，
继续道：“说来也是巧了，神蝶选的太子妃，正是本太子寻找多年的恩人呢。”这一席话像是一道雷，直接劈在了顾老太太的头上。顾老太太终于反应了过来，从和离之前，二公主对轩儿的热情，和离之后再也找不到人。你算计好的，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你早就认出谢氏了。王老身算计了这么久，还是让你们得逞了。墨景根本没打算理会他，只柔情地看着谢景云。如今已经向大家证明了你的清白，对于污蔑你的顾家人，你打算如何处置？本殿今日一定会为你做主，无论你提什么要求。顾北轩脸上如同五雷轰顶。体罚吧，将顾家人拖下去，杖50。谢景云心中一咯噔，皇宫侍卫的50下，那可是能直接要命的。他还要让顾家人互相残杀呢。30吧，可以吗？好。顾家人在众人厌恶辱骂的目光中，直接便被人拖了下去。这时候，国师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神蝶选妃已经落下帷幕，太子殿下说了，虽然是为了救他，但无论选到谁，一定要得到姑娘的首肯。谢小姐，本国师现在问你，愿不愿意为了拯救太子，嫁给他？他没想到竟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质问自己，好不容易从顾家这滩深水中挣扎出来，他真的没有准备再进入另一段婚约。有人见谢景云迟迟不应，都快哭了。谢小姐，求求您了，快答应吧！太子殿下的病情真的不能拖了。墨景心中一沉，诸位不用着急，毕竟事关谢小姐的终身大事，当然要让她想清楚了。这样吧，本太子现在将谢小姐亲自送回谢家，和谢家父母当面谈吧。墨景的一番话，便立马挽回了谢景云尴尬的局面。小姐，可否问一句，你在犹豫什么？事情难讨你欢心吗？此刻，墨景眸子里溢满了受伤。太子殿下言重，此事和殿下无关。景云不过是一个二嫁之身，有什么地方的你如此青睐？这天下只要您想要，多的是女人想嫁入太子府，殿下您又何必？可景云，纵使外面有多少女人嫁进太子府，那也不是你。弱水三千，我只想娶一瓢。谢景云感受到这股爱意后，却什么也没说，提起裙子飞速向谢府奔去。终究还是不愿意吗？阿云，今天的事情我和你爹也知道了，而且族中大部分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人都在前厅商讨此事呢。母亲又让你为阿云忧心了。谢老夫人一脸无奈。傻丫头，你是我女儿，不为你担忧，我能为谁担忧？这天底下做母亲的不都是如此？见谢景云没有答话，谢老夫人顿了顿。太子殿下也在前厅，你爹私下和我说，他和太子殿下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低姿态的，可见他对你是用心的。谢老夫人又顿了顿。阿云，不是谢府容不下你，爹娘也能养得起你，但咱们女人家始终要找一个归宿。按娘亲的眼光来看，太子殿下是一个好归宿。他对着你爹和我保证了，只要你嫁过去，以后整个太子府只有你一个女主人，并且保证这一辈子只有你一个女人。母亲，你这是被太子殿下打动了，过来当说客的吧？谢老夫人笑了笑。母亲也是为你好，你爹说了，太子殿下是个有大抱负的人，日后他若登基，咱们燕朝必定海晏和亲，以你之才去辅佐他帝王之命，才不辜负我女儿万般才情。若是我不愿意，阿南阿爹岂不是少了一个乘龙快婿？阿云，你这般调侃，这是答应了。谢景云点点头。其实，在府外我和太子殿下单独说话时，我心里便同意了。不过当着太子的面，并没有明说而已。可是将太子殿下吓得不轻，刚才在前厅对着谢氏族人半分太子的架子都不敢摆，他恐怕以为你不愿意呢。太子殿下既然已经做到这般，我自然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若能嫁给太子，对家族女儿的名声也是好的。还有就是，太子殿下希望今天就成亲。娘思考了一下，嫁入皇家嫁妆可不能少了，否则日后你在皇家也抬不起头来。但这仓促之间置办不了，今日先置办一些，后续再大肆补办。谢景云有些惊讶，今日就成婚，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不用你准备什么，喜服喜娘太子殿下已经全部为你准备好了，绝对不耽误婚礼。墨景听到谢景云同意的时候，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穿上大红的喜服，谢景云还有一些不真实感，她就这样又嫁人了。接着她便浑浑噩噩的被太子殿下抱着上了马。这是本太子的太子妃，往后是能和本太子平起平坐的女人，无需上马车，本太子会护好她周全。伴随着周遭的尖叫声，谢景云浑浑噩噩的来到了太子府，又浑浑噩噩行了一通礼后，被送入了新房。一群女眷围在一起说说笑笑，
有祝福，有贬低的。谢景云正要开口时，忽然走进来一位嬷嬷。太子妃身娇体贵，岂能容你们放肆？太子妃尊贵之躯，不喜欢教训你们这些蝼蚁。老奴身份卑微，却可以下得了手。来人，将这扰了太子妃尊体的几人拉下去掌嘴。这嬷嬷声音落下后，梁妈妈便凑到谢景云耳旁道：“这位是太子府的郑嬷嬷，算是一手将太子拉扯大的。小姐以后要对这位嬷嬷客气点。”谢景云心下了然，又有些震惊梁妈妈的能力，不愧是她的心腹。她才刚嫁进太子府，就已经将太子府的人都了解的差不多了。哟，这谢小姐都没发话呢，就开始急着立威了。知道的以为郑嬷嬷是护主，不知道的还以为郑嬷嬷是看不起谢小姐，刻意赶在谢小姐面前耀武扬威呢。环王妃嗤笑一声，有些不屑地看着谢景云。谢景云怎么会落入环王妃的圈套？郑嬷嬷处理得很好，环王妃，容许本宫提醒你一句，本宫现在是陛下和太子亲口承认的太子妃，你要么尊称我一声太子妃，要么叫我一声嫂嫂，一口一个谢小姐。是环王妃不懂礼数，还是不服陛下和太子的决定呢？你谢氏，你敢教训本王妃？本宫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今日是本宫大喜的日子，环王妃是诚心找刺，存心不想让本宫和太子好过是吧？王妃性子耿直了些，哪里会有这么多弯弯绕绕？倒是嫂嫂如今刚刚嫁入太子府，这太子妃的架势倒是摆着十足。王妃嫁入环王府这么多年，也没这么大派头啊。长姐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都说了环王妃嫁了环王府这么多年，却连基本的皇家规矩都不懂，这一口一个谢小姐的，知道的以为环王妃耿直，不知道的就是天生愚笨。二公主可不惯着这些人，直接将环王妃贬得一无是处。环王妃话还没开口，便听到外面传来一道侍卫的声音：“太子殿下有令，请新房内所有女眷都出来，不得干扰太子妃尊体。”他们竟然直接下逐客令，对于一个王妃一个公主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来日方长，等太子殿下这个大山倒了之后，看他们还怎么猖狂。阿云，我以后可以这样唤你吗？谢景云点点头，他还以为接下来两人要面对十分尴尬的情节，结果墨景掏出一张册子，都给谢景云。阿云，你看，这是我名下所有的产业，以后都要交给娘子你来打理了，可不许叫苦的。谢景云匆匆看了几眼，太子府就这点产业，让他有些不相信，大概只能和他的嫁妆差不多。我之前一直处理政务，钱财上并没有过多保留，有时候灾民需要，我便私补贴了，所以目前太子府的家当并不丰厚。但你不要担心，等海上贸易的船一回来，我们太子府的财富一定不会比国库差多少，你相信我不？墨景这段话倒是让谢景云有些羞愧了。太子可是爱民如子的人，若是资产当真丰厚，那爱民如子岂不是成了假象？已经很好了。墨景心神一松，今日你也比较劳累，晚上早点休息，明日一早还要进宫呢。回来后，这太子府的管家和下人们你还需要照见一下，毕竟以后你才是这太子府真正的主人。与一个陌生男子同睡，谢景云也还是第一次，他有些尴尬。记得他第一次同房花烛夜，顾北轩就被顾老太太叫走了，等第二日那男人便看他处处不顺眼。阿云，你不用怕，我说过今晚让你好好休息，便绝不会做出失礼之事。只因男人先起床，女人就吓出一身冷汗。殿下，身为妻子，我应该先你一步起床的，日后你起床之时，还是先换我起来吧。墨景眉头皱着的几乎能夹死一只苍蝇。不说，谁规定一定要你先起床呢？墨景知道他还不适应。阿云，我娶你过来是为了让你享福的，并非是让你来受罪的。日后我上床要比这要早得多，你只管睡你的，不用理会我。这倒是打破了谢景云的认知，他从小到大被灌输的都是以夫为天的思想，更何况他嫁的还是皇家。好了，不用纠结这些，等会要进宫，还是赶紧起床吧。今日你穿什么？本殿亲自帮你选。谢景云打了一个激灵。殿下，不用，让梁妈妈和碧清进来就可以了。墨景知道他这时还有些顾忌，虽然有些不舍离去，到底还是依了他。小姐，今日太子一早起来就去昭告天下，他身体已经好透了消息，还特意对下人提及小姐的功劳，说您是上天派来的福星呢，恐怕要不了几日，福星的名号就能传遍整个燕朝。福星，谢景云念着这两个字，却满脸复杂。梁妈妈却在一旁正色道：虽然这些是真的，但小姐现在已经成了太子妃了，日后别一口一个小姐了，要叫太子妃。我这就改。阿云，莫怕，无论什么事我都能承担得起，由着你的性子行事便可。这偌大的皇宫，随便遇上一个嫔妃都是长辈，哪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呢？和墨景分别以后，谢景云便被宫人请到了皇贵妃的宫殿。大殿内，
皇贵妃穿着一身明黄色朝服，盛气凌人看着她。谢景云行了一个宫廷礼，人伴跪在那里，但皇贵妃却并没有说平身二字。看来今日进宫，这皇贵妃是有意为难她呀。听说昨日你大婚之际才当上太子妃，就给桓王妃颜色看了，倒是好大的威风。怎么今日在本宫这没有耍威风呢？但很显然，皇贵妃是想借她踩太子的脸面呢。谢景云微微一笑，当众站起身来。皇贵妃这般说，让臣妾很惶恐。明明是桓王妃不守规矩，在我大婚之日故意辱没臣妾，怎么到了皇贵妃的嘴里，成了我耍威风？难不成昨日桓王妃辱没臣妾的事是贵妃授予的？大胆，你就这样和本宫说话的？本宫好歹算上你母后，就算不提皇家威严，在平民家里也算是你长辈，你岂敢这般无礼？皇贵妃娘娘好威严，但可能不太了解一点，您这样的身份，在我们谢家，凡是不是主母的，便都是妾。别说在嫡出大小姐面前矮上一头了，就算是自己的亲生孩子，那也是要喊一声小姐和少爷的。皇贵妃娘娘别生气，臣妾没有贬低你的意思，只是和你普及一下常识。大胆，谢氏，要不是母妃怜你是个二嫁之身，是个命苦的，为你求来太子妃的位置，凭你的身份，不过就是一个冲喜，怎么可能拥有如今的地位？你非但不感激母妃，还当众顶撞于她，谢家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这是想要连同谢家一同怪罪了。谢景云正欲说什么，身后却传来了墨景的声音。皇贵妃娘娘耍威风耍到太子妃头上了，她这太子妃是本殿为她求旨的，贵妃娘娘可没有这个本事为她求旨。景也有一事提醒一下你，你这个位置还是本殿同意才允许你坐上的，如今坐上高位就来欺负本殿的女人。谢景云被这话惊出了冷汗，不知道墨景走这一步是何意。太子殿下慎言，这是皇宫，不是太子府。若是今日之事传到父皇耳中，墨景这太子之位要做到头了。皇贵妃当下也迅速反应了过来，佯装怒道：太子，你这话是连你父皇都不放在眼里了。本宫是皇上亲封的皇贵妃，你一个小小的太子，竟然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比你父皇还高，你究竟将你父皇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皇贵妃巴不得墨景被激怒，说出更加不堪的话语，只有这样，他的桓王才有希望胜出。墨景淡漠地看了两人一眼，拉住谢景云的手：走吧，既然这里惹你不开心，以后不用来这里了。两人上了马车后，方才可是有被惊到。是有一瞬间，但我相信你既然如此做，自然有自己的道理。阿云，我就知道你会懂我，这次假病让我看清楚了，某些人只是披着父皇的外衣，实际那里早就成了妖魔鬼怪。若我走上另一条路，你会支持我吗？谢景云懂这另一条路的意思，沉默半晌后：这条路对你有威胁吗？半分都不会有。那就够了。简简单单4个字，让墨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阿云，日后我必不会让你再向任何人低头。未等谢景云反应过来什么意思，便听墨景对外传讯道：将父皇身边所有贴身保护的侍卫全部撤下，日后只保护太子妃。皇宫内，所有奏折被元德皇帝愤怒地扔在了地上，告状的皇贵妃和桓王妃都吓得连忙跪下。反了，反了！朕看这个逆子真的没有将我放在眼里，狼子野心，岂有此理！陛下，臣妾觉得您还是尽早出手吧。太子殿下不是随口说大话的人，您若是坐以待毙，恐怕不妙啊！赶紧废了吧，他现在已经有造反的苗头了，将他贬为庶民，逐出皇家。若真的那么简单，你以为朕还在这里和你废话？早就直接废了他了。前朝那么多大臣，还有那么多百姓，朕都要给一个交代。若是太子没有什么大错，他们是不会同意的。父皇，儿臣这里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你说。他的那个子本领实在太强了，强到他早就视为眼中钉了。儿臣听王爷多次说过，太子不顾很多人反对，一意孤行要出海。那出海的商船已经推迟1个月了，说是如果这件事情搞砸了，许多大臣都会反对他，就连民间老百姓对此事也是不支持的。王爷还说，许多大臣的家眷都在出海的商船里，这要是出了点意外，就算那些人再推崇他，只怕也难以服众了。元德皇帝听了眼前一亮，上下打量了桓王妃一眼。圣儿倒是娶了个好王妃，朕怎么就没想到拿出海商船这件事大做文章呢？好，妙计妙计！过后，元德帝便召来皇贵妃父亲。中途殿中突然闯进来一个侍卫。陛下，负责您安全的几10名贴身侍卫高手，全部被太子殿下给召回了。逆子，他这是真的想要朕的命啊！朕可是他的父皇，他怎么敢这样做？这一刻，元德帝承认自己有些慌乱了，他不敢想象那些吃人的世家们知道他身边没有了高手保护，
会怎样报复他。等皇贵妃的父亲来了之后，对着他一阵安抚，元德帝的自信心再次回来了。这件事情若是能成功，朕记你一大功。陛下请放心，这件事情老臣不用你出马，一定将此事办得漂漂亮亮。男人后悔合理，跑来前妻家求复合。和门房说，本宫没有什么救人，以后但凡声称是本宫救人的，直接扔人点。顾北轩得知自己被谢景云相拒之后，整个人直接傻了眼。即使到了现在，他仍然对自己十分自信，只要将真相说出口，说不定还能让他回心转意。谢锦元，阿言，我知道你现在恨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你，但这一切都是误会，都是我母亲告诉我你婚前不洁，我才痛恨于你。如果没有这一遭，我当初也是心悦你的。阿言，你要听我解释，就听我一次啊！顾北轩整个人直接跌坐在地，万分狼狈。这几日的时间，他知道自己彻底完了。二公主根本就是一个骗子，为了将我的阿云骗出去，竟然不惜代价上演了一场戏。顾北轩恨啊，恨天恨地，更恨自己的母亲和顾北岳，尤其憎恨太子和二公主。若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和阿云好好度日。太子府的仆人觉得他太吵了，直接将他丢得远远的。顾府门前，顾老太送走一位男子后，忽然发现顾北轩正紧紧地盯着他。顾老太心中莫名一咯噔，将手中的银子藏好。我儿，你怎么在这里？还搞成这副模样！我如今的样子，不都是拜你所赐？要不是你，我又何至于如此？他真傻，竟然以为亲生母亲不会骗自己。轩儿，你怎么能这样说母亲？母亲都和你解释过了，当初也是被人蒙在鼓里，真以为这些是婚前不洁，要不然我作为你的母亲，能不盼着你好吗？顾老太太一副凄惨的模样，顾北轩看着却觉得恶心。到如今，你还不承认是你故意诬陷了阿云？你为了顾北运毁了你儿子的幸福，你可真是好样的！你怎么能这样对娘？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轩儿，你要相信娘。如果你是真的为我好，那便卖宅子的银子便都交给我。若是你能做到这一步，我便相信你是真心为我好。轩儿，银子娘先帮你保管着，等你有了正妻之后，这些银子都是你的。娘就你一个儿子，将来所有的都是你的东西，你不必这般着急。说什么理由？实际就是你不想给罢了。既然你从来没有当我是你的儿子，从今日后，你和顾北运两个人单独出去过吧。对了，卖宅子的银子你必须交出来，那是顾家的主宅，可不是你这个外姓人的所有物。顾老太又愤怒又慌张，顾北运始终是要嫁人的，不会伺候她养老。若是顾北轩真的不将她当母亲了，日后她该如何？好，这是卖宅子的1000两，我可都交给你了，你可不许再生母亲的气了。只有1000两。顾北轩有些不信，这么大的宅子怎么可能只值1000两？轩儿，我真的能骗你不成？那买宅子的人才走，你追上去问问就是。如今咱们顾府出了事，这宅子不好出手，娘也是求爹爹到奶奶才终于出手了。你若还不信，娘身上也统共这3000两银子了。接过顾老太太手里的荷包，冷冷看了她一眼，却什么话也没说，径直走了。然而这一切被站在暗处盯着他的顾明真看在眼里，转身向着楚娇的院子而去。还没走近，便听到楚娇传来一声声惨叫，伴随着怒骂的声音。楚娇的眼睛瞎了。顾明真得知这个消息，内心在激动的颤抖。不就是瞎了眼，干什么大喊大叫？你若继续发疯，这下我去和祖母说说，直接将你丢出去。燕儿，汪可是你亲娘，如今娘落入这般境地，你竟是半点也不心疼娘亲。顾明真冷冷一笑，哼，他的眼睛是他这个亲女儿找人做的。顾明真想报复老太太，只能借着她的手了。顾晨燕本以为重生后能顺风顺水，没想到就连拜师都难，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嫡母放弃了他。嫡母可是太子妃啊，只要和太子攀上关系，想必自己以后的路必定一片锦绣。顾晨燕狠狠心动了，飞快地往太子府而去。我是你们太子妃的儿子，我叫顾晨燕，相信你们对我也有所耳闻，劳烦你们去荣禀太子妃一声，就说孩儿错了，只要嫡母还愿意原谅孩儿，以后让孩儿干什么都行。既然是太子妃认识的人，那我等去通报一声。顾晨燕还在畅想未来时，侍卫已经走了出来。太子妃说了，不认识什么顾家的人，赶紧离开太子府。什么阿猫阿狗，竟然也敢来和太子妃认亲戚。侍卫笑得讽刺，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进去通传。这顾家一行人，他见一个便戏耍一个。怎么可能？嫡母最是疼我，都说我认错了，怎么可能不见我？你是不是没有通报进去？你好大的胆子！
连太子妃的家事也敢隐瞒。顾晨燕毕竟是当过官，知道这其中的一些猫腻，一开口便想给这两个侍卫扣上不敬的帽子。敬酒不吃罚酒的东西，让你滚，你偏不走，还在这里败坏太子妃的名誉。今日若是不给你长点教训，真当太子府是你们这些顾家人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了。忽然太子府内拥出一群侍卫，这阵仗看得顾晨燕眼皮一抖，终于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了，立马陪笑道：说笑了，刚才都是一场误会，既然太子妃不认识我，我这就走。可是他的速度哪里比得上侍卫的速度，当下便被一群人追着打了一番。阿云，我们成亲几晚了？他们已经成亲许久，却还没有圆房。墨景这事，谢景云被羞得越发想将自己藏起来。阿云，别怕，我会温柔的。当晚，谢景云只觉一股雷电袭来，震得突的晕倒了。太子一意孤行，坚持出海，造成千人死亡，已经不配成为太子。来人，给朕拿下太子，就地正法。众人原本以为会看见御林军闯入，没想到等了半天，却没有任何一人走进来。元德帝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你敢私自带兵到皇宫控制朕的御林军，你好大的胆子！父皇，你的御林军一直在外面好端端守着，并无人控制他们。元德帝有些不信，派了身边的小太监出去探查。陛下，外面真的没有人控制御林军，御林军紧守直子守在宫殿外了。不可能，绝不可能！若是没有人控制他们，为何不进来帮朕？元德帝颤抖着身体，不可置信地看着墨景。他辛辛苦苦训练的御林军，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墨景的人。笑话，哈哈哈，真是天大的笑话！太子妃，有人要劫杀你，还请你移步到屋内，躲在安全的地方。想到近日有关于墨景的流言，说他身为太子，只为了一己私欲，不将天下百姓放在眼里，一意孤行开了海禁。谢景云便明白，此时是关键时期。元德帝因为等他的消息，等的头发都要发白了。直到一位太监上前近身，和他说了什么。只见元德帝瘫软在金銮殿上。陛下，柳元培见状也明白他们的计划彻底失败了，就连安排的后路也被堵死了。为了这次行事，他已经赌上了整个家族的力量。墨景始终不发一言。元德帝知道自己今日丢了人，也不在金銮殿浪费时间，退朝。众人散去后，墨景被柳元培拦住了。太子殿下，事是老臣一人做下的，与柳家的人无关，还请太子殿下看在桓王的面子上，放过我的家人，他们是无辜的。你的家人是无辜的，难道本殿的家人就是该死？殿下，您这是何意？本殿的太子妃多么端庄贤淑，嫁进皇家才几日，你们竟然狠心去除她？柳元培才明白过来，太子殿下虽然没有出皇宫，但是皇宫之外发生了什么，他都了如指掌。殿下，这两者怎么能一样？太子妃的宿命便是如此，她既然贪图皇家的富贵，就要有承担嫁入皇家风险的认知。老臣的家人和她不一样啊！墨景快要被气笑了。我的阿云就是贪图富贵，死了也是活该。他柳元培的家人难道是贞洁烈女，一个个不慕名利，死了就是可怜。好得很。墨景二话不说，一脚将柳元培踢开，怒气冲冲地走了。没过几日，因出海的商船始终没有归来，民间因为此事开始变得不安了起来。元德帝见状，心中大喜，便再次加大了对此流言的放任。没想到出海的航船却回来了，还带回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以及海外的稀缺种子，其中一种种子名为鱼薯，量产丰富，一旦种植成功，以后燕朝的普通百姓再也不用担心饥荒。太子妃、长公主后日在公主府举办宴会，发来帖子了，要不要直接拒绝？长公主之行，她的考虑是去的，想看看他们如何蹦跶。很快便到了宴会这日。太子妃这几日甚是风光，今日本宫这里还来了一个很特殊的人，就是太子妃的婆婆顾老夫人。锦云啊，自从你离开了顾府，老身和轩儿一直念着你呢。虽然顾家被你逼着和离，但你也不能一眼都不回顾家来看看啊。3个孩子可是你亲手养大的，你如今做了太子妃，怎么能对3个孩子就不闻不问了呢？顾老太太一开口，谢景云简直成了生理性的厌恶。长公主将这个人找过来恶心本宫，究竟意欲何为？是要和本宫作对，还是脑子缺了根筋？您误会我了，本公主哪里是想和你作对，不过是想你们这对婆媳很久没见面，今日来这里叙叙旧罢了。太子妃何必如此咄咄逼人？顾家与本宫只有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份，长公主却将黑的说成白的，若是想羞辱本宫，那就做梦，你还不配。谢景云不是单纯为了发泄，而是在故意激怒长公主。怎么，现在连句回对都不会了？
看来以前的嚣张不过是仗着桓王妃罢了。如今桓王妃不在，长公主都不会咬人了。放肆！在这瞬间，周围涌出无数身披铠甲的侍卫，对谢景云呈现出包围之势。大概你们想对太子妃做什么？谢氏，你方才不是很嚣张吗？怎么这会没声音了？谢景云却微微勾唇，长公主因为这一番冲动，应该已经付出代价了。怎么这会真知道怕了？不用担心，若是你肯下跪，你这条小命，本公主还愿意留一留。下跪就凭你？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杀了。景云正要召唤护卫，却被一突然出现的女生打断了计划。长姐，你在说什么笑呢？今日请太子妃过来，可是要给我们做个见证的，怎可胡闹？长公主这个蠢女人，竟然真的对谢氏动了杀心。桓王妃不满地看了长公主一眼。太子妃真是别来无恙，你也不要怕现在的处境，只要你乖乖听从我们的吩咐，等王妃还是愿意留你一命的。说吧，需要本宫做什么？若不是为了找个理由让莫景动他们，他早就离开此地了。太子妃果然是失误，本王妃这里有一份关于太子这些年所犯下的婚事，只要你愿意签下自己的名字，保证这些事情都是属实，然后再去皇城外将莫景干的事告知天下百姓，你就可安然无恙回太子府了。桓王妃说的轻巧，谢景云却是快被逗笑了。我不太明白，你们妃这么大周章，只是需要我在天下人面前败坏他太子殿下的形象吗？就算我做了，似乎对他的地位也没有什么影响吧。你也太小瞧了你在莫景心中的地位了，他费尽心机将你娶了回来，若是你当着众人的面给他致命一击，他会不会就此消沉下去？谢景云诋毁莫景的这一招并不会影响莫景什么地位，但可以让他的意志就此消沉下去。眼见着已经抓住了这些人的把柄，谢景云当下一挥手，场中出现多名身手高强的护卫，桓王妃派来的侍卫瞬间被瓦解。来人，将长公主和王妃一并扣押，敢伪造太子殿下的罪行，还敢劫持本宫，哪桩罪行都足够将他们押入大牢。谢景云抓了长公主和桓王妃这一件事，在朝堂上很快引起了轩然大波。保皇党和太子党正在互相掐架之际，当晚元德帝就被仇敌一剑斩杀在宫中。同一时间，皇宫便翻出遗诏来，原来那刺客只是和元德帝有仇，但是和燕朝人民无仇。为了国家不陷入混乱，他让元德帝在最后的时间立一诏。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元德帝最终是立太子为帝，贬桓王为庶民，剥夺其皇子之位。遗诏一出，桓王党和太子党都不信，就连莫景本人听了都是一阵懵。原来元德帝是为了江山稳固，为了能保住他最疼爱的孩子一命。3个月后，太子莫景继位，登基为帝，改国号为盛景，谢景云晋升为皇后。最终长公主贬为庶人，而顾家人斗得你死我活，顾北轩手上的银钱全部输光，就连顾老太的养老钱也没有幸免。为了维持生计，顾老太竟然将顾明珍和顾明珠送进了窑子，将楚娇也卖了出去。最终银钱还是被顾北轩抢了。顾老太绝望了，也看清了这个儿子，于是带着顾北运连夜逃出了燕京城。这一次，顾老太太竟然狠心到让自己女儿出去卖，被楚娇毒瞎眼的顾老太被顾北运嫌弃拖后腿，直接扔了她，最后是冻死街头。顾北轩为了还赌债，直接把顾晨燕卖到皇宫当了太监。最终他惹怒了一个太监头目后，在皇宫里走得悄无声息。盛景2年，谢景云诞下双胞胎，取小名元宝和元爱。